洪武15年，朱元璋最喜爱的嫡长孙朱雄英薨逝。此时棺椁旁的朱元璋仿佛苍老了几十岁。你怎么就舍得离开爷爷我呀？你让爷爷我怎么办啊？爷爷，我这有好吃的给你吃。孙儿是你吗？爷爷不吃，你吃。爷爷，我要抱抱。好，爷爷抱。帝爷，雄鹰一世还瞒着娘，再不安葬，怕是要瞒不住了。不如先让雄鹰入土为安。咱的大孙子啊！帝爷，时辰已经到了。雄鹰还活着。爹，儿子知道你伤心，可是逝者已去，咱们还是赶紧让雄鹰早点入土为安吧。哼，你个混球，这里面可是你亲儿子，滚开！大孙不怕，黄爷爷这就救你出来。憋死我了！乖孙，听得到爷爷说话吗？我这是……雄鹰，我的乖孙还活着。爷爷不哭，孙儿饿了。二虎，让御厨们准备好饭菜，能马上吃上。诺。猪虫爸，妹子，你怎么来了？猪虫爸，你把我的雄鹰藏到哪里去了？今天如果你不交出雄鹰，我跟你没完。哪个不长眼的告诉你的？这你不用管了，我只问你一句，咱的雄鹰呢？黄奶奶，大孙，快让黄奶奶看看。瞅把我大孙都饿瘦了。朱元璋，你怎么做爷爷的？爹娘，你们这身体太……你还好意思说？你这个当爹的为什么不陪在雄鹰身边，让雄鹰吃了这么多苦？是咱不让他上车的，他当爹当的太差劲了。没错，太差劲了。别说不让他上车了，连马都不该让他骑，就该让他跑一跑，常常记性。没错，二虎，把太子的马牵走，然后你盯着他，太子什么时候围着东宫跑过20圈，什么时候完事。爹娘，别的事先放一放，雄鹰还饿着肚子呢。对，可不能饿坏了雄鹰，快进去吃饭。黄爷爷，你们可以吃得快些嘛。哦，雄鹰是想让黄爷爷陪你玩吗？今天不急，雄鹰想玩什么，黄爷爷都陪你。黄爷爷不是的，你们快些吃完了，雄鹰才可以吃饭。雄鹰现在好饿。雄鹰，不要瞎说。爹，是你跟孩儿说，在东宫，雄鹰得等别人吃完才可以吃啊。雄鹰，小娘，都是雄鹰的错，雄鹰不该在这里吃，这里是弟弟吃饭的地方。雄鹰不准走，咱倒要看看谁敢让你走。父皇，雄鹰还小，他说的话当不得真了。哼，咱老朱家的事，岂容你插嘴？儿媳错了。雄鹰，跟黄奶奶吃饭，不用管其他人。黄奶奶，跪远点，影响我乖孙食欲了。爹，喊爹也没用，你也给我跪远点。原本朱元璋认为朱雄英是朱标的亲儿子，所以并未多想。可如今幡然醒悟，东宫对朱雄英而言无疑是龙潭虎穴。如果乖孙今日真的死了，吕氏的儿子就是皇太孙，到时候淮西武将一个没有，这大明的江山岂不是要落入江南士族手里？你们再给我跪远点！爷爷奶奶，雄鹰已经吃饱了。雄鹰，今日黄爷爷和黄奶奶带你走，好不好？爹，可以吗？当然可以。雄鹰，你想做什么？不用问我。咱走，啥也不要了，回头吩咐上一局重新做。好嘞。咱什么时候让你起身了？你继续跪着，我们走。这哪里是儿子，分明是祖宗啊！句句戳我大动脉。我爹我娘走了吗？是了。二虎这里没事了，你回去吧。殿下，陛下临走只是吩咐臣，让臣监管能围着东宫跑20圈，逃不完不准睡觉。在知道朱雄英所受苦难之后，朱元璋决定亲自教导乖孙。第2集，德国正者，唯我大明。雄鹰，你怪过黄爷爷吗？黄爷爷为何突然这么说？你若生在普通之家，会比现在活得快活。可咱是皇帝，你从出生那一刻，身上承担的就比旁人都重许多。黄爷爷，你若非不是皇帝，如今的袁达子估计还在奴隶咱们汉人呢。哈哈，你知道的还不少，但是这些跟老朱家没关系。非也，保天下者，匹夫之剑，德国正者，唯我大明。乖孙，刚刚的话你再说一遍。保天下者，匹夫之剑，德国正者，唯我大明。哇！众人听后久久不语，朱元璋更是心中惊涛骇浪。朱雄英不过一孩童，居然说出这样惊人之语，简直就是少年英才啊！乖孙，刚刚的话你是如何知晓的？是雄鹰在黑木乡时，一个老爷爷教孙儿的。老爷爷？那个老爷爷还有教你什么？太多了，他一直说的雄鹰都困了，醒来的时候他还在说。天佑大明啊！乖孙，老爷爷教你的那句话，你可都知其意？知道的，黄爷爷打下这偌大的江山，凭借的是自己的实力。哈哈，这泱泱数千年，能与咱老朱家一样的，也只有当年的汉朝了。
非也非也，汉高祖乃家国之难，而皇爷爷乃天下之难，不同的。有何不同？汉推翻秦而改号，是魏王国；前元乃一族，是魏王天下。所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见。若雄鹰生于皇爷爷那个时代，必将跟随皇爷爷一同去嘎达子。雄鹰这是说皇爷爷是老匹夫了。不过夸你2句，你还得意上了。妹子，雄鹰这是天赐灵儿啊！二虎，你速复找人将保天下者匹夫之见写下。诺。朱元璋看着一旁有说有笑的祖孙2人，不由得陷入沉思。朱标这个大号不尽人意，现在需要重新练小号。爹，听说雄鹰身体都已恢复健康，自雄鹰生病后，功课落下太多，儿臣想尽早接雄鹰回来，也让父皇轻松一些。哼，这还真是亲爹，儿子刚捡回1条命，他就开始抓功课。朱元璋没有说话，只是一直看着保天下者匹夫之见。朱标也顺着朱元璋的目光望去，在看到这几个字后震惊不已。不过他并未说什么。今天必须得把雄鹰接回去，不然以这老两口对孙子的溺爱，这孩子得废。爹，雄鹰贵为皇长孙，就注定无法与常人家的孩子那般无忧无虑。父皇是嗓子不舒服吗？正好，儿臣将雄鹰接走，免得累着你。而且儿臣还是读书太少，这几个字看得儿臣热血沸腾，胸怀天下。可是儿臣却第一回见到，父皇也必定不想日后雄鹰与儿臣这般惭愧吧？哈哈，咱保证。日后雄鹰定不会为此感到惭愧。父皇，您如何能保证日后之事？这句话出自雄鹰之口，是今早雄鹰亲自跟咱说的。雄鹰今日吃些苦不算什么，出自雄鹰之口。哈哈哈哈！咱也没想到雄鹰居然是少年奇才，即便说咱老匹夫都这么舒坦。咦，这不也得看是谁说的？换成别人，你试试。雄鹰能说出如此意义深远的话，都是先生们的功劳。如今他还小，正是读书识字的年纪，你惯着他是在害他啊。你是跟咱耍赖？父皇，儿臣不是耍赖。哼，少磨磨唧唧，咱要将雄鹰带在身边教导，你行不行？给根准话。皇上，太子殿下虽然整日繁忙，可仍有余力教导太孙，跟在皇上身边，与理不合。没错，当初儿臣就是父皇亲手教导。你爷爷倒是想教导，你出生时，你爷爷都没了多少年了。父皇，儿臣既有余力，还望父皇将雄鹰归还儿臣教导。你居然敢忤逆咱二虎！你们老主家的事儿，还门户敢骂？臣在。马上让人拟旨，江北灾情严重，太子即刻动身视察。灾情一日不解决，太子一日不回京。原本朱元璋还想着如何跟朱标争出雄鹰，朱标就自动送上门。这么好的机会，朱元璋怎么会错过？好了，彪儿，你准备一下就出发吧。百姓们还等着你救他们如水火之中呢。那个被水淹了多少地？皇上是18亩。18亩，18亩，连奉天殿的占地都不到，这也能称之为灾情？你是瞧不起18亩吗？这对百姓而言，可是他们一家人的生计。好了，赶紧走吧。朱标目瞪口呆地看向朱元璋，随后生气地转身走出奉天殿。殿下，皇上如此宠溺太孙，可如何是好？这可是会动摇国本啊！去坤宁宫找我娘去。朱标向朱元璋讨要雄鹰，反被朱元璋一顿穷。朱标决定从朱元璋软肋下手。儿臣给母后请安。彪儿怎么来了？母后，父皇太过分了，太过宠溺雄鹰了。母后，你可得管管。发生什么事了？太过分了！哈哈，还是我娘疼我，老猪头，等着跪搓衣板吧。你爹这次太过分了，彪儿，娘见到他肯定会说他的。母后，儿臣这就接雄鹰回东宫。雄鹰为什么跟你回东宫？你爹让你即刻动身，能收拾什么行李？算了，娘给你1块2毛5，缺什么直接买。你现在就上路吧。放心，你走了，娘肯定好好说说你爹。母后，才淹了18亩，18亩不少了，对百姓而言，这是他们1年的生计。为啥这句话听着这么耳熟？可是，别可是了，赶紧走吧。宫里有娘在，你就不用担心了。皇后娘娘，不行，我又头疼了，快点叫太医。几天时间，主角已经逐渐适应了皇长孙的身份，但随之而来的是浓浓的危机感。历史上，自己这个皇长孙可是死的蹊跷。皇兄，小娘太坏了，娘给威儿的镯子被他丢到金水河了，你可以帮威儿一起找找吗？这个镯子和我腰间的玉佩都是母亲留给我们的唯一物品了，这次要好好教训一下吕氏，何人扔的？皇兄，娘说过，别跟小娘起冲突，威儿只要找到镯子就可以了。本宫问话，你们都聋了吗？太子妃的宫里花儿，皇兄是怎么了？一向软弱的皇兄居然这般刚猛。皇兄，你别生气，都是威儿不好。威儿，你先去舅舅家用饭好不好？
朱一威不太明白朱雄英的意思，一时愣在原地。朱雄英并未停下脚步，片刻就到了东宫大殿里。朱允文正在朗诵着《论语》。焕儿是谁？回禀殿下，奴婢便是焕儿。大胆贱婢，手镯是不是你丢的？吾斗君主无权是非奴婢本意，只因皇上昨日下旨，要将殿下用不着的东西尽数沉入金水河，殿内主公昏暗，奴婢一时看错了眼。焕儿三言两语就将责任推卸出去。朱元璋的旨意，哪怕是太子朱标亲临问罪，最多不过是办事不力。然而朱雄英根本不吃这一套。本宫面前为何不跪？放肆！人你也打了，你还要怎么样？焕儿奉旨意办事，只是一时失察而已。哦，藐视宫规，目无尊卑，后娘你说该当何罪？你二虎告诉他，长则失误，那还不动手？住手！不就一个镯子吗？本宫自掏腰包再为小郡主买根簪子赔罪便是。允文正在读书，殿下还是先请先回吧，此事待太子殿下回来再议。呵，再买一根，把这个贱婢丢下金水河溺死，再去取500两银子来，本宫亲自向母妃赔罪。原来这么样，大胆！本宫是太子妃，且不谈皇上还未正式下旨意册封您为太孙，纵使金印在手，在本宫面前也是晚辈。你这样不顾礼数，眼里还有没有长幼尊卑？既然这样，那就让这个贱婢下金水河去捞簪子，这样总可以吧？你真是反了，人都是死的吗？还不快把太孙押送到太子面前！你说啥？俺没听到。好，本宫亲自动手。你敢？二虎，昨夜皇上的旨意你也听见了，难不成也要为太孙开脱？然后呢？既如此，你拦本宫作甚？北至奉皇命保护太孙，任何人不得动太孙。二虎，本宫乃是太子妃，难道你连我的面子都不给？北至是皇上的人，只奉皇上之命。你发生何事了？朱雄英与吕氏初次交锋，朱雄英占据上风，甚至有点小赚之时。朱元璋来了，说说吧，究竟为了什么事？皇上，焕儿他只是奉旨办事，皇孙非要把他丢到河里，儿媳这才看不过眼，说教了太孙几句。雄英，无论如何，吕氏都是你爹的妻子，你的小娘，今日你所为多有不妥。孝乃是大明治国之本，哪怕朱元璋偏向着朱雄英，我也能用一个不孝之罪把朱雄英压死。皇爷爷，雄英有罪，雄英不孝，雄英连娘留给威儿仅有的遗物都保不住，雄英有罪，请皇爷爷责罚。再过几年，威儿长成大姑娘，儿时这些记忆就一点点褪色，或许某一天，威儿就连娘的模样也会遗忘。朱雄英的声音回荡在屋内，朱元璋陷入了沉思，他瞬间明白了这镯子对朱一威的意义，如同自己爹娘送给他的巴利谷子，那是他爹娘留给他唯一的东西。吕氏看朱元璋脸色阴沉，急忙开口：皇上，小郡主的镯子是姐姐游历南方时所买，价值不过100两，儿媳愿用嫁妆里那只金丝红宝石凤钗向郡主赔罪。咱才想起来，你是江南氏族吕家的千金。大孙方才说溺死这个贱婢，拿500两银子向你赔罪，你觉得如何？咱也可再添500两。儿媳不敢。吕氏从未如此真切地意识到，他不过空有太子妃名分罢了。他万分不甘地向朱元璋低下了头。父皇，儿媳知道怎么办了。请皇上开恩，娘娘救命，奴婢知错了。这件婢就交给大孙和郡主，随他们处置。诺。随后，朱元璋甩袖出了殿门。到底是东宫之事，他插手太多也不好，只好把人交由大孙处理。殿下，奴婢知罪，求殿下开恩，让奴婢不死。犯错自当罚，要么找到镯子捡回一条命，要么和镯子一样沉没在金水河里。谢殿下开恩，奴婢就算舍出这条命，也定会找到镯子。朱雄英，你有朱元璋撑腰，我动不了你。你妹妹呢？小郡主呢？小郡主出宫去国公府了，说午膳不用等她。呵，真是天助本宫。一念至此，吕氏回书房写了封密信给宫中眼线，送往他哥哥手上。威儿见过舅老爷，舅舅。威儿，雄英现下可痊愈了。太医说皇兄已是大好了，就是皇兄今日发了好大的火，我怕。怎么回事？详细给我说说。娘亲留给我的镯子被小娘叫人扔到了河里，皇兄就去找小娘了。好一个吕氏！舅父，不若您进宫一趟。听到这话，蓝玉的脸露出纠结的神色。如今这紧要关头进宫，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舅老爷，皇兄让威儿来找舅舅吃饭，皇兄不会出什么事吧？雄英让你出宫的。皇兄这段时间没时间回来陪威儿，一直和皇爷爷在一起。威儿，你再说一遍，雄英最近一直和皇上在一起。是呀。威儿，舅老爷和你一起回宫，正巧有段日子没见你皇爷爷了。太好了，多谢舅老爷。5月的天气，河水还有些寒凉，时间慢慢流逝，焕儿终于从河中摸到了一个木匣子。殿下，奴婢信不辱命，找回了镯子。
目光落在镯子之上，朱雄英只觉心头累积的欲火逐渐散去。这应当是元神留下的执念，你可以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守住这大明江山。只是先前威尔去了救救那，要不……太孙，皇上下令，不许能出宫。我没要出宫啊，我想去看马。太孙，御花园里有奇花异兽，不如你家御花园。不，我要看马。殿下，马厩里都是粪便，难闻了很。我不嫌弃，我要喂养这匹马。殿下，这马生性顽劣，不服训教，差一点都伤了皇上，恁还是选匹乖巧的马来喂吧。皇爷爷您来了。参见皇爷。皇爷爷您来了。拜见皇上。我操！我又没有急支糖浆，你追我干嘛？咱真是老眼昏花了，批了会奏折，竟然出了幻觉。富贵，咱大孙在马背上，那叫一个鹦鹉。咱忘了你看不见，也不知大孙真能骑马驰骋的时候，咱能还不能见到？皇爷，有没有一种可能，马背上的就是皇孙？那是二虎。二虎，你是不是傻？大孙骑马，你也骑马去追呀？皇爷，您忘记了，二虎耳朵不怎么好使。而此时的朱雄英已经跑到了午门处，皇城禁军见此，下意识的挽弓搭箭。给咱住手！太孙在马上，谁放了箭，咱给他吊城门上，滋滋滋滋。皇上，太孙想喂马，却皇城恁亲临，卑职行礼了功夫，殿下竟就翻身上了马。你说是大孙自己上的马？哈才那么高一人，卑职也没想到太孙骑马的姿势看起来不像是新手，我们都看呆了。太孙天资奇绝，来日不可限量。你还傻跪着干嘛？大孙若出什么意外，咱饶不了你们，快去追人啊！在朱元璋看来，今日虽只是大孙骑马大闹午门一场，但他好似已经窥见来日朱雄英策马扬鞭，纵横捭阖的英姿。不管这小子了，等他耍够了，自己就回宫了。方才跑这一段，咱消耗可不小。富贵，咱饿了，传膳。咱大明第3代君主有明君之相啊！不行，不能让朱标回来的太早，要不把咱的好大孙教歪了。哪个小在骂我？吕本儿子吕道冲收到吕氏命人传来的信后，带人来到了朱雀大街。稍后我一动，你们就开始动手。好了。舅老爷，这黑马不是当初自己远征大漠凯旋后献给皇上的，这马性子那是相当暴烈，差一点就伤到皇上了，如今竟被太孙给收服了。臣见过殿下，殿下千岁。坏了坏了，我得回府。今日我一直在府上，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太孙，太孙你在哪儿？太孙，这货不仅脑子不好，眼神也有问题。太孙啊，你们是可太好了，国公爷，还好马车撞了是恁啊。卑职嘴瓢了，国公爷恁别介意，卑职想说恁被撞了真好。啊呸，国公爷恁懂我的意思吧？算了算了，我懂，笨虎，这事你可是亲身经历的，要查到底呀。国公爷，卑职只遵皇上旨意，做事得找应天府。那算了，应天府和吕家那是一个池塘的蛤蟆。舅老爷，您没受伤吧？殿下无需担心，再来一次都没问题。舅老爷，您真没受伤？我看您好像伤到了呀。哎呦啊！我的腰啊！殿下，我不会是瘫痪了吧？那谁，你去附近车行帮我看看有啥好车没？伤了人想跑，我们国公爷没死在沙场上，倒是险些当街死在马蹄下。你还敢打我？兄弟们抄家伙！二虎啊，你若是不忙，替老夫报个案可好？国公放心，我这就安排人去办，你去应天府一趟。片刻之后，从应天府出来一行捕快来到朱雀大街，众人见到躺倒一地的人，一个个俱是惊讶不已。这是你们打的？这是说的什么话？咱是被打的，你瞅瞅他们一个个。官爷，您可得替咱们主持公道，我们兄弟都是普通的良民，您不能是非不分啊。这我要不要也躺地上叫唤2声？祖宗啊，恁可不能啊！舅老爷，我肯定会帮您主持公道的。Nice。大明的遗憾到底是什么？爹啊，是靖难之役。我回来了。从今天起，我是万古不移的贼了。
我好会，还是大明战神造就的土木堡支持。土木堡战败，太宗、宣宗苦苦经营的50万精锐一战尽丧。如果雄韬武略的皇长孙朱雄英未死，那么大明国祚能否延续千年？日月山河永在，大明江山永在。大米兵，大米兵，大米兵。蓝玉被吕家马车撞了之后，朱雄英就安排去吕府门口躺着。诸位百姓们，大家瞧一瞧啊！诸位，我身后这些受伤的人都是我大明将士。不过，我要跟诸位说的是，这些为我大明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士们，没有死在战场，却差一点就死在吕家马蹄之下。而纵马失控的吕家当家人，至今不敢出来当面对质。诸位或许想着，他们不就是上过战场吗？又不是没法享银。今日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原本我和诸位想法一样，不过我想有一样东西应该让你们看看。请诸位去衣。片刻时间，他们将上衣褪去，前胸后背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伤疤，猝不及防地展现在众人面前。霎时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大明立国15载，几十万儿郎尽数埋骨沙场。我一直在想，那些将士们个个威武雄壮，他们怎么会死？但当我踏足朱雀大街，感受其中的繁华，我才恍然惊觉，那些将士是为我而死，这些伤疤每一道都是因我而伤。一族杀来，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逃，但他们只能持刀而上。平时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死去，他们依然要向前，哪怕下一刻死的就是自己。我们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正是因为这些以身守国门的将士们。我大明盛世永存，则这些伤疤不朽。朱雄英这番话宛如黄钟大吕般砸在众人心头，在场之人几乎都想到了20年前蒙元所作所为，一时之间全是讨伐吕家的声音。皇上，殿下在吕府之外怒斥吕家，如今府上围了将近1000名百姓一同堵门。倘若皇上不加以阻止的话，百姓们很可能发生暴动，到那时怕是再无金陵吕氏。这才过去多久啊？好大孙竟然把百年氏族吕家给说没了！传咱的命令，让蓝玉、吕本、大孙进宫，还有将李善长也请进宫。回禀皇上，今日种种伪事都是误会。大明以孝治国，臣以为太孙今日行事太过放肆，还需多加教导。哦，咱怎么听说是你府上的马车差一点就撞到太孙了？陛下，臣来之前去现场看过，当时2位殿下与国公也并不在马车内。应天府典吏也有分析，认为失控的马车撞不到梁国公身上。倘若国公也有异议，可向三司上诉。吕本说完后，嘴角噙笑，好似自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不由嘲讽地扫视了一番蓝玉等人。你他喵的意思是我白被撞了是吧？皇爷爷孙儿今日只是想为救老爷的亲兵向吕大人求个公道。敢问吕大人，应天府典吏可否分析出了这几名亲兵当时所在的位置，也不会被那辆马车撞到吗？被撞到了又怎样？即便这几人略有功勋，但哪能与2位殿下和国公也相比？只要3位没受伤就好。这几人的伤势，我已命人备上赔礼，稍后送去。呵呵，吕大人，这几人都是为我大明浴血奋战、斩杀鞑虏的英雄，没有这些人的奋勇杀敌，何来我大明万世安平？为众人谋生者，不可使其葬于人心。我身为皇室，更不能坐视不理。朱雄英清亮高声在殿中响起，让在场的人愣住了。然而朱雄英并未到此为止。许是在吕大人看来，这几人只是梁国公府的亲兵而已，但正是他们这些人在为国征战，为天下百姓守家。如今他们尚且能当个亲兵，倘若被贵府的马车撞伤致残，吕大人能赔得起他们的余生吗？你咱大孙就是厉害！来人，把吕大人带下去。大孙，依你看来，今日之事究竟该怎么解决？孙儿只求还那些亲兵一个公道。行，咱知道了。大孙，你和你舅老爷一起去太医院拿点药材。多谢皇上。擅长帮咱拟旨，命各州县整理出咱起兵之日来全部因伤致残的将士名单。若是事情属实，分由各州县帮忙解决下简单生计，以大孙的名义发布吧。臣替这些人多谢皇上，多谢太孙。对于自己的大孙朱元璋已然能够预见朱雄英长大后该压诸多武将的能力和气度，如此朱元璋自然不愿对陪自己打江山的袍子动手。擅长，你看雄英这孩子怎么样？太孙，咱们可是老交情，有什么话说不出口，你尽管说便是。皇上，殿下所言堪比昔日的天可汗，老臣惶恐，竟找不出词语来形容。不过臣笃定，他日殿下说不得能与至圣先师比肩。还是有文化的人拍得舒服。擅长，咱认识你多久了？再这样说话可没意思，咱可不想听你说别人同样的话，不然找你干嘛？皇上可是多年没开过自己玩笑了，如今皇上再次用熟悉的语气说话，说明皇上再次把我纳入自己人的范围，这可不是老臣胡说。殿下所言脱胎于儒家教化，其意深远，为众人谋生者，不可使其葬于人心。经世之言啊，
这句话境界之大，并不逊于二婶。咱老朱家到自己这里，拢共就3种身份：百姓、皇帝、王爷。怎么到了大孙这里直接成圣了呢？身份跨越的太大。另一边，朱雄英和蓝玉才走到太医院。太孙，您今日所言着实惊到老臣了，竟然还有人会记得我们这些大老粗的功绩。舅老爷，日后出行你别带这些金兵了好吗？行，舅老爷以后一个人都不带，那些人呐，整天给我找麻烦。舅老爷，您也不用太收着性子。您这身上还带着伤呢，养伤可得寻个好地方。我看吕府环境就不错哦。蓝玉立马理会到大孙的意思，事情还没结束，不趁此狠宰吕家一下，岂不浪费这天赐良机？太孙说的对，今日我就不回府了。听闻吕府可是特地请了工匠修建的，环境清幽，正适合老夫养伤。正是，您过去当成自己府上，可别见外。对了，多带些人，他吕家不是家大业大吗？皇爷，出事了，御花园走水了。皇后和太孙有没有事？皇后娘娘无事，但太孙不知所踪。混账！太孙若有事，咱把你们全吊起来自缜。皇爷，刚刚有人在御花园看到太孙了。上尉，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毛的君子，里面那可是咱大孙。说完，朱元璋冲进了御花园里，身后的徐达、汤和两人下意识的也跟着朱元璋冲了进去。片刻时间，火就灭了。朱重八，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把老骨头还拿自己当20年前使唤呢？咱着急呀，大孙还在里面，咱哪还坐得住啊？哼，还有你俩还当从前没人的时候呢。他朱重八大手一挥，你俩想都不想就冲，长着嘴不知道劝一句吗？那啥，二虎，今天到底怎么回事？你尽管去查，无论是谁，咱都要把他吊起来，自缜。本乎是二不是傻，宫里头谁敢做这事儿？父皇，儿媳有事禀报，今日允文来御花园散心，一进来就见到有人擅自生火，就为了烤这个，儿媳问过了，今日下午有工人见到太孙怀里抱着这个东西偷偷来了御花园。就是你们见到太孙拿着它进了御花园？回皇上，是小的还见到那根茎上缀着5、6个差不多大的果子，太孙抱着它们时笑得可开心了。大孙，你为何要在这生火？孙儿听太医说黄奶奶脾胃不好，孙儿就想帮黄奶奶补补身子，此物食用后对脾胃有益，黄奶奶吃了之后病就能好了。哎呦，奶奶的好大孙，你这么小就动火，若是出了什么事，奶奶该怎么办呢？大孙也是想孝敬他黄奶奶，此事就算过了，你看出来是大孙生的火就看出来呗，非得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宣嚷出来，威胁谁呢？咱不顾生死就出了大孙，之后再罚他一通，想啥呢？父皇，勿以恶小而为之，太孙今日惹出祸事来，儿媳认为日后须得严加看管。太孙，此物该怎样食用？整个都能吃。你方才说这原本是有几个果实？6、7个，都长得这般大。是。上尉，这果实足足有小半斤啊，一株就是接近3斤，1亩田700株，那最后产量就是整整2000斤啊。如今大明最好收成也就1亩田400斤，跟2000斤比起来，差了5倍有余啊。大孙，此物你从何而来的？是梦里那位老爷爷告诉孙儿东西在坤宁宫的花园里，老爷爷说此物能治好黄奶奶的身子，余下的就交给黄爷爷了。其实这个应该有10个果子。哦，太孙，那其余的果子呢？允文，此物味道可好？可好吃了，软糯香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哈哈，允文，你到这里来，黄爷爷有话和你说。知道错了没有？二虎，这是以上1万倍的心，此物乃是咱大明最重要的东西，若是有什么损失，皇上放心，北至一定吃饭睡觉都跟他在一起。有了此2种，不过一个御花园而已，毁了就毁了，2种能长成，就算把奉天殿烧了，咱也愿意。大孙啊，你梦里那老爷爷有没有说此物该如何食用啊？说能烤着吃、炸着吃、煮着吃，对了，还能变成粉。大孙，你可知道怎么能变成粉？ No。孙儿现在不能说。大孙，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可不能藏私啊！你是咱好大孙，咱小时候最大方了，你徐爷爷和汤爷爷都能给咱作证啊！对，你们当我是二虎啊？除了二就是虎。太孙，本虎不杀。有配方在，我可以自己开作坊，到时候孙儿就有花不完的钱了。奇了怪了，自家大孙平时看不出来，做起生意来还怪有天赋的，跟谁学的？咱老朱家可不能做丢面皮的事，得尽快为大孙找几个好老师教导。皇爷，太子殿下说江北的水灾处理已经到了尾声，问您什么时候把他调回来？回什么回来？
把咱乖孙都给带跑偏了，还问什么时候回来？想得挺美，跟他说让他老实待着，等江北一地百姓能吃饱饭，奔小康再提回来的事。这老猪头也太狠了，这哪是救灾啊，这特喵不是扶贫吗？擅长，大孙从前那些先生咱准备换了，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切，你什么你？咱是让你选人，不是选你。阿西吧，老小子都把土豆收入囊中了，居然反手将我一军。皇爷爷，孙儿不需要先生。太孙现在不读书，如何治理这天下？是呀，现在正应该读书。臣家里2个混小子也被臣压在家里读书，不读书，臣就带他们去房梁底下谈心。皇上，马上就是西苑下考的日子，届时所有开蒙的皇孙和皇子都会参加，咱们正可借此机会看看太孙的水平到底如何。咱倒是忘了还有这回事了。擅长，咱看大孙光读书可不行，还得学武。皇上，老臣的本事您是知道的，太孙跟着老臣习武，臣定然绝不藏私。老三，你平时装的跟个老实人似的，原来肚里藏奸呢。论本事，咱可不服你。二哥，你就伤前段时间不是复发了？放屁，这是谁传出去的假消息？二哥，太孙要学武，肯定要选个最厉害的。老三，你这意思是咱比不上你？来，咱俩比试比试。行啊，到时候可别哭鼻子。哎嘿，你还来劲了，走出去，谁怂谁孙子。哼，成何体统，都多大的人了，比试居然不带我。走，咱仨一起练练。昨日朱雄英见梦中老爷爷献上土豆，朱元璋高兴不已，但他对这老爷爷一直有个不敢相信的猜测。当年胡惟庸去程义伯府送药材，结果第2日一早就传出了刘伯温病逝的消息，这样的巧合咱是定然不信的。二虎，咱有件事问你，你给咱说实话，刘伯温是不是还活着？皇上，刘伯温不是早就在7年前就过世了吗？哼，咱不信他刘伯温就这么轻易的被胡惟庸弄死了。皇上恁是想培育土豆一事，你先放一放，寻个信得过的人替你盯着，你跑一趟青田，替咱验一验刘伯温的棺材，务必小心行事，万不可叫青田县和刘家人发现。北至遵命。此时距恒海卫衙门约莫几10米的距离，立着一间茶棚，茶棚的主人是一对祖孙。怎么觉得最近有事要发生啊？爷爷，您年纪这般大了，咱把茶棚收了，回青田老家安享晚年不好吗？咱们躲在这应天府，那是灯下黑，回了青田老家和自投罗网有何区别？孙儿，你记住，此地便是我100年之后安葬之所。孙儿记下了，但是孙儿想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要带着我从老家来到这里养老？我此前算了一卦，大明只300年国运而已，300年后我刘氏后辈将遭大难，我葬于此地，便是等那时出手救他一救。孙儿，我曾教过你一些命数，你来看看，这大明国运仅有3。明明之前只有300年国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了？刘伯温怔怔看着这颠覆自己认知的卦象，怎么也想不通，才几日大明，居然就出现了变数。舒服。国公爷，您看您这伤快好了吧？老夫这就送你归家。吕大人想让老夫走也可以。太不容易，足足10天啊！这位祖宗终于要走了。皇上下令要替那些因伤致残的将士们谋个生计。你吕氏可是江南名族，手下产业不少吧？老夫想着你出一把力替皇上分些忧，人不多，3、4千人就够了，这可是大功德啊！你要是能办到，老夫立马从你府上滚出去。我敬你一声国公爷，你莫要太过放肆。切，你给我来这一套，咋地想练练？我让你一只脚。舅老爷，你跟吕大人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吕大人，你咋回事？没看到太孙来了，还不麻溜的上茶？还有，咱和太孙说事儿，你待在这有点不地道了吧？你，太孙，你咋来看舅老爷了？你不知道舅老爷正忧心呢。舅老爷为何事忧心？还能是何事？都是你皇爷爷下的那旨意，要替那些因伤致残的将士们谋个生计。虽说这是大好事，但操作起来着实困难。舅老爷，你算是问对人了，我能帮你。太孙，你的心意老夫收到了，可足足7、8万人，你若真有办法，咱不是白活这么大岁数了。舅老爷，你信我，我这次出宫就是想和你商量这事的。要不你先说下是啥办法？我知道怎么烧出琉璃来，现在人手奇缺，舅老爷可以安排一批人到我的工坊做工，待生意火爆之后开启铺子，还有往外送货，这些方面都需要人。哦，琉璃这东西价值名贵，但那些权贵并不缺。这金陵城内的琉璃市场，表面是掌控在波斯人手里，可背后的操纵者都是江南的名门望族。舅老爷，我想做的是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琉璃首饰，
琉璃首饰。对，我准备打造3种款式特殊的指环，若想购买，就要在店铺里留下户籍信息，且只限男性购买，1人限购1枚。那些指环上可以刻上购买者的名字之类的信息。最重要的是，将我们要这种指环与别的东西关联到一起，并且大肆宣扬，定然能赚得盆满钵满。别的东西是爱情。咱这外甥孙长大了，懂的东西也多了。这第1家店铺我已经选好了地点，就在秦淮河畔。只是我银子不多，咱们要是合伙做生意，我负责技术和营销，你出本钱，分成一半一半如何？不行，咱不占你便宜。这样，本钱都是老夫出，分成归你，只要你能让那些将士都在里面找个活计就行了。舅老爷，要不咱们28分，不然你也太亏了。就按我说的来，你再推辞，老夫生气了。我可不敢和未来大明国君分成，我还想多活几年呢。好吧，舅老爷，这生意咱们最好尽快开始。如今五军都督府估计也有将近5000人了，您实在急的话，老夫这就和您一起去领人。正好城外有个庄子还空着，把人放那里就是。走起！嘿，别睡了，都睡一集了。你们给咱看好门，咱晚上还回来呢。看好门，蓝玉这老匹夫真把这当全体都有。稍息。朱雄英来到五军都督府后，赫然惊觉面前这些人的身体状况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严重。这么多人基本上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躯体，双方一见面，蓝玉眼睛就红了。国公爷，52牛啊，当年您北伐是我给你牵马的，咱都记得。正在蓝玉感慨万千之时，有2人竟一瘸一拐的脱离了队伍，悄悄往外走去。给咱停下！黑猫、瘦猴，谁让你俩走的？国公爷，小的们没本事，让您操心了。小的们都知道安置这些人不容易，没想再给您增加负担。这回来见您一面就满足了。如今见过您，小的们这就回去了。黑猫，你特喵的是不把咱放眼里了？舅老爷，你这是做什么？太孙，今日这一跪，跪的是未来之君。老臣拜这些袍泽谢殿下救命之恩。蓝玉这一跪，原本站立的那些老苏们也跟着下跪。这些人昔日是替大明征战沙场、驱逐蒙元的大功臣，可现在就是金陵城内一个普通捕快都不把他们放在眼。你们身上的血是为天下汉人而流，是为国捐躯者，让诸位老有所养，是大明应该做的。你们都是我大明的有功之人，雄鹰在这里谢过了。老臣叩谢。来了五军都督府的，都跟咱先去城外住下来。国公爷，我没跟您打过仗，也能一起走吗？行啊，但是咱得给你说清楚，这是太孙想的法子，明白了吗？谢太孙，谢太孙，谢太孙。店铺开业第一天，整个金陵城内到处散落着浮生珠宝的宣传语，秦淮河畔尤甚。所有女子都开始攀比起谁收到的浮生指环多，并以此为荣。太孙，这一日的功夫，咱们收取的定金就足足有500两，还有70两黄金。若是生意都像今天这般，庄子上那些兄弟养活自己完全没问题。淡定，淡定，你好歹也是国公爷，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现在还只是开胃菜。吕本，我王氏可不是好惹的，那浮生指环你必须得给我买回来。什么东西？什么指环？什么名额？我根本就听不懂。你给老娘装傻是吧？连名额都知道，老娘今天非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爹，外面有人找你。老夫明日便上奏给皇上。老娘不管这些，浮生指环你必须得给我买来。行了，给你买就是。参见吕大人。近日各位也都知道，我吕家因朱雄英一句为众人谋生者，不可使其葬于人心，名声大臭。现在唯一办法就是把朱雄英拉下马，扶持朱允文登上皇位，到时候好处少不了各位。吕大人，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弹劾太孙事关重大，还需慎之又慎。下官觉得眼前正有一人可用。哦，谁？梁国公。皇大人可是有什么好主意？吕大人谬赞，下官是想着我们不如利用此事来离间太孙与梁国公，上书梁国公蛊惑太孙与民争利，断其宫外根基一弊。黄子成不愧是金科会试第1名，思维清晰，手段高明，剑指梁国公蓝玉。诸位大人，要将太孙彻底扳倒，宫中也需使力，让皇上更看重小皇孙。地心摇摆之时，便是我等弹劾之时，必能一举攻城。黄大人果真是大才了，在下愧不敢当。太子妃要替小皇孙选以良师，正需黄大人这般英才，不知黄大人可愿赴任？教导小皇孙，那不就意味着我将成为未来的帝师？子承谢过恩师，在我面前无需多礼，这如何的圣心？子承可有高见？如今各地受灾，宫中存银不丰，皇上已下旨命削减宫中开支。皇后娘娘此时必在为银钱发愁，小皇孙正可在此时献上银两，解娘娘之急。就这么简单？
自然，大人可是忘了，太孙名下那福生珠宝赚了大笔的银子，待到日后事发，太孙明明有银子却束手旁观，而小皇孙一介幼儿却倾力相助，两相比较，谁更能得圣心？好，本官这就给宫中递消息，几位先回吧，本官去会一会梁国。有这步履大人吗？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哎呀，咱忘了，这是你府上。国公爷，下官前来是想与你有事相商。老夫伤还没好，没什么可谈的。国公爷，近些日子您住的都是下官府上，有的事情瞒也瞒不住。太孙威胁您经商之事，下官也大概了解了。哪个独自说的？太孙什么时候威胁咱了？国公爷，您亲自上书皇上，那您就是被太孙威胁的。放你娘的屁！熊大熊二送客。这里吕府，你凭什么让我走？我实话告诉你，你要是不上书说是被太孙威胁的，日后就是你蛊惑的太孙。想当年咱跟着陛下南征北战，你知道有多少人威胁过我吗？小兔崽子还敢教你爷爷做事，咱这条命太孙想要尽管拿去。愚蠢！你想死，你那些九族可不想死。你以为你那些所作所为皇上能容忍到几时？要不是北境未平，凭你说的那些义字，你早就……这种事你吕本也敢大张旗鼓的说出来，你信不信你会死在我前面，而且是全家那种？咱不能再留在这了。为何呀，义父？咱们这么快就走，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怕了吕家呢。哼，这世上还没人能占到咱的便宜。熊大，你把府上的马车赶过来。不过半晌，蓝玉就收拾好了家当。国公爷，您的伤可是好了？好了，咱可不是你这样不要面皮的人。五军都督府还有差事要做呢，咱就回去了。国公爷，你这石狮子怎么向本府上了？石什么子？石狮子？什么狮子？石？完了，老夫年纪大了听不清。熊大快赶车，老夫回去得找个大夫看看。爹，不好了，家里被搬空了，连个鸡蛋都不剩了。蓝玉，我与你。大孙，你不是很敬佩那些为大明流过血的将士吗？咱大明的铁血之师就在这儿了。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你们继续操练，咱就看看。此刻朱雄英小脸紧紧绷着，看得很认真。朱元璋一直观察着大孙的表情，这会儿很是欣慰。不愧是我老朱的种。大孙，你可有什么想法？皇爷爷，我觉得他们好奇怪。这些人都是府兵，全部都是那些骑兵的家人，是他们的亲爹和亲兄弟。为什么？昔年咱起兵时，从军的那些人一个个都是拖家带口的，最后发现这种模式下的军队战力才是最强的，不得已之下，军队中便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规矩。咱现在是马上的那个人，日后你爹会接替咱骑上马，咱就是你爹的府兵。若是你长大了，咱还能跑，咱也给你当府兵。爷爷，为什么非要打仗呢？咱能用别的方法啊。草原民族则牧场而居，那里的百姓还未开化，没有粮食，只能过来抢。可以说我大明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我们换个思路就好了。茶马互市自古便有，倒也算得上是办法，但若要见效，短时间内是不可行的。我们难道只有这一个方法吗？我们完全可以拉拢一批，镇压一批，剩下的随便，反正我们在长城内可以稳坐钓鱼台。你呀，太年轻了，那些鞑子也不是没长脑子，怎么会容忍你在那骗人？但凡有一家实力强大起来，他们就会拧成一股绳，反攻中原。我们还有别的政策啊！我大明最不缺的就是人，挑选一些罪行不重的囚犯，还有那种走投无路的流民，送他们到草原生活。把我大明的百姓送去草原？对，只是要给他们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名头，还要保证他们的家人能在大明境地过得好。把从草原到大明的路变成如用科举那般的登天梯，他们在那边甚至可以当官领爵位，只要在草原尽力施为便是。当然，这一点主要吸引的是那些不得志的读书人。既然人生失意，不如去草原换个路子折腾。往草原上插了一颗拔不下来的钉子吗？哈哈哈哈！大孙，你这想法真不错，咱不用担心明天的西苑下考了。开始考核吧。太孙继位未来之储君，今日考核便以殿下为先。大孙准备好了吗？今年南方各郡县频发洪水，急需赈灾。然户部并无多少银粮，试问太孙如何开源？增加商税。不行，太孙，那经商之人是为天下末流，倘若增加商税，岂不就是与民争利？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商一直处于末位，增加了商税，商人的地位都发生改变，从商议论绝不可取啊！这话一出，朱元璋的神情也难看了几分。不言而喻，黄子成的想法和朱元璋是一样的。大孙，不如你再想想别的办法。父皇，我能不能也再想想，给个机会不？这位大人此言的意思是，农户赚得的银子比商户还多？那是自然。呵呵，
传说沈万三被抄家时所得赃银数万万两，且不说寻常百姓，就是这天底下最大的地主，可能与沈万三的家财相比。还有按大明律例，商税为30取1。敢问这位大人，以沈万三的家财，应缴税银几何？沈万三一个商户，家财深厚，不知何几，却只要缴2万两的税银，但我大明农户上缴的税银却达到了数百上千万两，天理何在？太森称言，商税几何是皇上下令所定。太森是想说皇上也错了吗？黄子成3言2语把难题抛给朱元璋。朱元璋面色沉沉，坐于上首，并未说话。皇爷爷也难免会被奸人所蒙蔽。若我为商户，有钱后首先就是让孩子去考科举做官，这样在朝廷无钱可用时，便上书蛊惑皇上多征农户的税，满嘴让农户们勒紧裤腰带，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等风凉话说得冠冕堂皇，毕竟苦的不是自己。雄鹰，在你看来，皇爷爷就这么是非不分？坏了，大侄子真把父皇惹火了。都说了小点声，父皇听到了，咱们更完了。皇上，太孙，这天底下谁都能误会咱，就连朱标误会咱都没关系。但你可是咱的好大孙啊，就连你也不懂咱的心吗？皇爷爷，不必再说，咱不想听。大侄子这么莽，父皇都不罚他，服了服了，不愧是大哥的种。允文，你说开元一事有何办法？朱雄鹰，你完蛋了，我可是有标准答案。大明立国时，步履维艰，孙儿提议提前征收明后2年的天赋，可解户部的燃眉之急。百姓只需忍过2年，朝廷自会对其进行补偿。这话我刚刚好像听过类似的。朱重八呀，朱重八，你自诩是一代明君，但你能确认你后辈子孙们也是明君吗？只要处理一个如朱允文这般无知的傻子当皇帝，我大明江山危矣呀！真是混账，混账啊！皇上，那只是无赖之策，臣觉悟太森所说的以权谋私之行计啊，诸位同僚亦然。臣女本拜见陛下。果真如我所料，这是要废除君啊！吕家的泼天富贵要来了。你有何事？臣要弹劾梁国公蓝玉以利蛊惑，致使太孙私下经商，扰乱市场，夺民之利。太孙身为尊贵，且是未来一国之君，这般行事，臣委实不耻。臣请废除梁国公爵位，以示责罚。不对劲，我戏都演到这了，你们难道不该集体出来上书了吗？还有吗？没了，滚出去，都滚！大孙，没生皇爷爷气吧？没有，皇爷爷说的对，是孙儿思虑不周全，老百姓们可不能全去做买卖，否则那些粮食从何而来？说的不错，你能有此见识，已是超过你爹了。皇爷爷，但是商户的日子过得比农户要好太多了。大孙，沈万三只是一个特例，商户纵是有钱，又能多有钱？我大明太平日子久了，早已不似当年。但是孙儿和舅老爷合开的铺子，真的能赚好多银子。大孙，你们做的是什么买卖？玻璃，这是我的账本。大孙，这才多久啊？你这铺子赚了10万两，这是做生意吗？这是天下掉银子吧？你们这生意正经吗？切！大孙，你是未来储君，可不能做与民争利的事情啊！皇爷爷，孙儿是卖琉璃首饰的，多是贵人来买。你别狂妄爷爷，金陵的琉璃都是大老远从波斯运过来的，仅是运费就不菲了。皇爷爷，你可知坤宁宫的琉璃床价钱几何？应当花了4万200银，本来价钱还要更高，都是咱带人把价砍下来的。带人？皇爷爷是砍一刀那种吗？你把爷爷想成啥了？咱也就带了几门大炮，当时还放了1炮呢。皇爷爷，你可知坤宁宫琉璃窗的制作成本？这琉璃一直是波斯人在卖，咱上哪去了解制作成本去？只需5两银子。你再说一遍，5两银子。朱元璋一时间感觉心都在滴血，自打建国以来，都是他老朱去薅别人的羊毛，没想到有一天居然被那群波斯人给占了这么大便宜，关键还浪费了1颗炮弹。大胆！是谁给他们的胆子，竟敢骗咱？皇爷爷，其实琉璃就是用沙子烧制而成的，所以成本才会这么低。什么？竟然是沙子？其实也不只是沙子，还有别的材料也能当原料，只是用沙子价格更低廉而已。这群人是把咱当猪宰呀！咱大明皇城整整花了400万200银才修缮完毕，1/3的银子都被那群人骗去了。混账！重八，大孙还小，你别老是和他计较。皇奶奶，皇爷爷没生孙儿的气，是生那群奸商的气呢。大孙，咱不信这是真的，你带咱亲眼去看看，咱才能死心。好，明日孙儿带皇爷爷去城外琉璃工坊瞧瞧。就这样，那琉璃就能出来了。混账！
混账！一群混账！姓黄的，太孙这会不在，咱好心提醒你，千万别对太孙不客气。你若胆敢骗太孙，咱黑猫拼了这条命也得弄死你。黑猴，你脑子有坑啊！中午吃翔了，嘴这么臭。咱也没别的意思，太孙年纪这么小，亲娘也不在了，前段时间还差点被活埋，咱都不知道皇上到底怎么想的。当年他打蒙人的时候，看着挺精明啊。快来2人，把他给咱抗走，省得他在这胡言乱语。蓝玉，大孙身上也流着你蓝家的血，咱相信你，千万要护好大孙。哼，蓝玉，大孙身上也流着你蓝家的血，咱相信你，千万要护好大孙。哦，好家伙，当年那个猪屠夫要回来了吗？宫里那群蛇鼠之辈早该料理了。皇上放心，咱绝不让旁人伤到太孙一根毫毛。哑巴了，咱问你大明商户几何，分别作何营生，怎么不答？户部自建立史，日常政事也从未有过统计商户这一条啊，只要对方能按律缴税银不就好了？回皇上，微臣不知。哼，这次就先放过你，你回去准备一下，让户部起草一个增加商税的折子，范围不要太广，先在应天府试点，最好是另起个别的名头来。太好了，户部如今缺银子的紧呢，皇上放心，臣盯着他们，绝对把这事办得妥当。皇上，北至姓董吃了，给太孙治病了9个太医里跑掉了7个，只剩着2人没来得及溜走。给咱说说，先前大孙为何会突然病了？皇上，太孙病了后，方子都是周太医开的，正是周太医还给臣送了50两银子，臣是一动不敢动啊。难怪大孙只不过得了个风寒，竟拖了1个月还没好，甚至差点就丢了命。果真有人在里面做手脚。二虎，去发通缉令，那几个人就是死了，也给咱拉回来便是。是，吕氏会是你吗？若是，那就不要怪我心狠了。娘娘，莫非您就心甘情愿和小皇孙日后去就藩吗？小皇孙如今年岁小不知事，可再过10几年，娘娘又该如何向小皇孙解释？允文绝不可去就藩，一定要当皇帝。娘娘不必忧心，这天下士族都会站在小皇孙这边，而且那位太孙殿下可还没被册封呢，还来得及。先生，本宫就将允文交给您了，来日他能走上那个位置，定然不会忘了先生的。娘娘，如今最重要的是把先前留下的收尾都处理干净。先生放心，那几个当事人，本宫已经。也好，皇上现已察觉出了苗头，这是须得周全再周全。以皇上的性子，但凡找不到实证，肯定不会怀疑到娘娘身上的。先生，我们之后该如何做啊？天底下的士族文人都不想见到朱雄英登上皇位。假使来日朱雄英当真坐在了龙椅上，这15年来江南士族对那帮淮西武将的打压，必会遭到反噬，多年筹划付之东流。妹子，你偷偷摸摸做什么呢？这是大孙做的糖，快让咱尝一下。切，不行，大孙专门给我做的，我那是光明正大的吃，谁偷偷摸摸了？咱知道错了，妹子，您大人有大量，给咱尝尝吧。不行就是不行，我话放这了，日后不管大孙做出啥东西，你都别想吃。妹子，你也太小气了吧！皇上，出事了！二虎，告诉你多少次了，要淡定，要淡定。说吧，什么事？皇上，亮国公庄子上有人染了天花。什么？具体发生了何事？快给咱细细说来。太孙在城外庄子上发现有人染了天花，给咱备马，让他们去兰家庄待命，还有金吾卫、锦衣卫、飞熊卫都给咱调动起来。朱重八，你别想丢下我，这回我和你一起出宫，今日看不到大孙，我直接一根白绫吊死在宫里。朱元璋没空和马皇后争辩，任由他跟着自己乘坐玉辇往宫外而去。天花，一种古人谈之色变的拥有超高致死率的超大型传染病。明朝灭亡，满清入关时就曾爆发过一场波及范围极广的天花。朱雄英已经从那些人口中问出，他们染上天花还是来兰家庄之前的事，那就说明兰家庄附近的庄子也很有可能染上了天花。黑猫，一会儿你领一队人骑马告知附近的庄子，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自乱阵脚。如果那些庄子乱起来，你切记要将人安抚好。太孙现在去怕是晚了。兰家庄是附近庄子里位置最高的，且视野很开阔，登高远眺就能见到那些庄子的人已经开始逃难。见到这一幕，朱雄英急得不行。诸位，且听我一言，我乃大明太孙，请大家相信我，很快朝廷的人就会过来，我会派人在兰家庄附近搭好帐篷，准备好药材、水和粮食，我保证天花一日不散，我一日不走。在朱雄英苦口婆心的劝导下，这些人打消了逃难的想法，准备按朱雄英的话去做。村民们撤走后，朱雄英也回到了兰家庄。大孙，动作都快点，目标兰家庄。
全速前进。大孙，黄爷爷别过来！大孙，你要干嘛？快跟黄爷爷回宫，让太医好好看看。黄爷爷，孙儿答应了那些村民，要和他们一起守在这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你留在这里又有什么用？乖孙，黄奶奶日后都不吃糖了，你和黄奶奶走吧。黄奶奶，孙儿是太孙，是未来储君，孙儿才劝的那些村民留守庄子。倘若孙儿回了宫，岂不是寒了天下百姓的心？哼，朱重八，你不是总有一堆大道理吗？你快劝劝大孙了。大孙，求你了，和黄奶奶回宫好不好？好，大孙真不愧是咱的种。雄鹰，你没丢了朱家列祖列宗的脸，你且放心留在这里，外面的一切咱都替你摆平了。大孙，黄爷爷等你回宫。妹子，大孙既有如此担当，咱们也不能拖了他的后腿，放手让他去做吧。咱相信雄鹰，相信咱的大孙。蓝玉，微臣在。庄子这边咱就交由你负责，你给咱好好处理，绝不能让天花蔓延。臣遵旨，任何人想逃，除非从我蓝玉的尸体上踏过去。起驾回宫。说完，朱元璋在没看后面一眼。朱元璋怕了，他怕在大孙面前哭出来，他也有不得不回去的理由。朝廷还需要他回去坐镇，且此次天花来势汹汹，须得由他来调动各方。我接下的话，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说给大家听。第一，尽快将应天城出过花的人都召集过来，随时待命。第二，现在的水一定要煮沸才能喝，病人的所有用具也要用沸水煮过才可以用。第三，染上天花的人都要隔离在一处，茅房也是。第四，将附近庄子都撒上生石灰，同时喷洒醋液。第五，详细询问那几个人来应天的路线，路上和多少人碰了面，画好画像。蓝玉愣愣地看着朱雄鹰，一道道命令发出去。这一刻，蓝玉从他身上见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朱元璋的果决，朱标的从容，仿佛在他身上见不到什么缺点。微臣领命。太孙出事了，附近庄子病人，他们的伤寒之症十分严重，现在已经出花了。怎么会这么快？具体数据呢？有60余人出花，另外还有300余人出现了与之前一样的伤寒之症。我让你去城中征调那些出过天花的百姓，现在如何？殿下，总共征调到600余人。看样子只有那个办法了，你马上去周边抓几头牛来，越快越好。是，属下马上去办。太孙，这个时候了，要牛干啥？人的身体和牛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天花可以轻而易举的要了人的命，但是在牛的身上却不妨事。只要牛也感染天花，它的身上就会出牛痘，这些牛痘毒性不强，把它种在百姓的身上，让百姓主动感染一次天花，痊愈后就可以终身不受天花的毒害了。朱雄鹰马上吩咐人在这几头黄牛身上各开一个小口，并将出花病人身上的脓液敷在伤口上，而后命他们马上用烈酒消毒，避免感染。看好这些黄牛，若是牛身上出痘了，马上来禀告。黑猫，你带几个出过天花的士兵去探查那些帐篷，避免出现瞒报的情况。来人，快去将允文从文华殿带回来。娘娘，小皇孙如今绝不能回来。风先生，外面事闹得那么大，允文若是出了什么意外，就算学业再好，也没有用武之地啊。娘娘，臣收到了准确消息，那感染天花之人正在梁国公的庄子上，太孙也在那里。什么？朱雄鹰也在场？正是，而且皇上为安抚村民，把太孙留下了，说是要与村民们共存亡。如今正是小皇孙表现的大好时机啊！天花何其凶险，几乎是十不存一。朱雄鹰留在兰家庄处理此事，那简直就是找死。天都在帮我，哈哈！还请先生多为允文打算。今晚安排允文去奉天殿，作为我大明的皇孙，怎么也要为我国朝出一份力，更要让皇上知道，我的允文也是心系百姓，顾念苍生。不，你们不能把我儿子带走，他就是夜里着凉略感风寒，不是天花。风寒，如今什么情况你们不知道吗？是会死人的。金爷，求你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我儿子就咳嗽几声，没别的症状。不行。金爷，您就放过我们吧，否则我就渴死在这。你这是做什么？金爷，我不让您为难，您只需让我们母子离了这里，只要离开这里，生死不论，我们自个受着。大娘，咱买过您家大额下酒凝剂的布，您这不是折杀咱吗？太孙，这些村民也太过分了。过分吗？那些村民本可以逃命，如今却被圈在这里，时刻感受着天花的威胁，自然是惊恐万分，人心也变得躁乱。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安全的才行。想活不想死，人之常情，谁也不能说他们错了。你去把兄弟们叫过来。是。诸位，如今庄子上有将近500名病人，可出过花的人只有100余人，根本照顾不过来，所以现在要征集人去照顾那些病人，不强求。哇哦！
太孙，您终于说出来了，咱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太孙以前还没听说过有谁把咱们这些人视作英雄，还给咱找活计。咱这条贱命都是太孙给的。英雄嘛，自当要挺身而出。太孙一句话，咱就上。我们这次过去打的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时刻都有可能死人，比从前打鞑子还要难，还要苦。不怕死的给咱站出来。另外，家中独子不许去。都是大明的好儿郎。咱刚刚说家中独子不许去，你没听见吗？国公爷，咱有兄弟。放他娘的屁！当年还是你爹亲手把你交到老子手上的，老子听得明白的，你娘就生了你一个。家里给我来过信，说我娘给我生了个弟弟。胡说八道！你爹都瘫在床上10多年了，哪来的弟弟？国公爷，您就让我去吧。老子就没见过这么犟的人，去了很可能没命。你小子活够了？没有。那你还要去？可是太孙称我们为英雄。好，不愧是我蓝玉的兵，去就去。传旨：应天城内若有人敢哄抬良家，乱我大明社稷，杀！皇上，如今臣最担心的不是那些奸商，大不了把人杀了就是。臣担心的是那些百姓不知内情，无脑囤粮也致动乱啊！擅长陪咱出宫看看。这里可是应天啊，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样子？您看呢？诸位，千金阁即日起闭门不开，待到城外再无天花，便是千金阁重开日。诸位再会。哼，那些个当兵的，除了会打仗，还会干什么？治病，他们会吗？不孝子孙啊！我家那个臭小子为了过去，居然说他还有个失散多年的弟弟，一会儿见到人，我肯定得给他2耳瓜子。都争着去，我邻居家那根独苗苗也去了，咱们这些老骨头也不能落后啊！没咱们这些老的坐镇，几个岁数不大的混小子，不知要闹出多少笑话来。几位可是去蓝家庄的？我家老爷命小的去送粮食，正好在几位一程，也载我一段。我年轻时也做过郎中，带我一个，还有我。皇爷，太孙有法子只要天花了。太孙，这些牛出花了。见到黄牛身上的脓包后，朱雄英大喜过望，忙人去收取几头牛身上的脓液。太孙，这是做什么用的？舅老爷，这是牛痘，是弱化许多倍的天花病毒。种下了牛痘后，患病的人可以更轻易的扛过去，也能有效遏制天花的泛滥。否则，染病的人愈多，到最后不知要丢掉多少将士的命。太孙不可以身试险，再弱的天花也是天花，你感染一事若被百姓知晓了，后果怕是不堪设想啊！我知道，可我若是不以身试险的话，如何能证明这牛痘是可行之策？大孙，你怎么样？皇爷爷，我没事。皇爷爷，你看这几头牛身上也染了天花，但它们体内的天花病毒会比人体内的天花病毒毒性弱很多。倘若主动将牛身上的病毒接种到人身上，人体便能更容易的抵御天花病毒。这样一来，天花难题便可迎刃而解。擅长，你觉得此法可行吗？太孙这法子应当可以一试。皇爷爷，孙儿想出了另一个法子，不必直接接触牛痘，可将病牛身上掉落的豆荚和着清水搅匀，然后吸入鼻尖，应当会更行之有效。太孙，您若是出了什么事，咱就算以死谢罪也没脸下去见祖宗，您就让下面的人去是吧？牛痘并不是没有风险，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我也不愿强逼着别人来做试验。倘若我不以身作则，将士和百姓又如何信服？大孙说的对，这牛痘咱第一个种。皇爷爷，您年岁大了，体质不如从前好，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不许劝咱！而且咱当年家里也有牛，或许咱已经出过花了呢。再说咱身体好着呢，肯定没事。咱就用事实来昭告天下百姓，天花有的治。大孙来给咱种豆。见朱元璋如此坚决，朱雄英也没再劝。朱元璋很快便种豆完毕，没什么不适反应。定然是老朱家祖宗庇佑咱呐。这牛数量少了，擅长你速去城中搜集黄牛，越多越好，尽快派人送到庄子上，一定要让庄上所有人都种上牛痘。是，咱得回去把事情告诉你黄奶奶，她可还生着咱的气呢。黄爷爷，云门，你来找黄爷爷有何事啊？孙儿听娘说城外有人染了天花，黄爷爷定然为此发愁，孙儿也想像皇兄一样为黄爷爷分忧。哦，那假使留在蓝家庄的是你，你打算怎么做？这就是黄爷爷的考验吗？我一定要比皇兄还厉害。
孙儿会调动药物、粮草过去支援百姓。倘若没有足够的药物和粮食呢？还好方先生教过我，天人交感自有因果，肯定是孙儿哪里做错了，应当摆坛祭天，以平民意。不错，快回去吧，不然你娘该担心了。孙儿告退。还好还好，雄鹰才是嫡长子，就差那么一点啊。几日后，金陵城很快恢复了平静，天花带来的恐慌渐渐消于无形。妙啊，太孙真乃神人也！这症状极为轻微，混不似往常天花那般酷烈，只待7日后彻底出花后就能痊愈了。这可是天花啊，那一次不是成千上万人的，何况还是这么大规模的天花，居然被人为的压制了下来。几位太医，今日可有异常反应出现？太孙可能接种的时间太短了，暂时没什么异常，我们会仔细跟踪后续的。太孙先前说的思路，我们几个对照古籍商讨过，牛斗若成，太孙说是当代神农也不为过啊。宫里有消息吗？皇爷爷可有觉得身体哪里不适？回太孙，宫内太医们隔1个时辰就为皇上诊脉一次，现在未发现特殊状况。皇爷爷没事就好。谁在想咱啊？皇爷爷，您身体没哪里不适吧？可怜哦，某人就知道他的皇爷爷，不知道他的皇奶奶，在宫里担心的都吃不下饭。皇奶奶，这是孙儿特意为您做的冰糖葫芦，桃子味的，可好吃了。大孙真乖，没白疼你。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号称9死1生的天花被攻克，天佑我大明！天佑大明！天佑大明！天佑大明！皇上万岁！太孙千岁！皇后娘娘千岁！众人一声高过一声，不知是在拜天子，还是贺自己重获新生。朱雄鹰居高临下看着众人伏地叩拜口呼万岁的身影，只觉胸中激荡。大明万岁！百姓万岁！大明万岁！百姓万岁！大孙，你刚刚怎么突然喊了一句百姓万岁？百姓们打赢了这场和天花的战争，难道还不够喊一句万岁吗？大孙说的没错呀，这次也辛苦你了。不过大孙干得漂亮，没给咱老朱家丢人。好啊，皇爷爷，大孙，这是天花。皇爷爷，大孙，这是天花。皇奶奶，这不是天花，先前皇爷爷一直没事，可能这段时间累到了，才引发了不良反应。您放心，皇爷爷不会有事的。虎叔，皇爷爷说宫中有急事要处理，快些回宫。是。韩国公，皇上这是许是宫中有事吧？别想太多，先跟上去再说。娘娘，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是皇上出事了。就在皇上接太孙回宫的路上，臣得到消息，皇上身边的人往太医院递了急诏，令太医院所有太医赶去奉天殿待命。你怎知出事的不是皇后娘娘，又或是太孙呢？绝无可能，那急诏便是皇后娘娘代传的。回宫路上，太孙骑马伴着御驾，面上看着并无事，所以出事的人定然是皇上。风先生，那本宫现在该如何做？请娘娘即刻传信告知太子殿下，好让殿下提前准备。信上记得告知殿下，不必提前回宫，等宫中信使到达江北后再做打算即可。先生说的对，你去吧。是。重八身体究竟如何？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回娘娘，实在是皇上如今的情况，臣等也未曾见过。按理说，种下牛痘的人一般都痊愈了，就算有部分人症状严重，也不会像皇上这般直接陷入深度昏迷。况且牛痘之法乃是太孙首创，先前未有案例，臣等如今只好见证开方，从一处入手，以观后续。娘娘，皇上陷入昏迷，那群蛇虫鼠蚁怕是要出来闹事，还望娘娘早做打算。请娘娘早做打算。舅老爷，你即刻领兵，以搜检天花的名义巡视整个应天府，行踪记得隐蔽。虎叔，还请令锦衣卫接手午门与奉天殿的防务。李爷爷、皇爷爷未醒来这段时间，朝中事务就交给你了。还有800里加急去江北，速令我爹回宫。朱雄鹰一道道命令发出去，将本来杂乱一团的事务都梳理开，人人自得其位。此刻老练的竟有几分朱元璋的风采。都按照太孙说的去做。是。太子殿下真是爱民如子啊！咋活了那几十年，还没见过太子殿下那般和善的贵人？没想到太子殿下能在这待1月多的时间，您常常沾着瓜，可甜了哦。哦，你这瓜保熟吗？殿下，蠢奴才，父皇留我在这镇了快2个月的灾，好不容易把这些瓜苗种好，你一来就给我压死这么多，我还有回宫之日吗？说吧，怎么了？这么急急忙忙的。殿下，宫中出事了，皇上不知怎么了，4是生了重症，如今宫内是由皇后娘娘和韩国公主持大局。太子妃命小的来给您传信，让您准备周全些。宫内信使怎么没来？小的提前1步出发，估摸时间，宫内信使很快也能到了。
报，皇上有旨，命太子即刻返京，不得有误。吕府，诸位，老夫已得到准确消息，皇上之所以陷入昏迷，是因着太孙所献牛斗之法引起的不良反应。吕大人，此事可真？太子妃派人传信于我，自然是真。诸位，我等韬光养晦，15载图穷匕见之日到了。真是天助我等，挡在士族前的2座大山，居然都那么轻易地倒塌了。我等真是奉命为警，听从吕大人调遣。我等依然。太子殿下明日便从江北归来，老夫已下决心，太子返京后便向太子死谏，废除朱雄英，立朱允文为太孙。15年，整整15年，知道这15年我是怎么过的吗？如今那道死死压在士族身上的巍峨身影倒下，我江南士族谋划的改天之局也到了露出水面的时候。这群王八羔子枉费朝廷的栽培，竟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这般丑态，忘恩负义。皇奶奶莫生气，不值得。唉，好你个猪虫八呀，一把年纪了逞什么呢？啥时候病不好，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看看这些大臣，这是要把咱大孙生吞活剥了呀！你还不起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咱也不能坐以待毙，你即刻命人将信到晋王、秦王、燕王府上。皇奶奶这大孙莫怕，就算你皇爷爷病倒了，皇奶奶也会护你周全的。我已派人送信给你的叔叔们，他们很快就会回来。这大明的天下可不是谁都拿得走的。大孙不用怕，就算你皇爷爷病倒了，皇奶奶也会护你周全的。这大明的天下可不是谁都拿得走的。儿子朱标见过母后。自家人不管这些虚礼了，你过来看看你爹吧。雄鹰，听闻父皇的病是因你而起，这是真的吗？什么？雄鹰，这是怎么回事？朱雄鹰便对朱标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朱标听着脸色逐渐凝重起来。虽然朱雄鹰出发点是好的，种豆也是老爷子自愿的，但是天下悠悠众口，这是很难说得清啊。雄鹰，这次只怕你逃不脱啊。太上司请李大人谢诸位大臣在殿外欲要面见皇上。放行。未得诏令，诸位缘何来此？启禀皇后，臣等听闻皇上龙体有恙，忧虑不已，所以前来拜见。众卿不必担心，皇上只是有些疲累，只需静养些许10日即可。那就好，只是现在大明正是多事之时，不可一日无君。臣等请太子殿下暂行天子之权，以安民心。这群坏种，他们今日不为探病，是想逼宫啊！哦，百官各司其职，诸事皆可处置妥当。难道吕大人有什么事是非要天子才能处理的吗？确实有，臣要弹劾太孙朱雄鹰进献毒物，导致皇上龙体欠安，昏迷不醒，望太子殿下治太孙重罪，以安天下。愿殿下明正典法，臣请死谏。臣服礼。雄鹰，诸位大臣的谏言，你有何辩解？婴儿只想陪在皇爷爷的身边，不想多说什么。朱雄鹰说完，大殿内陷入了沉默。朱标身为太子，自然知道吕本等人意图何在，他也知道朱雄鹰本意如何，但朱标怎么也没料到，这些士族露出了本来的丑恶嘴脸，当真是令人作呕。雄鹰是父皇的嫡长孙，事关父皇龙体，待父皇醒来再行处置。此等天赐良机，必须要把朱雄鹰踩死，否则我吕家永无翻身之地。殿下，皇上如今昏迷不醒，虽不是出自太孙本意，可这是无可辩证的事实啊！难道就是有此事没发生吗？殿下若不降罪于太孙，恐有不孝之名。太孙朱雄鹰宪法有缺，以致天子重病，令禁足乾清宫，为天子侍疾，待天子无恙再做决断。殿下英明。好个吕本，混账东西！大孙是你亲儿子，你就这么遂了吕本的意了？好大孙，这段时间就先委屈你了，咱倒是要看看，以为咱快不行了后，到底都有哪些人跳出来蹦跶，腐落不清，朝廷难安啊！咱就趁此机会，帮你把这些阴沟里的老鼠都灭掉。李靖，燕王府拜见燕王，皇后娘娘吉信。皇威速归。宫中情况如何了？回殿下，北直昨日从皇宫出来时，午门和奉天殿的守卫已换成了锦衣卫，别的事北直并不知晓。辛苦了，先下去休息吧。殿下，道衍法师，父皇重病，母后召我等速归应天，您觉得可是宫中出事了？昔日太子妃常氏逝世后，吕氏被扶为新的太子妃，吕氏生有一子，今年也大了。太子妃吕氏的母族是江南氏族吕家，父吕本今为太常寺卿，言官之首。天子病重，朝中士族中人怕是会趁此机会挟太子仁厚之名，欲废黜太孙之位。那大哥岂不是有危险？备马，本王即刻回京。殿下何故如此？朝廷动乱，岂不是天赐良机？太子倘若被奸臣蒙蔽，误我大明江山，殿下正可以趁势起兵，靖难救国，一展宏图大业。道衍，
看在你是父皇派来的人，本王多次忍让，你再敢在本王面前胡言乱语，本王必斩你。大哥对本王情深意重，本王怎可做此等不忠不义之事？殿下如此想，贫僧便不再多言。但贫僧且问殿下，您当真是因为贫僧是皇上的人才手下留情，没杀贫僧的吗？殿下，您内心有欲望，只是这颗欲望的种子还没彻底破土而出而已。阿弥陀佛，贫僧告退。哼。阿弥陀佛。今太子宽厚，行仁善之道，固然可以压制一众皇亲勋贵，可行事理念皆秉持儒家教义，轻易便被士族裹挟。待登基为帝，朝中必是文官的天下，届时淮西勋贵们定然会成为第一把磨刀石。等到屠刀在颈，殿下还能安然而退吗？雄鹰，你是个好孩子，可是大明以孝治国，你皇爷爷是皇帝，爹就算是太子也不能为你开脱，你会怪爹吗？哼，小兔崽子，那群士族说什么你都信？什么以孝治国？咱大孙先生的牛斗之法就是最大的孝顺，咱可不用那群混账嘴上说的孝顺。爹，我不怪你，只是我想到皇爷爷是因为我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只觉得愧疚。至于那些人往我身上泼的脏水，就当是狗吠。雄鹰，你安心照顾你皇爷爷，不必担心，他们交给爹来处理。不对，100分有10000分的不对。以咱对便宜老爹的了解，他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啊！哈哈哈，好啊，好大终于支棱起来了，给咱杀，给咱把那群犊子玩意全杀了。爹，您打算如何做？为父可以立腾儿为储君。混账混账！宋濂，你这个老虎，如竟是把彪儿祸害成这个样子，气煞咱也！便宜爹还是那个便宜爹，终究是对那些士族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朱元璋眼睛悄悄掀开一条缝，看了看自家大孙的表情，心疼的差点破功。大孙受这么大委屈都不吭一声，真是不枉咱疼他一场。哼，朱标你这个混蛋！大孙可是你亲儿子，看着小脸都消瘦的什么样了，你竟也不关心一句。看着古话没说错，有了后娘就有后爹呀。咱老是想着让大孙靠着他爹干啥，不如趁早给大孙定下婚事，也好有个岳家来倚仗。呵呵，只一个可能不够，咱得给大孙一次选2个。吕府，今日召诸位来，是听闻今日御史要奏请历任皇孙为储君，想问问诸位的想法。为何要如此急切？若皇上病愈，可如何是好？皇上用了朱雄鹰献上的牛斗之法，种斗数日后便陷入了昏迷。如今太医束手无策，只能竭力一试。众人瞬间明白，染上天花对朱元璋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来说，无异于是一道催命符，也就怪不得吕本这般迫不及待想要立储了。他恐怕是笃定朱元璋这一躺下，就再也醒不过来了。朱元璋虽是必是知觉，但如今却还活着的，吕大人，学生认为还是许图之为好。无意已决，明日你和方孝孺就留在府上吧，未来帝师之名可不能为此染上污沼。第2日，秦王朱爽、晋王朱刚、燕王朱棣来到了乾清宫内，见过3位皇叔。3位皇叔这般急切的进宫，倘若有小人意图在此时颠覆朝政，怕是会将他们逼急了。雄鹰，你胡说什么？你给我闭嘴，听大孙说。谢皇奶奶，事到如今，还请3位皇叔莫要耽搁。3皇叔、4皇叔多善兵事，应即刻接受应天防务。辛苦2皇叔去韩国公府一趟，请李爷爷进宫，与父亲一用协理6部。若有半分迟疑，江山倾塌，皇位易主便在眼前啊！听着朱雄鹰一连串的安排，朱标、马皇后和3王都震惊到失声。如此危急时刻，不仅临危不乱，还能条理清晰地安排好众人应做之事，分辨出哪些人能信任，哪些人可用。换做普通人家，这会不被吓哭就不错了。还是咱大孙靠谱啊！瞅瞅你们几个，一个个的白活那么多年。娘娘，殿下出事了！太常寺卿吕本纠集了数10位大臣汇聚在奉天殿前，意图面见太子殿下。爹，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就等你一句话，外面的人便会举事入宫。今日不成功便成仁，希望太子殿下识相一点，别走到刀剑相接的地步。太子殿下到，秦王殿下到，晋王殿下到，燕王殿下到。臣等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秦王殿下。吕爱卿，几日前已定下了雄鹰的罪名，今日又纠集群臣，是想干什么？造反吗？殿下，皇上因皇长孙献上的牛斗之法，至今昏迷未醒，龙体有损。臣等沐浴天子深恩，为时心忧。皇长孙此举谋害天子，昭昭可明。今3王归京，臣请殿下赐皇长孙一死，以全皇长孙孝悌之意，百官群臣忠君之心。皇长孙若不死，江山可倾啊！臣等不依。殿下，您若是不允，臣便写剑当场，就当为皇上尽忠了。李大人不可冲动了，
诸位不必再劝，无趣也，来生再做同了。眼前这个人有多勇，为了弄死朱雄英，不惜以死明志。老臣与皇上君臣15载，今日仗节死谏，还望太子殿下莫负老臣一片碧血丹心。碧血丹心，我看尔等是朋党比周，莫非是想重现那党故之祸吗？哼，皇长孙此言差矣，我等多慕圣恩，为天子报仇，竟也成皇长孙口中的朋党了吗？今日殿下之人，敢问可有不说南阴之人？又有几人不是江南士族出身？还欲辩驳不是朋党？一瞬间，殿下大臣皆是低下了头。朱雄英一句朋党比周，便让他们无话可说。雄鹰只愿我大明江山永固，社稷恒昌。不论此事究竟如何处理，雄鹰绝不生怨。但雄鹰愿以性命上见父亲，江南士族把控朝堂，致使奸人作祟，结党营私者众，党故之祸就在眼前。来日朝廷察觉，许已经沉疴难返，无力回天。大孙，将来大明的皇位上坐的一定是你，咱这条老命还在，就是拼死也要把你扶上皇位。哼，咱给大孙留下的一定是个安安稳稳的江山。殿下，不管怎么样，皇长孙所献牛斗使皇上陷入昏迷，至今未醒，乃是铁证，还望殿下明察。今日朱雄英必须死，耶稣也留不住。我说的，请殿下明察，请殿下赐皇长孙一死。住嘴！这天下是姓朱还是姓氏，皇长孙如何处置，自由皇室宗亲来决断。尔等不过只有举奏之权，何时轮到你们来处置了？吕本听着朱标的怒视，已然明白了他的态度，心里仅剩的一点希望也消失。殿下，赐子皇长孙乃是诸臣所愿，还望殿下仔细思量。我便是不杀尔等，又要如何？哼，不识抬举。既然如此，殿下好自为之。做完这一切，吕本再度跪地，算是给朱标最后一个面子。臣请殿下赐皇长孙朱雄英一死。不是说好我一个人跪吗？你们都跪下来干什么？皇上，臣等绝无不臣之心啊！这人演的倒是不错，很动情。皇上，您快醒来吧，臣等为您。皇上，老臣该死，还请皇上恕罪。这话说的是不是不对？说呀，你干什么了？接着说呀，刚刚不是很能说吗？不是说皇上得了天花命不久矣吗？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像？皇上，臣罪该万死。臣罪该万死，请皇上赦罪。咱老了，不想再动刀子，但是总有人逼咱杀人啊！二虎，属下在，拖下去。东宫，让我出去。娘娘，您千万不能去啊！那是我父亲和嫡亲的兄长啊！不行，我要去跟父皇求情，请父皇看在他们是允文外公和舅舅的份上，饶他们一命吧。娘娘，您若真的为允文皇孙好，就更不应该去。对啊，娘娘，好在允皇生没被受到牵连，只要允皇生在，咱们都还能东山再起。李本一开始想着黄子成和方孝孺身为朱允文的先生，不好掺和到今日之事里，便让他们留在宫外等待消息，却没料到这个想法倒是保住了黄子成二人。听两人提起朱允文，吕氏理智略微回笼。吕家都倒了，允文还有可能坐上那个位置吗？娘娘，尽管吕家倒了，可天下士族没倒，只要吾等还在，便定有从头再来的一日。我与子成打探到消息，允文皇孙的先生换成了齐太齐大人，此人同样是江南士族出身，此番必能接替我等未竟之业。二位先生不能留在允文身边吗？许是贬谪苦地，破掉人六部，娘娘不必为我等忧心。那允文现今该如何是好？娘娘，允文皇孙一切如常便是，但秦王三王归京，想来正与皇上欢聚一堂，允文皇孙也可进宫，与皇上太子共叙天伦之乐。有一事，娘娘要告诫允文皇孙，进宫后莫要提及吕大人。以皇上的秉性来看，娘娘近段时间就且在东宫闭门不出吧。多谢方先生提点。陛下有旨，斩。爹，儿子不想死了。爹，您跟皇上求求情，请他恕罪了。对了，妹妹，让妹妹来。时也，命也。朱屠夫，我在下面等你。咱大孙今年岁数也不小了，倒是能说亲事了。朱重八，你生场病把脑子弄傻了。大孙才多大，你就要给他娶媳妇？咱又没说现在就成亲，就是先看看人选吗？咱可要好好选。这倒是，大孙现在确实可以相看起来。皇奶奶，我才不结婚呢！大孙为什么不啊？我爹他们天天晚上打架，吵得雄鹰晚上都睡不着。
父皇母后也太双标了吧！我这么大的时候，天天被叫去上学堂，怎么大侄子非但不用上学堂，还主动给他定亲事？雄鹰，别说胡话。重八，我已经吩咐御膳房准备晚膳了，有你最爱的红烧蹄膀，还有别的菜，不过没有酒，你也别馋。妹子，加上大孙，咱们才3人，你怎么让做这么多菜？老二、老三、老四，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可不得接风洗尘吗？正好你病愈，双喜临门。老二、老三、老四，你们3个咋回来了？彪儿也回来了。我一直在这，感情您一直没看见我啊。大哥，不就是被父皇忽视吗？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咱兄弟3个一直都这样，习惯就好了。你们兄弟几个有多年没聚在一起了吧？快3年了吧。好，你们几个好好说说话，去喝酒吧，咱今日没留饭。大哥，我突然觉得藩王不回京这个规定挺好的。我也觉得在外面挺好的。皇爷爷，您为什么要装作不在意皇叔们呢？哈哈，咱大孙就是聪明，一眼就看穿了。你且说说，可知道咱为何要如此吗？因为皇爷爷是想让爹施安于皇叔们。哈哈哈，妹子，你说咱大孙怎么就这么聪明呢？当爹的怎么可能不在乎自家孩子呢？但是为了大明江山，为了天下百姓，我没办法。皇爷爷，您如今身体这么康健，过几年将皇叔们召回也没关系啊。他们不能回来，不然谁来为你爹，为你镇守边疆？咱是要他们的子孙后代都镇守在大明边境，如此你和你的子孙们才能安枕无忧。但是皇爷爷，5代之内可能如您所想的那般发展，可5代之后呢？血脉单薄，孙儿的后代们真的能安枕无忧吗？皇爷爷，这种事是很正常的啊。100年过去后，各地藩王开枝散叶，不知有多少宗室子弟，朝廷肯定养不起。况且血脉一代代稀薄下去，朝廷也不愿意养。其实关于藩王戍边这方面，还有更加完善的空间。朱元璋表情渐渐沉了下来，他想的都是怎么维护好这个家，完全想不到他的后代们会想要分家，或者说他下意识的不愿意承认分家这件事。皇爷爷牺牲了自己的儿女亲情，忍痛让皇叔们离京就藩，实际上受苦的还是自家人啊。大孙，倘若是你坐在皇爷爷这个位置上，你欲如何做？孙儿应当会叫这些皇叔们回来，叫孙儿的后代去替代他们镇守边疆。不仅如此，孙儿也会慢慢削减每代的俸禄，而爵位依旧遵循皇爷爷制定的旧制。还有，孙儿会解除对皇家自寻生路的所有禁令。那按大孙所说，以后我们朱家后辈不仍是有流落街头的可能吗？皇爷爷，除去俸禄的发放之外，依旧有许多法子可以让我们朱氏一族不会流落街头啊。皇家后辈需遵循祖制进京修学，所有开销由朝廷一应承担。大孙，我们大明的子孙后代会称破天下，可若是天下到处是读书人，就不会称破大明吗？皇爷爷，谁说读书读的就一定是圣贤书？农书、医书、工艺之书等等，钻研学问也可以研究其他东西。世上的学问何其多，为何要专盯着圣贤书来钻研？大孙，这全都是些什么玩意？若世人全都去钻研这些，岂不要天下大乱？学医术能帮助我大明百姓远离病痛，学农业可以研制农具，提高生产，制火器可以提高兵力。待到我们的农业产量和技术足够时，就会有更多的人才去发明更好的工具，大明就可以种更多的土地，产更多的粮食，何乐而不为？大孙，你怎么没说完就睡了？你这不是吊着咱的胃口吗？哼，大孙这几天为了照顾你，都没睡安稳过，你能不能有点爷爷呀？说的是咱大孙累坏了，我的错，我的错。妹子，你想想朝廷里哪些勋贵家的闺女和咱们大孙年纪相当啊？朱重八，我以为你不过说笑罢了，你来真的。东宫那边尚且如此，我是真的担心这宫里头仍有不怀好意之人啊！咱大孙实在是个好孩子，我不能看着歹人害了他去。重八，你这么一提，我倒是想起来一个人，傅有德府中正好有个孙女。傅有德，的确，傅有德的女儿在宫中应当是不会受气的。妹子，你就不担心咱大孙受气？只是挑挑，你就开始怕了。又没定下来，我几天前接到了沐英的来信，说府中有个女儿即将及笄，我们来个亲上加亲，岂不更好？这才2个不够啊！冯胜家就没个合适的孙女？那可不行，冯胜那个样子，能带出个什么样的女娃娃来？嘿嘿，那就是你不知道了。冯胜的女儿个顶个漂亮，孙女必然也是不俗。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倒也不是不可以。还有几家？尹国公府，富贵刚刚宣读完圣旨后，傅家老幼全都愣住了。朱元璋，你个老匹夫，我把你当兄弟，你却想做我孙子，我。富贵公公，您刚刚听到什么了没？没，我刚刚不在服务区。国公爷，其实皇爷是给东宫选的。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应该早说的呀！兄弟们干他！乖孙女，快去收拾一下，我们进宫。我才不要！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脚踏七色云彩来娶我，才不是那个比我爹的年纪都大的太子殿下。柔儿，我们傅家和那些淮西武将不一样，爷爷毕竟是降将，皇上一直防着我们呢。你爹和你二叔都是一样的臭脾气，不知哪日便惹了皇上不快。爹和二叔又不是那等莽撞之人。再说了，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直，皇上挑不出我们的错出来，又能拿傅家如何？若是非要孙女嫁过去，孙女便一根白绫了却残生，死了还痛快。好了好了，依你便是。爷爷今日便豁出这张面皮去，也替你拒了这门亲事。不过太子素来宽厚，应当不会太在意此事。多谢爷爷。但此次进宫，柔儿你可得听我的话行事。皇上在宫中设宴，请我们过去，咱们得好好和皇上说清楚才行。是，柔儿都听爷爷的。臣妇有得拜见皇上、皇后娘娘。老夫，快坐下，今日就咱们几个，别来那些虚礼。小姑娘，我可就不客气了，咱先提前问你几个问题，你心目的如意郎君是啥样的？朱重八，你能不能有点长辈的样子？哪有你这样的，看把人小姑娘都吓到了。咱就是个武夫，可说不来那些文绉绉的话，就这么直接问挺好。回皇上，柔家想嫁的如意郎君定然是事无其二的翩翩君子，并且最重要的是，对方肯定不能有妾室，若是对方已有他人，便是他再好，柔家也不喜欢。完了完了，傅家男儿没了。咱能知道为何吗？因为柔家十分羡慕皇上与皇后娘娘一路互相扶持的感情，柔家也想陪着夫君一起立下一番事业。我的乖孙女，你咋能拿自己和马皇后比较？这下好了，傅家有一只蚂蚁能活下来，我都得谢天谢地了。好，我大明女子就该如此，上赶着去做妾的，咱一个也瞧不上。正是，好闺女，柔家是吧？以后本宫就这么称呼你了。咱们闺阁女儿就是要有这般志气才好。皇上和皇后娘娘竟然不生气，我可是全对照着太子说的反话呀。老夫，你咋跪地上了？老臣刚刚蹲下去捡下筷子。快点起来，罗家，咱和老夫说些事。你待着无聊去花园里逛逛，过会儿开宴了你再回来。你就是他们口中的皇长孙？你是皇爷爷请进宫的客人。太孙，若是有一中年男子非要老牛吃嫩草，而且那个嫩草跟他女儿一般大小，您怎么看？人渣！那若是太孙撞见这种事情，您会怎么做呀？我肯定会挺身而出，救下那个小姑娘，之后告诉皇爷爷，皇爷爷会替那个小姑娘做主的。但皇上若是不为太孙撑腰怎么办？那我告诉皇奶奶，皇奶奶会让这个人渣跟富贵做姐妹的。如果是嫁给太孙，我还能接受，可是，刚刚你说的嫩草不会是你自己吧？你放心，我肯定会劝皇爷爷打消这个主意的。我最看不得这种事情了。皇上当真看中柔家，叫她嫁进东宫了。吕氏可不是个好相与的，宝贝孙女过去不知道得受多少委屈。皇上，老臣以为这年纪差的实在有点多，恐怕不太合适。柔儿她，哈哈，不怕，不就是大了点吗？再说了，登基之后必然还是要再娶的。好家伙，跟我装蒜是吧？老子跟你这么多年，怎么就不知道你这么不要面皮？老臣还想让柔儿多陪老臣几年，她还小。这是当然，现在年纪还太小了，身子骨还没长好，得过几年才能成亲。过几年朱标那地方还有用吗？皇上，年龄差的真的太多了，老臣过意不去啊。哼，我大孙都没说啥，你还过意不去了？殿下是没说啥，可是柔儿，等下，大孙，你若不愿，此事便算了，咱大孙没那个福气。让你乱说。皇上，老臣刚刚酒后失言了。你这是做什么？不知道还以为咱怎么你了呢。咱刚见了你家小孙女，也让你看看咱家好大孙，看看够不够格当你家小孙女的夫君。皇爷爷，大孙回来了，这是傅有德傅爷爷，大孙快问好。哇哦，大明战神傅有德，这是真正的战神啊，可不是朱祁镇那种战神。傅爷爷好。闺女，你看咱大孙是不是你心里的如意郎君？想不想嫁给他？嫁给朱雄英？
我才是那个老牛吗？皇爷爷，这位姐姐先前和我说，这种人就是禽。泰森，这是我和你说的悄悄话，你要是说出来，我就不理你了。相处了这么一会儿，都有小秘密了。咱看这门亲事都挺满意，那就定下了。但是只能先定亲，大孙还是有点小，待日后习惯。再说正式成亲之事，咱大孙肯定把你风风光光的娶。舒服。皇兄，怎么了？又闯了什么祸？才不是，薇儿这几天可听话了。皇兄看薇儿这样乖，可不可以借薇儿一些银子呀？刚才乖得很，这就开始借上银子了。薇儿，你是皇室中人，满嘴都是银子的事儿，你理当视金钱如粪土，和腾弟好好学学，他怎么就从不将这些话挂在嘴边？那皇兄，你可以借我些粪土吗？腾弟，你借粪土做什么？奶奶的生辰快到了，腾弟想给皇奶奶准备寿礼，可我们的银子全在爹手里，父亲说帮我们存着，长大了给我们。威尔，亨弟，你们二人要明白，寿礼其实并不是越贵重越好，能够让皇奶奶感受到你们心意的礼物才是最好的。心意？皇兄是说让我们自己做一份礼物？皇兄骗人，皇兄肯定是不想借钱给薇儿。哎，现在的孩子不好糊弄了，皇兄与你们一起做，一定做出一个比爹他们送的更好的寿礼，我们一起献给皇奶奶怎么样？好，没想到泰森这么会哄弟弟妹妹。说的好像你就很大了似的。我难道不大吗？我哪里不够大？行了，你大，你最大。走，我们出宫买些材料，为皇奶奶做寿礼。大哥，爹不是告诉我们了，不用送礼物吗？你们懂什么？爹说的话能信吗？他嚷嚷着要杀那个大和尚，都说多少次了，也不见他真的动手。可是这里不是大皇兄的寝殿吗？我们偷偷到这干嘛呀？能不能动脑子？你知道该送什么寿礼吗？我们是来刺探情报的，不能被大皇兄他们给比下去了。不愧是大皇兄，这主意好，这字写的也好看。不就是做道菜吗？哪里好了？对啊，大哥，你看看你这肚子上的肉都有3层了，别只想着吃的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既然大皇兄要亲手为皇奶奶做菜，那我们就要比他更有创意。我们回去就跟着厨子练厨艺，等寿宴当天，咱们3兄弟当场为皇奶奶做菜，肯定能压过所有人。来人了，快走！大哥，你还说你不胖，我和三弟都快被你压死了。意外！咱们快走吧，不然被人看见，一顿竹笋炒肉是免不了的。泰森，你为何要买这么多硫磺和硝石啊？这是我为皇奶奶准备的特别节目，她见到之后肯定会很喜欢。尤其花姑娘的干活，不急，这些以后都将会是我大倭国的。先办正事儿，你们铺子里还有多少首饰？大客户啊，你好，现今铺子里还存琉璃首饰共220件，您若是想要定制的话，我们也可以为您服务，送货上门也是宜的。尤其我都要了，但是我有个条件。这位客官，您有什么条件直接说，我们铺子一切为客户服务，您说了我们尽量做到。买下这些琉璃首饰是要把它们献给大明皇后，作为50寿诞的寿礼。但以防里面有什么对大明皇后不利，我希望你们可以把制作工艺交由礼部进行检查。这诡计多端的倭国人今天是为了琉璃配方而来啊！客官，礼部似乎没有这种规定。此乃礼部为我等大明别国来时专门定下的规矩，莫非你是要抗旨不遵吗？哼，这生意我们做不了，您请回吧。大哥，你是不把大明皇帝放在眼里吗？连官府的命令也不听。华夏有句古话，习习武者为节俭。我看你还是老实交出配方，否则不好办啊。不好办，那就别办了。我勒个操！掌柜，我们可是特地来为大明皇后娘娘贺寿的，就算是将你们打残了，主动在官府面前认错，也不会有什么事。但是你们的小命可就不保了。你说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给我上，打断他的手脚，那个手冲我要带回去，别怕，他不敢开第2枪。哦。你，下一枪你们说打在哪里好？不如就这吧。
3条腿都没了。少使，你们可算来了！这间铺子简直是无法无天，知道我是东瀛人的来使，还把我3条腿都打断了。我要见大明皇帝，求他主持公道。明明已经说好了，一手交钱，一手交配坊，结果收了银子就想杀人越货，这就是天朝上国的待客之道吗？切！少避避，把人都带走，交给大人处置。大人，您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啊！我们不远千里远渡重洋来为大明皇后贺寿，可是竟然受到了此等刁民的欺辱，抢了我的武器，还用武器还打断了我的腿。放你娘的狗屁！还你的武器！尔等藩邦小国举国，能有一把这样的手冲吗？几日后便是大明皇后的寿宴，若是拖着这等残躯去贺寿，岂不是让皇后娘娘被人耻笑吗？大胆！皇口小儿胆敢抢外使火器，大明奴隶，民间私下持有火器，形同盟礼。大人，这些小笔崽子已经做过好几次这样的事了。方士休要复说，上2国邦交之好，堂下哪来的刁民？为何上堂不跪？是我大明奴隶于无吗？我怕跪下你受不起。哼，大胆，让你跪里便跪。我，那声音咋那么熟悉？太深。哟，还记得我啊？没事没事，你继续。我的天，今天上任的第一天呀，为什么都会遇见那个小祖宗？来人，把那几个人拖下去，先打上30大板。太叔，我等知错，并不敢再犯。你们几个还能做做什么？还不拉下去打，往冒烟里打。但是大人，此人屁股都快烂了，再用刑怕是要出人命啊！废物，你不能换好的地方打吗？哟，只叫了一声，是个狠人，小皇我走了，你一定要做个清官啊！诚惶之臣，恭送太升。大人，您怎么落泪了？您也感念于殿下的恩情吗？是啊，实在没想到我竟有机会见到救了我全家性命的恩公。哼，你们那几个能不能行啊？怎么才那么点劲儿啊？要是不行，都让我来，竟敢欺负太升，他们几个简直是活够了。东宫大哥，有件事我不知该不该讲。四弟这话就外道了，自家人有话直说。老爷子的脾气，咱们从小到大也都清楚得很。说实话，我从未见过老爷子对哪一个儿子孙子这样的宠爱，但是对朱雄英是不是太过溺爱了？恐怕会耽误这个孩子。你说的对啊，父皇从前对我们可不是这样，咱兄弟几个哪一个没挨过老爷子的打？雄英若一直这样，等下去我都没脸见你们嫂子。说到这，你们几个都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打一顿就听话了，就是那几个皮猴子淘气的很，要是不多打几顿，非得上天不成。是啊，这孩子啊，就得摔摔打打才能成器。大哥，父皇也没少打你吧？确实该打啊。大哥，你动手的时候千万别让父皇看见。无碍，父皇又不是是非不分的人，我若是真动了手，那雄鹰必然是犯了错，父皇见了也不会怎么样的。怎么这么臭？大哥，你这东宫的茅房怕不是漏了，臭气熏天，下人们是怎么办事的？这味道是谁弄出来的？是不是打量着姑好说话，以为不会罚你们呢？祝雄鹰，我对你是不是太好了？惯得你在东宫里搞这种东西。黄奶奶经常失眠，睡得不好，我在坤宁宫弄会，影响到黄奶奶。担心母后被影响，就不担心你爹我，天天研究这些玩物丧志的东西。我今天非要打的，亲妈都不认识你。老子今天不把你打得拉裤子，算你拉得干净。大哥，这东西不行，你一个用力把大侄子打死了怎么办？那我用啥？我之前也没动过手啊。父皇之前可没少拿靴子揍我，今天我也来过一回瘾。朱雄鹰，你给老子过来！第24集，可怜的朱标。妹子，咱这一辈子没啥遗憾了。是啊，大孙都长这么大了，还这么聪明，我便是死了也安心了。呸！别说这些晦气的话，咱们得长命百岁呢，要走也得我走前面。你啊，还是以前那个样子。妹子。陛下，皇孙不知因为何事惹恼了太子殿下，现下太子气得要打太孙。朱雄鹰，老子今天不打你，都对不起你娘。哎，谁的布鞋？我的靴子呢？小兔崽子，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还拿靴子打儿子，你们做皇叔的好意思干站着，看自家大侄子挨打？父皇，儿子要是不拦，大哥手里拿的就是铁镐了。什么？这么个大铁，快砸大孙身上，咱大孙还能有好吗？朱标，你敢动铁镐，咱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四弟，帮帮大哥啊！笑话，父皇发火是能劝住的吗？二哥，今夜月色真美啊。是呀，想必金水河畔月色更美，何不去观赏一番？溜了。父皇，您从前不是一直说儿子不打不成器吗？我怎么不能打？小王八蛋，咱说的是儿子不打不成器，又没说孙子。咱大孙那么乖，你打他干啥？皇爷爷，快把鞋穿上吧，地上有寒气。你给咱说说，到底咋回事？要对咱大孙下这么重的手？父皇，您不觉得有股臭气吗？大孙，这是什么回事啊？这是孙儿准备送给皇奶奶的礼物，不值什么钱，但是我亲手做的。大孙这无妄之灾都是因为自己呀！朱重八，你没力气了，怎么不接着打？听到你母后的话了吗？你说咱是不是该打你？朱重八，给我打狠一点！父皇，你也太偏心了，您也不闻闻这味道多臭，熏得我觉都睡不着了。胡说！老二、老三、老四，给咱滚进来！父皇叫咱们有事吗？咱问你们，真的很臭吗？不臭，我闻着一点也不臭，甚至我还想搬过来住这边。是啊，现在闻起来还有一股别样的芬芳。大哥，四弟往日里很是尊敬你，可是你今晚这事办得实在不地道。我干！哼！日后这东西不许出现在东宫。父皇，那些杂草怎么除啊？你没长手吗？皇奶奶这般年纪，什么新奇的玩意没见过？皇奶奶，我做的是大号孔明灯，这样人站在里面也可以飞上天，就是过程中味道不好闻，孙儿倒是能接受，但怕扰了皇奶奶睡眠，就回东宫来做了。父皇，你听听，这小子就是故意的。小兔崽子还有脸说不在你这，难道让你母后受着吗？咱没想到还能借着大孙的光飞上天去看看，哈哈哈，还是多亏妹子了。大孙，你尽管去弄，若是谁再来找事，咱给你撑腰。大孙，这给你，有了这令牌，御林军任你驱使，百官群臣见此令，如见天子。这令牌就给出去了。苍天啊，父皇，你还记得你还有几个儿子吗？好了，今天色已晚，这大号孔明灯明日再做吧。皇爷爷放心，等皇奶奶寿宴当天，孙儿肯定已经做好了。之后的时间，朱雄英都在忙着大号孔明灯的制作，手握朱元璋的令牌。朱雄英直接调动了宫里一堆工匠和他一起操作，原本大气恢宏的东宫硬是变成了接地气的施工现场。很快就到了马皇后的寿宴，皇宫内处处灯火通明，大红灯笼点缀其间，一片盎然喜气。皇兄，寿宴要开始了，我们还是尽快过去吧，否则皇爷爷见不到人会生气的。你们先过去吧，坑弟跟皇奶奶说我很快就将礼物带过去，各就各位，预备点火。恭祝母后福乐绵长，春秋不老。好，都是乖孩子。彪儿，看顾好你的弟弟们。皇上，现在还没有见到太孙殿下。皇爷爷，皇兄在给奶奶准备寿礼呢，马上就会来了。父皇，要不然就让雄鹰赶紧过来吧。这世上难道真有人能飞起来？人要是飞起来了，不就变成神仙了吗？虽说有梦想是好事，不过大侄子的想法实在有些天马行空了，还是赶紧让他回来吧，别再饿到了。允文，赶紧的，你皇兄没到，你现在年纪最大，赶紧带着弟弟们向奶奶祝寿去。母后，媳妇猜您肯定没吃过孩子们亲手为你亲手准备的吃食吧？快，给本宫瞧瞧，今儿是哪一个乖孙要送皇奶奶这样贴心的礼物？儿子，接下来就全看你的了。皇奶奶，允文要给您做的是寿桃，允文还带了面来，这就给您亲手做。还有我们带了食材来的，皇奶奶，我们也要现场做菜。我们也是，我们要做的是长寿面。真是有趣，妹子，我们的孙子们居然这样心有灵犀。皇上，今日皇后娘娘寿宴，太孙迟迟未至，各位殿下虽只有薄礼，但贵在情谊。现下仍不见太孙踪影，不如允文殿下。哼，咱今天心情好，不想动刀子，你懂。皇爷爷，是皇兄带着给奶奶的寿礼来了。大侄子真的飞起来了。太孙天纵之才，由此储君，我大明定能传世万代。唯我大明千秋万代。哈哈哈，好，妹子，大孙真给咱长脸啊！孙儿祝皇奶奶福如东海，日月昌明，松鹤延年，万寿无疆。好，大孙，你真上天了。皇爷爷，皇奶奶，孙儿欲请两位上天观景。孙儿请皇爷爷、皇奶奶上天。
这话听着咋这么怪怪的？父皇，不可啊，这哪是飞天啊，整不好就一家人躺板板了。哼，瞅你个怂货，大孙都不怕，咱怕个球！妹子，这么多年你陪着咱东奔西跑，出生入死，咱这辈子最后冲动一次，你还陪着咱吗？哈哈哈哈！25级朱标的小聪明，妹子，这是神迹呀！你看，那是坤宁宫，那是咱的奉天殿。妹子，这就是咱替你打下的江山。妹子，你看着害不害怕？重八，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什么时候说过一个怕字？哦，妹子，你胆子真是大，咱这会儿腿都有点抖了。合着你问的怕不怕，就是单纯的害怕啊！亏皇奶奶那么走心的回答你。哼！今日这登高一飞，必然会落在史官的笔下。后世会永远记得朱元璋与马皇后二人是华夏这片泱泱大地上第一对奔赴九霄的夫妇，或许还会有文人诗词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书里，演变为一段经典的爱情传奇呢。爹，你能不能求求大皇兄，让儿子也跟着上一次天啊？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你让我一个做皇叔的去求大侄子。不过若是能上天的话也不是不行，但必须是我上天啊。大哥，你减肥吧，不然就算大皇兄答应了，你一进去，热气球飞不起来了怎么办？我明日只吃一顿饭，行了吧？皇爷爷，我们也想上天。好，你们都飞，按年龄来，一个个上。太孙履天人之行，全华夏古往今来遇上9天揽月之愿，这是天命所归啊！皇上，臣中书使尹启泰有事启奏，臣请皇上销毁此飞天之物。今日是皇后的好日子，咱不跟你计较。你再说一遍，你要奏请什么？臣请皇上销毁此飞天之物。皇上，此物因何驱动？您可知晓？哼，把它拿下，丢进诏狱里仔细审审。咱要知道究竟是谁指使的他。娘，允文也想要飞。飞什么飞？有什么稀奇的？再说你怎么好意思上去？先前一起放的孔明灯，人家就做出来了热气球，你怎么没做出来？哼，明日我就去求皇爷爷，让我一个人飞上天，才不和你们一起，一个人才好玩呢。皇上，趁等连夜扯煞七太以及身后的戚家，但是没有发现异常。七太戚大人仿佛并未受任指使。你们可是查清楚了？没有漏掉，哪里没查？回皇上，都查了，没问题。不应该啊！你把七太带过来，咱倒是要问问他究竟想干什么。七太，你昨夜为何要上奏将太孙所献贺礼毁掉？皇上，您昨夜乘坐此物飞天不过半个时辰，可是耗费了多少粮食？咱就飞了那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和粮食又有何关系？皇上可有注意到那液气球是用什么颜料启动的？所以皇孙购买烈酒1000余斤之后，将那1000余斤烈酒再度化成更高度数的烈酒，最后只得了100余斤。皇上，1斤酒需3斤粮食才能酿成，您昨夜只不过上了半个时辰的天，便有3000多斤粮食化为乌有啊！够了，3000多斤啊！昨夜岂不是一县之地的收成都填进去了？必须要好好管管大孙了。父皇，您终于想明白了，雄鹰确实该管管了。哼，你还笑？雄鹰不懂事，你还不懂事吗？我笑了吗？我没笑吧？咱暂且就不计较你昨夜之事了。此等大才正是我东宫所需的。父皇，儿臣有事要回东宫一趟，先告退了。皇上，城外4时寻到了程一伯的踪影。哦，刘伯温现身了，他真的还活着。走，咱这就去。皇爷爷，允文也想上天，能不能让允文也飞一次？上什么天？怎么每次都是你小子在这浪费粮食？还上天？上天要多少粮食你知道吗？日后还敢不敢随便浪费粮食了？齐学士且慢，殿下可是有事吩咐？齐学士今日在殿内的谈话姑也听见了。齐学士面对父皇威严，依旧才思敏捷，能言善辩，真是令姑佩服。殿下过奖了，臣自时至以来便将魏文真公当作为臣的表率。没错，我找的就是你这样有学识又古板的老学究啊！让齐泰这样的老古板去教导婴儿，既能让婴儿学得学识，又能约束言行，自己又不会被老爷子教训，一举数得。有齐学士这样的官员，真是我大明的幸事啊！奈何大明有你这样的直臣，却少了未来明智的主君。太子殿下何出此言？齐学士可知我儿已经数月不曾上学堂，太孙也是大明国本，怎会如此放纵？身为人父，孤本该严加管教，奈何父皇不许啊！父母之爱者，则为之计深远。皇上岂能如此溺爱太孙？殿下竟不打算管管吗？齐学士说的是，所以孤正打算为太孙寻一位先生，
以教导太孙读书明理，使其言行规范。殿下放心，臣身为中书舍人，正当为殿下分忧，教导皇孙义不容辞。便是皇上问罪，臣也要辩上一辩。那就有劳其学士了。父皇那边若是怪罪，姑自会保你。至于保不保得下嘛，看天意了。多谢殿下，但为了我大明的百姓社稷，臣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好，婴儿现在正在母后那里，其学士随姑来吧。人真的不能想太多，这都出现幻觉，来个傅柔家也就算了，怎么偏偏是他？臣中书舍人齐泰拜见太孙。好像不是幻觉啊！臣特来请太孙殿下回东宫进学，一意读书一意功，一意不读死一口。太孙莫不可荒废了学业啊！太孙，皇上已经赦免了臣的罪，现在臣担任这中书舍人的职位，便该担起东宫的教育职责，请太孙殿下尽快回东宫进学，此乃臣之职责，臣已做好了殉道的准备。怎么这人一副我不跟他走就死给我看的感觉啊？齐先生，我很敬佩您的学识，但是您今天却弄错了一件事。是何事？你是中书舍人，也是东宫的官，你该管的是东宫之主，也就是太子。教导太孙不是您的分内之事。但是太子殿下已经成年，且一夜手不释卷，无需臣来管教，反而是太孙殿下年幼需要。非也，现在父皇还有皇爷爷可以监督，若是有一日我很担心，谁又可以时刻劝诫父皇，使他不要犯错呢？是啊，现在太子殿下还有皇上可以管束，若是他以太子继承大统，无法做到时刻约束自己，那该怎么办？太孙重要，但是太子更重要啊！没有太子，哪来的太孙？多谢太孙指教，殿下一番话，实在使臣醍醐灌顶。古有一字之诗，太孙便是臣的一言之诗了。好像糊弄过头了。这什么情况？请太子殿下早些回宫，如今政务繁忙，太子殿下实在不宜耽搁时间在其他事情上。齐学士，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多谢太孙殿下点拨，使臣更加明白身为中书舍人的职责所在。今后臣一定督促太子殿下勤勉果事。我让你督促的是我儿子，你督促我干嘛？姑哪里需要督促了？姑学问比你也不差。正因如此，才需臣督促殿下切莫推。老等，听说你算了挺准了，给咱算算，要是不准，我掀你摊子。此人可是皇家之人？不是，不过是普通人家。要是普通人家，此子聪明智慧，若为官，可辅佐百姓。还好不是皇家之人，要是出生在皇家，难逃早夭之命数，必定是活不到弱冠之年。咱们的大孙子又要死了。大孙前段时间差点被活埋了，咱这心里实在不痛快呀。为什么这贼老天就非要让咱有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日啊？咱虽然老了，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孙走在咱前面啊。皇爷爷怎么了？莫不是那些个文臣们又气到您了？皇爷爷拉着孙儿点，孙儿这就去帮皇爷爷收拾他们。咱的好大孙一直关心着咱，关心着整个大明啊！大孙，你可想当太孙？不想。明日咱便召集百官。你说啥？我说不想。你再说一遍。孙儿还小，小个屁！明日咱便召集百官，正式册封你为太孙，你和你父亲一起帮皇爷爷处理朝政。妹子，咱想好了，明日便为大孙册封，大孙从明天开始便是我们大明名正言顺的太孙了，未来的储君。重八，可是出什么事了？朱元璋把今日出宫的缘由说了出来，随后又原原本本的将在茶铺里的事说了一遍。马皇后听到自家大孙受术有碍，瞬间眼睛就红了。我还打算等大孙大了，正式被册封的时候，穿我亲手做的这件蟒袍。好闺蜜，大孙福伯，这都是命数。来日他若真去了，你二人还未成婚，本宫便降旨与你自行婚嫁。娘娘，柔家既已和太孙定了亲，就是太孙的人了。便是太孙真不在了，还请娘娘真引柔家留在宫里，为太孙尽孝。唉，傻不傻呀？大孙聪慧，他虽未明说，可咱都看得出来，大孙一直将百姓放在心里。咱是想着将大孙正式册封为太孙，不就是名正言顺的储君了吗？或许命数也因之不同了呢。不管怎么样，咱得试试。你说的对，我不信什么天命不可改。重八，我支持你。传咱旨意，命吏部尽快操持册封太孙相关事宜。3日后，咱要正式对大孙进行册封。一夜之间，朱元璋要正式册封朱雄英一事，便从宫里传到了宫外，朝廷震动，百官哗然。
礼部接到圣旨后，所有大臣都忙了起来。册封朱雄英的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淮西武将的耳朵里。瑶儿，宫里真出事了！爷爷，皇上一直觉得刘伯温没死，今日出宫找到他的踪迹，隐瞒身份，请刘伯温测算太孙的命数。刘伯温却说太孙早会，恐不能长成，怕是活不到成年。咱那么乖的外甥孙竟会早夭，太孙一心为民，将来定是个好皇帝。贼老天你不长眼啊！爷爷，孙女此次回来是带着衣物用具，皇后娘娘邀孙女与娘娘一起为太孙缝制蟒袍。好孙女，你去吧，多陪陪皇后娘娘。淮西那帮老弟兄们，是不是除了咱几个，都高价不上朝了？朱元璋在位期间，身为淮西武将，就是最大的催命符。因此，一些武将们为了保命，干脆直接告病在家休养，不理朝事纷争，主打一个佛系。若是朱元璋看他们不顺眼，要抄家，一家人还能一起躺板板，挺好。差不多。给这些人都传个话，身上有爵位的，3日后册封大典必须出席，就算真有病，抬也得给咱抬过去。咱孙女婿被册封，兄弟们必须得去给撑撑场子。老哥放心，咱一定把兄弟们都叫过去。母后，父皇这是受什么刺激了？皇明祖训里不是已经规定好了，年至10岁才能被册封吗？父皇自己坏了规矩，后世之君们还能遵守吗？幺儿，你是不想让大孙被册封？不是不想，就是不用这么急，等时间到了再册封，不是一样的吗？小兔崽子，我往日从未打过你，看来是得让你好好长长教训。你爹已经下了明旨了，你还在这不愿意？有能耐你直接去和朱重八说。母后，儿臣也没说什么，您别生气了。不生气？你个小王八蛋，成天气我，我怎么可能不生气？马皇后这会儿算是明白朱元璋平时为何总是看朱标不顺眼了，看来这孩子该打还是要打。妹子，出啥事了？父皇，儿臣就是说了句等到时间再册封雄鹰，母后就生了好大的气。逆子，咱下的旨意你不想遵守，咱想什么时候册封大孙就什么时候册封，你废什么话？妹子，刚刚打累了吧？咱替你接着打。你不要过来啊！太子嫡长子朱雄鹰，天意所属，兹刻遵出诏，在基典礼，抚顺舆情，谨告天地宗庙社稷，授以册宝，立为皇太孙，以重万年之统，以凡四海之心。太孙千岁，千岁，千岁！皇上，老臣有事启奏。皇上今日之举坏了皇明祖训立下的规矩，老臣恳求皇上待皇长孙成年时再行册封。哈哈。你是说咱坏了规矩？虽说这皇明祖训是皇上亲手制定，可理不可废啊，否则这大明岂不乱套了吗？还望皇上三思。你们搞上这一出，不就是打着不让太孙成储君的主意吗？咱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咱这条命不要，也得让你们看看太孙不是好欺负的。他娘的，皇上，咱也不要这条命了。这不行啊，这能打死人啊！切，不然咱还不要他呢。皇上，救命啊！大孙拉着点咱怕忍不住也上去过把瘾。太子殿下，您说句话啊！你看我傻吗？昨天那顿男女混合双打，可让我整记性了呢。皇上，再不制止，真要死人了。行了，都住手吧。皇上，老臣要参量国公殿前失仪，公然殴打大臣。你们这些人真是太过分了！富贵，将涉事之人都给咱记下来，交由3法司处置，为免罪，铁券可免罪责。要不要这么偏心啊？这些王八犊子，一个个的怎么可能没有免罪铁券？我们闹得这么大，皇上都没发火，难道朱雄鹰短命之相一事是真的？苍天啊，为何好人总是不长命？蓝玉，咱知道你和大孙之间的情谊，大孙还需要你呢。臣蓝玉拜见太孙，太孙千岁，千岁，千岁。拜见太孙，太孙千岁，千岁，千岁。什么个情况？我被册封为太孙，不是大喜事吗？他们怎么哭得好像咱快要嘎了一样？大孙喊平身，平身，谢太孙，谢太孙，谢太孙。督察院御史江启昌出言不逊，对上不尊，藐视朝堂，引诸臣斗殴，故罚俸半年，免去御史一职，以待留用。这叫斗殴？那什么叫挨揍？皇上，老臣不服。切，
大孙，今日是你的大日子，也是咱大明正式有太孙的日子，咱高兴，咱可允你写下一道旨意，以咱的名义昭告天下。皇爷爷，孙儿想建一座祠堂。祠堂？英烈忠义祠。祠堂内供奉的人是古往今来浴血奋战、守住我中原江山、为天下汉人争命的将士们。这些人将永世受天下百姓的香火。骠骑将军霍去病、李靖、李药师、岳武穆乃至本朝开平王几位国公都可入祠。还有千千万万个流血牺牲的将士们，有人可能只是无名小卒，但后世百姓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绩。英烈忠义祠外，孙儿还想立一块石碑，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会镌刻着所有为百姓而死的将士姓名，受人祭拜，千古流芳。太孙竟如此看重咱这些武将，臣贴家父叩谢太孙隆恩。好，大孙，咱没看错你，大孙所提之一甚好。开平王等人可都是咱大明的功臣，自然不能让你一个孩子承担，擅长。皇上，此事便交由户部与礼部承办，臣拼了老命也会把这英烈忠义祠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起来。此事便交由你督办。为什么？为什么？老天不公啊！太医，快宣太医！确认傅有德身体无事后，朱元璋直接宣布了退朝。不过几个时辰，在有心人的推动下，朱雄英请旨建祠立碑一事便传到了宫外。很快，整个应天府的人都知道了。随之传出来的还有册封大典上拦着朱雄英，不让他成为太孙的一众文官名单。江喜昌赫然在首位。狗娘养的，还敢不让太孙册封？看老子的道德砖！干，哪个小逼崽子做的？溜了！虎叔前日跟我一起做热气球的工匠呢，他们不是被太子殿下送去倭国了吗？被送去倭国了。送去倭国，爹就不担心那些倭国人造出宝船来劫掠我大明沿海居民吗？太子殿下说过，那些小国不过藩邦之地，别说送工匠了，就是送一条船过去，他们自己也不可能造出船来。咱这个便宜爹是不是太过天真了？小日子算盘打得倒是响亮，平白说几句好话就能得这么多好处。小爷要是让你们把东西带回去，小爷就不姓朱。我被人抢劫了，咱大明被那群藩奴抢劫了。哼，那群人如此不知好歹，竟敢欺负到太孙殿下面前。他们有我父亲的允许，但是有些东西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带走。太孙殿下放心，咱们不过是去城里喝点小酒，不小心捡回来点东西而已。醉酒打架，醒来也不记事儿。就是，反正东西都丢了，要钱没有，要命那也不给。太孙放心，这件事儿咱们一定干得漂漂亮亮的。太孙殿下，诸位前辈，这是要进城。你这不是废话吗？咱哥几个进城喝酒的。对，我们来喝酒。500人去喝酒，忽悠傻小子的。你放心，若是出了什么事儿，咱自己担着，与你无关。今日就算是咱们这些老家伙强行入城。兄弟们，进城喝酒了。咱要不要先喝2口，把这表面功夫做足了？做个球，兄弟们，按太孙的说法，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周边的几家酒楼挨门逐户地搜，别暴露出太孙的名号。记清我们的目的，除了藩奴，其他不要自找麻烦。是。500余人的声响几乎惊动了整条街。对于这样寻衅找茬的事情，他们这些人那可是再熟悉不过了。短短1盏茶的功夫，便传出来各种怒骂声。大夫，赶你个头啊！瞅啥呢？还瞅！殿下找到了。黑猫找几个没有动过手的老兵，将书籍都拉回兰家庄去。遵命。奉天殿，朱元璋此时正纠结着用哪一个儿子来杀鸡儆猴，免得藩王生出不该有的心思时，皇上，大事不好！太孙殿下让那些藩邦使节奏了。皇上，城里几乎要发生动乱，太孙殿下也不在宫中，还请皇上生财。哼，这还裁个屁！他爷爷的，咱自己的大孙子，咱都舍不得动一指头，竟让几个狗日的藩奴欺负了。二虎，取我龙泉剑来。皇上，此事尚未明确，是不是？是什么？我大孙但凡有一个好歹，我把他们都剥皮抽筋，吊城门上滋滋放血。尹国公府，老爷，不好了！太孙殿下被鸿胪寺的几个藩邦人给打了，城外的兄弟气不过都闯进城来了。来人，把我刀拿来！妈的，那群藩邦人的眼睛是瞎的吗？什么人都敢下手？要是让他们活着离开应天，老子绝不答应。杀出去！咱们淮西人什么时候受过这委屈？这天下都是咱们打下来，还能让个藩邦人欺负了？
他奶奶的，竟然在我眼皮底下欺负我的大外甥，那就送他们下去给我姐赔罪去。现在应天城中整个都乱了起来，集大国公府、侯爵、伯爵府几乎是倾巢而动。在路上，只要发现穿着藩邦衣物的人，就会被直接拖走暴打一顿。也有胆大的百姓，气不过趁群殴的时候，偷偷踹了藩邦人几脚。大孙莫怕，黄爷爷带你回家。大孙，你跟黄爷爷说，今日到底发生何事了？那些藩奴怎么欺负你了？黄爷爷，孙儿要参太子一本。雄鹰，爹刚刚也去救你了，还亲自踹了2个东瀛人几脚呢。切！大孙别怕他，你仔细说，黄爷爷给你撑腰。爹，您下令送给东瀛3国的那些书籍，里面凝聚的可都是我华夏先民一代代传下来的精华啊！每一本都蕴藏着无穷的心血，就这么平白送给外人了。雄鹰，你是觉得爹这事做的不对？当然。雄鹰，那些不过是一些奇淫技巧而已，便是送了又如何？你竟要因为这等小事参悟？那些小国得了这些又如何？还有那些工匠，在我大明，工匠乃为贱籍，他们若是去了东瀛3国，便可受国宾之礼，荣华一生，岂不美哉？感情这便宜老爹觉得自己做的一点都没错，甚至还是为了那些工匠好呢。大孙，其实咱觉得你爹做的也没错，你是不是反应太大了？好家伙，我说怎么除了农书，别的书都被送走了？原来还有人在这撑腰呢！不愧是父子，在对待东瀛这些小国的态度上，真是一脉相承的愚蠢。黄爷爷，文成公主和亲西藏的事，您知道吧？自然，说起来，文成公主也算得上巾帼英雄，为大唐和西域做了很好的纽带，可歌可叹。但您可知晓，西域原本雄踞高原之巅，山高路陡，并不与中原相接触，却在唐之一招数度入侵中原。西域之国当时并不比东瀛强多少啊！好像就是从文成公主入藏后，西域的国力才开始强大起来的。昔日大唐何其强盛，太宗被称为天可汗，说是万邦来朝也不为过。但因路途受限，大唐军队打不上西域，便只能交好。当时陪嫁了许多的大唐工匠与书籍。松赞干布又是一方雄主，利用这些书，使得人口增加，国力强盛。100年之后，西域越发强大，可大唐已经不是当时的大唐了。爹，昔日大唐未必不是来日我大明，这样您仍旧觉得把那些书籍送出去只是一件小事吗？这群藩奴，彪儿，大孙问你话呢，你倒是说呀！父皇，明明送书的时候您也同意了的，还是您拍板定下的呢？放你娘的狗屁！还敢把锅往咱身上甩？咱分明是让你随便赏点银子下去，什么时候说送书了？父皇，你那么抠搜，怎么可能送银子？你们听到咱说过那样的话吗？没听见。是啊，儿子自小耳朵就灵，爹若是说了，儿子肯定能听见。如此壮硕的鸡，其余的猴见了肯定能有效果吧？好啊，朱标，枉咱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一有事你就往咱身上甩锅。这要不是大孙特地点出来，咱和你就是大明的千古罪人了。后辈之人指不定怎么笑话咱爷俩呢。父皇，这是大哥，也不是故意的。咱让你说话了，这没你的事，别多嘴。二虎，那些使节关哪了？回殿下，在诏狱。领路，该死的藩奴，竟敢戏弄大明！哼，不教训教训你们，当我这个皇太子是吃干饭的呢？舒服。皇上，恁怎么非要到昆宁来如厕呀？切，你不懂，咱这是老习惯了，只有在这昆宁宫，咱才能拉得痛快。再者，这份水对农家人来说可是好东西，小时候咱爹都不让咱在外面拉。听着朱元璋肆无忌惮地讲着这些事，阿普只觉一阵阵恶心涌上来。天杀的，这是谁干的？哪个黑心干的不要脸的东西干的？竟然拿书当厕纸使！二虎，把人都叫过来，咱必须把人揪出来，是谁刚在里面大姐的？今日都有谁来了这里？还不说？那咱让锦衣卫好审审你们，看你们说不说？皇上饶命啊！今日只有太孙来过此地。去把太孙给咱带过来。大孙，这茅厕内的书可是你用的。大意了，都怪自己只盯着一个坑位上，这不就被抓了个正着吗？怎么不说了？往常不是很能说会道吗？皇爷爷，孙儿无话可说，是孙儿做的，实在是宫里的侧绸太硬了，孙儿用不下去。朱雄鹰，看来咱真是惯着你了。这侧绸宫里谁不在用？怎么逮你受不了？咱没想到你竟能做出这样的事。二虎，把太孙压下去，给咱重重的打。皇上，太孙年纪还这么小，这要是打坏了，哼，打坏就打坏，咱养着他还不动手。皇上，这怎么打啊？打20大板。等会儿打6板子好了，力度你看着来，别真打出事了。是。
住手！朱重八，你发什么疯？妹子，再不好好管教大孙，他就废了。他竟然拿书来当厕纸使，来日未必不会成桀纣。哼，那你打板子就是好好管教了。大孙可是你亲孙子啊。妹子，咱知道你疼他，但是今日之事，你说什么咱都得打。这些书从前可都是世家才能看的，寻常百姓想的一本都是登天难，堕金贵呀，结果背得这么浪费。妹子，你让开。朱重八，今日你动大孙一下，这皇后你干脆换别人当吧。正在二人谁也不肯相让的时候，朱标身后跟着个小太监来了昆明宫。雄鹰，爹忘了件事，早上兰家庄有人来给送了一大堆的纸过来，说是已经造好了，爹看着挺好，就先用了一些，现在才想起来。父皇母后，儿臣打扰到你们了。朱元璋的目光死死定在了那洁白如雪的纸张上面。这么些纸放在民间去卖，怎么也得30-40两银子吧？嘿嘿，大孙，你这一堆纸造价几何？这些纸是用树浆做的，造价很便宜。大孙，这纸啊你就卖你皇爷爷200两一刀。哼，疯了吧朱重八，让他谁都敢打。咱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为啥一直想打大孙？咱这臭脾气真是该改改。这是早上就送到了，你不知道给咱送过来看看？忘，啥都忘，咋不把江山社稷都忘了？怎么什么事情到最后都怪在我头上？这纸若是能量产，天下百姓就都能读起书了呀！怎么会这么软，这么舒服，又光滑又细嫩？这不就是天选厕纸吗？咱说呢，大孙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原来是跟着你学的。父皇，您说什么呢？你还有脸问？都是你把大孙带坏的，你这个当爹的不以身作则，子不教父之过呀！父皇，您不能什么事都往儿臣身上赖吧？而且这段时间雄鹰不是都待在您身边的吗？子不教父之过，那儿臣有过也是您的错。你还敢顶嘴了？咱说一句，你说10句，还把咱放在眼里吗？你给咱老实站住！切，笑话，真听了你的话，我这估计得躺板板，再见了您嘞。大孙，日后你皇爷爷再想打你，你就来找黄奶奶，我护着你。黄奶奶，其实这一次是孙儿的错，黄爷爷罚孙儿是应该的。大孙，这可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关键在于他敢打你，还动不动就想打，你信不信？只要这回他真的打了你，之后你再犯一些错，他肯定打得更顺手，还更心安理得。所以呀，一次都不能让他打。原来朱元璋竟然是这样的人。日子照常过，可这天气是越发炎热，出门甚至能隐隐看见空气中涌动的热浪。即便这样，朱元璋依旧是那个抠搜的老朱，不让用兵就是不让用兵。哼，就你们热，怎么东宫之人都不热？白家东宫，咱让你们见识见识，大明储君都不像你们这般奢侈。你们一个个的都和东宫这边学学，什么叫正经过日子。好家伙，大哥这排场搞得真大！我府上有个道言法师，没事念2句就已经烦得不行了。大哥找来这么多，真能受得了？你们小点声，让父皇听见了怎么办？三哥说的对，快往后少。做什么呢？贫僧见过皇上。父皇，东宫佛堂有鬼祟，儿媳被他折磨得快不行了，无奈之下才请黄觉寺的高僧来做法除妖。这帮高僧做场法事就要不少银子，这个天杀的吕氏还请了这么多秃驴过来，这得花多少银子啊？哼，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此地还是太子居所，哪个鬼敢来此地作祟？父皇，儿媳没说谎话，是佛堂，外面这么炎热，可是一进去就阴冷得很。逮捕！大孙，你给咱说说，这些冰是哪来的？皇爷爷，都是坑儿的错，是坑儿嫌夏日暑热，才求皇兄帮忙制的冰。你说这些冰是大孙自己制的？皇兄说，这是一种化学反应，消食遇水就会将水温降低，静置几个时辰就能结冰了，而且这消食还能重复利用呢。父皇，是真的，大侄子这脑子怎么长的，这都能想到，而且这消食还能重复利用，这和不要钱有什么区别？大孙，这消食制冰的法子你咋知道的？是前段时间在江作间研究热气球的时候，孙儿没注意将消食碰进了水里，结果第2天过去，发现盆里的水竟然结冰了。之后孙儿又做了几次试验，弄明白了消食或水的比例，暗暗记在了心里。咱这好大孙，难不成真是天选之子？这暑热的问题就被一块小小的消食给解决了。父皇，如此一来，儿子们用兵就可以不必这样节省了吧？哼，你怎么就不能和你侄子好好学学？他怎么就能有这么多发现？以虚长的这些岁有什么用？就在这时，黄觉寺的住持眼见气氛有些不对劲，便偷偷摸摸的开始收拾起东西来。停下！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得此妙法，此乃大明之幸啊！天降福泽，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能把钱退了吗？能把办法事的钱退了吗？皇上，这银子已经用了呀，这法器都是要钱的，
退不得啊。哼，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说可以退多少？2成。那便2成吧，明日咱必须看到银子。从朱元璋身上挣点钱可太难了。谢皇上，贫僧先下去了。你还想走？皇上，此处应该没贫僧什么事儿了吧？切，没事儿，你把退不了那8成的经给我念了。皇上，这东宫五鬼念什么经呀？那你们就为皇后诵经祈福，马上念。但这用的法器也不同啊。皇上要不再给点钱，贫僧这就回去。你就说你拿着这些东西能不能念吧？可以，我们马上就开始。咱就在这盯着，少了1分钟，嘿嘿，你们懂的。今后宫里的生意再也不做了，这特娘的老猪头也太抠了。那个吕氏为何这般害怕鬼？在紫禁城中，除了几个早夭的皇子之外，去世的也就只有常氏了。难不成？可别叫咱带到你的马脚。如果被咱找出来，咱可就不会顾忌这是彪的家事了。皇上，娘娘她……你说妹子怎么了？皇上，娘娘今早起来后便说头疼，太一会儿没到，娘娘已经晕过去了，好像……好像怎么了？好像病情已经恶化了，有很长时间了。走，去坤宁宫。妹子身子为何会这样？回皇上，臣等罪该万死。今年4月之后，皇后娘娘就不许臣等为其把脉，还下了死命令，绝不让臣等将此事说出去。混账东西！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胆敢隐瞒下来，你们确实罪该万死。重八，妹子，咱在呢，你可算醒了，吓死咱了。你现在觉得如何？重八，生死有命，我的寿数要到了，我知道你的性子，我要是吃了太医开的方子的药好不了，你肯定要迁怒他们，我不想连累这些人。重八，你且当我是在为子孙积福了，行吗？妹子，你咋可能走在咱前面了？你就是病了，乖乖吃药就好了。咱哪有你说的那么蛮横？咱还让黄觉寺主持领一众僧人给你祈福了呢。佛祖会庇佑你的，你吃了药很快就能好。妹子的身子究竟如何了？给咱如实说来。重八，别深究了。妹子，咱不深究了，你只管好好养病，成不？黄奶奶都来了呀，幸好你们都没走，临走之前有你们陪着我，我就算是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黄奶奶要食言了，见不到你长大，你要好好的。黄奶奶，孙儿有药。大孙，你的心意黄奶奶收下了，可黄奶奶若吃了这药病情加重，那些言官会如何弹劾你？黄奶奶自己知道自己的身子如何，这药就不必了。黄奶奶不想临死前还因为自己让你背上污名。我马秀英这辈子唯一不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嫁给了朱重八。妹子，咱也不后悔娶你，给咱发黄榜，无论何人，只要能治好咱妹子，封万户侯，赏金1000两。因着马皇后缠绵病榻，整个皇城都似一潭死水般沉寂。附近有些名气的大夫全都被请进了宫里，夜深方歇。然而马皇后的病情并未好转，反而一天天衰落下去。皇后的病究竟要如何治？你们今日必须给咱想出个法子来。回皇上，娘娘之疾乃是常年累月殚精竭虑、忧思不畅所致，公务繁杂。娘娘是生生累成这样的，身子都熬干了，恐怕……你的意思是，皇后已然要是无医了？皇上息怒，还不快去给咱妹子诊脉开方子？咱告诉你们，若是皇后有半点差错，你们的命也不用要了。是。你咋不叫咱一声，就让咱睡了？皇上，您已经1天1夜没合过眼了，再这样下去身子受不住啊！这会儿好不容易打个盹，小的不忍心叫醒。下不为例，咱要是再睡着，你立马给咱叫醒，否则咱重办你。妹子的身子如何了？可好些了？娘娘一直处于昏睡中，先前臣等熬的汤药灌下了一些，可刚刚娘娘竟是连汤药也喝不下了。这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能灌进去药，就说明病人还有求生的希望。可现下连药也喝不下去，怕是临死不远了。一群废物，连这点事都办不好，谁能让皇后喝下去药？有什么要求，咱都满足你。皇上，臣等无能为力。废物，你们该死，都该死！咱杀了你们，都是废物，一堆没用的东西，咱要你们有何用？妹子身子还好着呢，你们凭啥说她已经病入膏肓了？是不是当真以为咱不敢杀你们？皇爷爷，孙儿真能救治黄奶奶。大孙，快告诉咱，你有什么方法？皇爷爷，用这个。胡闹，哪有大夫用这种东西治病的？皇爷爷，您相信我好吗？父皇，雄鹰是什么样的孩子，您也清楚，他肯定不会拿母后身子开玩笑的。您要不……试试吧。如果，那就把知情者都杀了吧，咱不能让大孙身上有污。
皇后情况如何？皇上，如果按目前的情况看来，尽管皇后娘娘不能马上痊愈，可性命已经算是保住了。不过等到娘娘苏醒，必须要好好调养。那是自然，必须要好好调养。这一回谁都不能帮着皇后欺瞒咱。皇兄，你带我们来这干嘛？给吕氏送一份大礼，把这间房外面都给我糊住，动静小一点。太孙，这太子殿下可在里面？不在，放心好了，出什么事我担着，你们只管干活就行。没一会儿，吕氏寝宫的正面就被几人用混凝土封得严严实实的。搞定，闪人。第二日清早，吕氏只觉得这一觉睡得格外的好，居然没阳光照了眼睛，耳朵边上也清静。但等他彻底清醒之后，发现整间屋子还是漆黑一片。哪个小笔崽子将本宫的窗给封住了？呀！真是反了天了，居然还敢拿石头堵在本宫殿前！来人啊，快给本宫把这大石头挪开！能将这么大石头一晚上就堵在寝宫之前，这天底下除了朱元璋，再没旁人能办到了吧？父皇，儿媳知道错了，儿媳再不敢犯了，您饶了儿媳吧。父皇，儿媳就算有错，也罪不至死啊。父皇，儿媳有错，您饶了儿媳吧。娘娘，娘娘在里面，娘娘放心，奴婢这就找人来救您。哇不得了，不得了！这么大，居然正好把寝殿堵住了。父皇，儿媳知错了。好了好了，别磕了，你认错的诚意咱收到了，可这石头不是咱搬过来的，你再向咱认错也没用啊。你们可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来的？皇爷爷，是大哥昨晚带我们来弄的，只是昨晚糊在墙上的像是泥巴，谁知道过了一夜竟然变成巨石了。泥巴变成石头了，这是真的？那也太神奇了，去把大孙叫来。没过多久，朱雄英就被带到了朱元璋面前。听着孙儿们的形容后，朱元璋立马意识到了此物蕴含的巨大价值。大孙，此物真是你搞出来的？得，看样子被卖的裤衩子都没了。皇爷爷，是孙儿将此物命名为水泥，此物颇有妙用，可以拿来修路筑桥、盖房子、建城墙。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将此物与水混在一起，就能让沙粒和石头聚合在一起，再用竹子或木头作为支撑，等待一段时间凝固后，就会变得异常坚固。哇哦！这个叫水泥的东西可真是个大宝贝啊！雄鹰，此物虽好，可你怎么将你小娘的寝宫给封住了？此事先不谈，咱想试试这水泥究竟有多坚固。父皇，父皇，儿媳还没出去呢。去。把神机营的红衣大炮给咱抬一门过来，再将韩国公、信国公、魏国公给咱请进宫来。红衣大炮，父皇，您先让儿媳出去啊！你嚷嚷什么？大孙说了，这水泥坚硬的很，大炮都轰不开的。父皇，太孙还是个孩子，若是说的话不准，这东西一砸就碎了呢。你也说了，大孙还小吗？出了什么错不是很正常吗？父皇，吕氏好歹有生育之功，这一炮下去真出了事。够了，闭嘴吧！咱也没说不救他出来呀！拿锤来！吕氏，你看这真不怪咱不救你，拿锤子砸着水泥一点事都没有，怕是拿炮轰才行。朱标犹豫着想为吕氏说句话，结果被朱元璋一个眼神横了回去。半个时辰后，李善长三人赶到了东宫。皇上，这是何物？这是大孙新研究出来的，叫水泥。咱刚抡着大锤往这上面狠砸了一下，连个裂纹都没有。这面墙昨夜还是一堆泥巴呢，今早就变得如此坚硬了。哇！皇上，此物若是用于军中，那北方鞑子还有何惧？我大明无敌啊！目前还不知坚固程度究竟如何，咱让人把红衣大炮拉来试试。皇上，让咱来吧，咱想试试。行，老二你来。父皇，儿媳还在里面呢。皇上，太子妃还在里面没出来。老二，你加油，不会出事的。可恶，好你个朱屠夫，自己想杀人家，干嘛让我点火啊？太子把我给记恨上了怎么办？老二你也太磨叽了，当年孤身上阵的胆子呢？这点小事都不敢动手了。皇上，这怎么能一样呢？哪里不一样？让开，我来。这么短的距离啊，若是换成别的东西，早就被炸没了。这水泥当真如此坚固？皇上，这水泥真不是石头做的吗？这硬度和花岗石也没什么区别了。大孙，给你这些爷爷们介绍一下这水泥是咋回事，让他们这帮小老头子多长些见识。是。太孙，那此物遇水之后可会再溶解？
不会成型之后就轻易不会被摧毁，但若是连日泡在雨雪里，长年累月下来，表面会有裂缝或是沟壑。此物当真神奇。皇上，待下次北伐之后，咱带着这水泥直接把北原汉庭给糊住。切！你那脑子也就能想到这些了，你怎么就不想想？若是像泰森所说一样，此物拿来修路筑桥，通往北原的路岂不是一马平川？北原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咱的兵马已经杀过去。你说的对呀，粮食辎重能跟上大部队，咱把大明那些兵全给拉到草原去打仗，不信打不死那个鞑子。说到最后，汤和仿佛已经预想到攻占北原汉庭时的场面了。洪武5年，临北之战是徐达北伐时的一个污点，当时他在莽原鞑子手里吃了不小的亏。皇上，这路得快点修啊！今年剩下的时间全拿来修路，明年春天咱大军就开过去，干死那些鞑子。修路筑桥，大功德也。泰森促成此举，福泽万方，真是圣人之行啊！是急是急，该赏咱大孙。父皇，雄鹰虽有功，可对吕氏。哼，几个长辈都在呢，哪有你说话的余地？送你一个字，滚！咱得多轰几炮，这才能试出水泥究竟有多硬嘛。皇上，咱也想试试，你让咱来放上几炮。行，你来。皇上，害损过功业，快退！捉炮要炸了。兵部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这大炮怎么说炸膛就炸膛？皇上，此事不能全怪兵部。老臣先前查阅了蒙元还有陈友谅他们的火器记录，火炮火器的炸膛率一直居高不下。哼，没法子改进一下吗？能改是能改，但改过之后还不如现在呢。用铜制炮可以减少炸膛率，可大明铜矿一直不多，若是拿来铸炮，为时甚迷啊！大孙，咱来考考你，咱大明那些火器炸膛率太高，你可有解决的办法？皇爷爷可以用钢啊，钢那么坚固，不会轻易炸膛的。泰森始终还是个孩子，也有不懂的事情啊。以钢铸炮，整个大明都没多少钢，哪里承受得起？大孙，法子不是这么想的。如今咱大明连铜铸都不行，钢就更不行了。皇爷爷之前是不行，可是我们不是有水泥了吗？水泥又如何？朱元璋话说到一半又收了回去。朱元璋也大概了解过，熔炉越高，能出的钢就越多，所以很多铁匠都在费尽心思的想把熔炉修高，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想法一直没得到实现，熔炉高度受限，成钢率也就一直受限于如今的产量。皇上，泰森说的对啊，我们有水泥了，完全能把熔炉试着修高。大孙，皇爷爷错怪你了，擅长此事你去办，那可是钢啊，钢越多，大明武器便越锋利，越所向披靡。遥想日后，咱大明的军队骑着骏马奔驰在水泥路上，拿着红衣大炮，杀得北原鞑子屁滚尿流。快在！皇上，咱离开之前得借您的地方梳洗一番才行啊。好了，一起去，走吧。咋回事？我这脸怎么洗不干净了？皇上，老臣年纪虽上来了，可也还是要脸面的，总不能一直黑着脸示人吧？咱这张脸就没白过，黑就黑吧，咱不介意。咱跟你们可不一样，等妹子醒了，见到咱这张黑脸，要是被吓到了怎么办？皇爷爷，孙儿有法子能洗掉你们脸上的脏污，用这个。大孙，这是你们用用看。随后，朱元璋无师自通一般的将泡泡往脸上缩去，一下子缩下许多灰来，感觉脸上舒服很多。哈哈哈，这东西好啊！泰森真乃神人也，用猪油和草木灰这等东西，竟做出了如此神物。没想到咱老徐有一天也能爱上洗澡。用吧，用吧，多用点。接下来就是验证你们家庭地位的时候了啊！皇上，娘娘醒过来了。妹子啊，妹子，你终于醒了呀！哼，我看我醒的倒不是时候。妹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咱盼着你能醒过来，盼了这么久，怎么就不是时候了？切，我看你是盼着我早点死了，好给你的新欢腾地方。妹子，你说啥呢？咱咋听不明白？哼。朱重八，你是不是当我不记得你之前说的话？我记得清楚的，你说等我死了，你就立新的皇后，还立2个。妹子，咱那都是气话，你这会儿再提起来，不是往咱心上插刀子吗？你病了之后，咱衣不解带的照顾你，看咱这脸憔悴的，还有咱累的都出了一身的臭汗，不信你闻闻。我这鼻子可没病，一点不臭，挺香的。妹子，你误会了，咱这香味是洗澡洗的。朱重八，你要点脸，威儿还在呢，你把洗澡的事拿出来说做什么？不是，咱是和善长彪儿他们一起洗的澡。胡说，你们几个人都是一个德性，就韩国公一人爱干净，剩下的都得把刀架脖子上才能洗一回澡。妹子，你怎么就不信呢？是今日泡汤炸了，弄得咱一脸灰，所以才洗的澡。朱重八，我发现你现在编故事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你想迎新的妃子进宫，我也不会拦着你
你直说就是了。妹子，你别污蔑咱啊！污蔑？那你倒是说这股香味是哪来的？朱元璋这会是有嘴也说不清，他算是明白为何总有人喊冤了，因为被冤枉的人是真委屈啊。而这戏剧性的一幕，以另一种形式又出现在了韩国公府、信国公府上。汤和，你是不是想休妻？你直接写一封休书给我，干什么要这么恶心我？休什么妻？我今天进宫出了点事，和皇上一起洗了个澡而已。汤和，你有种，现在找借口都这么敷衍，老娘一刀砍死你！李善长，你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头发都白了，竟然还去秦淮河逛？谁去秦淮河了？咱今日进宫了，你不知道？好啊，你还敢拿皇上当借口？哎呦，我真是没脸再和你做夫妻了，咱今儿就同归于尽吧。然而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朱雄英却在忙着别的事情。坑弟，日后皇兄大概不能经常来见你了，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呀。皇兄，为什么啊？是皇爷爷给你安排了什么任务吗？坑弟也可以帮你啊。你能帮我啥啊？糟老头子要我去读书，我能怎么办？文华殿内有没有先生对你不好？膳食可还吃得习惯？皇兄为何要这么问啊？你出什么事了吗？我如今剩不下多少时间了，倒是你时间还长，这段时间多去看望一下皇奶奶。对了，记得告诉威尔，日后性子切莫这般刚硬，软和一些也好。皇兄恐怕不能随时随地为你们撑腰了。皇兄不会真出事了吧？亨弟，你倒是说文华殿的先生究竟好不好啊？皇兄，先生们都很好，他们严厉一些也是为了坑弟的学业着想。膳食吃着也还行，毕竟都是一个御膳房做出来的，就是吃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新花样。行，你这么说，我倒是松了一口气。你好好养病吧。话落，朱雄英便板着一张笑脸离开了院子，但他并未察觉自己今日这一番突如其来的表现和问话被朱允腾曲解成了什么样子。坤宁宫内，马皇后和朱元璋还在为朱元璋身上的香味争吵。妹子，你怎么就不信咱的话呢？咱真没去找什么狐狸精。皇爷爷，皇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大孙出事了。朱允腾把朱雄英今日找他来说的话完完整整地又说了一遍。朱元璋听完后心里有些慌了。妹子，大孙那么聪明，是不是他发现什么端倪了？你还在这傻站呢？快去看看大孙呢。妹子，你身子还没好，再折腾严重了，咱这就去。明明刚刚在玉清池，大孙还是好好的呀。什么时候了还玉清池？快去找大孙。这就去。二虎，你知道太孙现在在哪吗？皇上，刚刚屋门传来消息，太孙宣召梁国公进了宫，现下应在东宫。走，咱去东宫。舅老爷，这些方子你找时间送去兰家庄吧。太孙，您叫咱来就为了这事，您出宫一趟不就好了？我恐怕没时间了，这几张方子比不得玻璃那么高的利润，就不让那些弟兄上手做了，改成监工，另召集一些穷苦但品行好的百姓来做工，也算是给他们一个生计。太孙，您出什么事了？莫非皇上责怪您了？老臣去帮您求情。皇爷爷没有责怪我，是，到时候舅老爷就能知道了。我还有事要交代给旁人，您先把方子送过去吧。电光石火间，蓝玉脑海中浮现出刘伯温批给朱雄英的短命之卦。莫非这就要应验了吗？这怎么能行？太孙，您放心，您交代的事咱肯定漂漂亮亮的给办成了。没想到临死之前，外甥孙这么挂念兰家庄那些弟兄们，咱一定得把这事办好。皇上，咱大孙怎么了？蓝玉把大殿内朱雄英所讲和朱元璋重复了一遍。你跟我来，别叫大孙看见我。就知道看奏折，大孙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看？雄英怎么了？赶紧滚，别在咱这碍眼，看到你就生气。滚，看到你就生气。皇上，太孙真是个好孩子，老臣眼见着太孙变成如今这样，实在是心疼得很啊。从东宫出来，蓝玉终于压抑不住心里的悲戚，克制不住在奉天殿放声哭了出来。我那外甥女小年纪便去了，撇下了3个孩子，都是咱这个当舅老爷的没本事啊，怎么就让咱苟活至今啊？争气的时候咱就该战死了。皇上，您瞧瞧，这么好的孩子，老天不公啊！蓝玉，咱和你说，刘伯温刚开始这样说的时候，咱是不信的。咱想着等婴儿正式成了太孙，也许老天爷就会开了眼，不将婴儿这么早接回去了。可事与愿违啊！这刘伯温啊，还是那么神机妙算，怎么就不能是一回手呢？皇上，刘伯温今在何处？你想做啥？
咱跟你说，大孙这命数是天定的，况且咱们这帮好兄弟和他关系本来就甚不好，你可别乱来呀。在朱元璋看来，天底下也唯有刘伯温能救上一救大孙了，他可不想蓝玉一个冲动之下对人做出点啥事来。皇上，咱是那般不知轻重的人吗？他刘基当年诈死咱们几个兄弟，昔日确实是对他多有得罪，咱去跪下求他，只要能救回太孙，别说磕头了，就算要了咱的命，咱也愿意。皇上，您就说出来吧，咱是太孙的舅老爷，这时候不去还啥时候去啊？二虎，你和梁国公一起过去。诸位兄弟，大哥先给你们赔下罪，但咱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太孙死啊！大哥这回来是请你们一起去给太孙正命。大哥您千万别这样，咱实在没办法了，太孙怕是已命不久矣，可这天底下还有一个人有希望能救下他，只是咱们得过去向那人赔罪，一些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你还没说那人是谁呢？刘基刘伯温。闻言，众人面色有些不好。刘伯温诈死一事，他们早就知道了。当年刘伯温病逝后，陆仲亨几人还在刘伯温灵堂上大肆庆祝过。大哥，咱先前把刘伯温得罪死了，让他原谅怕是不容易，可咱这条命是太孙救下来的，咱也得为太孙拼命一次。对啊，太孙救了咱的命，给那老不死，不是刘伯温跪下认错又如何？兄弟们，这份情咱记住了，日后必报。诸位随我来。刘先生，今日咱哥仨来给您赔罪了，昔年多有得罪，还望您别计较。各位将军，你们认错人了，我只是卖茶的，哪里会认识你们这些权贵呢？从前种种不是，都是我蓝玉的错，只求刘先生救我生孙一命。万万不可如此，老朽不过是个将要入土的糟老头子，您几位可是万人莫敌的将军啊，老朽真的帮不上你们什么，快起来！莫非也要咱跪下求你吗？伯温，皇上，你现在承认你是刘伯温了？大意了。这位客人，您若是想要喝茶，这也有一些上等的茶叶，但是老朽真的不认识什么刘伯温。刘先生竟然连皇上都不认吗？但是若是各位需要老朽帮些小忙，老朽也愿意尽些绵薄之力。伯温可记得这个八字？此人可是皇室中人。怎么忽然少了一枚铜钱？古往今来，只有千古一帝或是圣人将士，天不敢言，卦不可算。有此卦者，不是帝王之相，便给圣贤之名。可这帝王相怎会与圣贤名交合在一起？先生，咱婴儿到底是啥命数？你快说呀！此人命数不凡，天道无常，老朽卦数有限，不敢窥测。不过，若是此人没有早早夭逝，将来必为我大明盛世之明君，须能创下古往今来未有之大变革啊！那咱雄鹰现在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或是劫数？今年此人是有一个劫难，若是能平安度过，那自然一顺百顺；若是过不了，就是早夭之命。事已至此，老朽也无能为力，只能靠家人多多照顾，以防不测。那先生可知这劫数从何而来？主父辈，是来自上一辈的恩怨了，其他的事情多说无益。行了，那咱这就回宫，好好看着婴儿度过此劫。走了，孙儿，快收拾收拾，这地不能再待了。收拾东西，咱马上回青田老家去。刘氏嗤笑，听到爷爷的话，二话不说就去茶棚后面收拾东西了。爷爷，马车也叫好了，咱们走吧。天意啊，这就是天意啊，走不了了。老人家年纪已经大了，绝对不能打，一打就没了。这可是亲爷爷。离开茶棚回城的路上，朱元璋一众人沉默下来。父辈之节，这不是明摆着是在说朱标吗？彪儿，咱知道你是无意的，可大孙的命最重要，咱只能先委屈。太孙的劫难来自于主父辈。父辈之节吗？彪儿，咱知道你是无意的，可大孙的命最重要，咱只能先委屈你了。太子殿下，咱知道您宅心仁厚，可咱的心里还是太孙更重要。日后若有什么事，只好委屈您了。不止蓝玉这么想，陆仲亨等人也是这么想的。在这帮淮西武将心里，太孙的劫难来自于主父辈。父辈之节吗？彪儿，咱知道你是无意的，可大孙的命最重要，咱只能先委屈你了。太子殿下，咱知道您宅心仁厚，可咱的心里还是太孙更重要。日后若有什么事，只好委屈您了。不止蓝玉这么想，陆仲亨等人也是这么想的。在这帮淮西武将心里，朱标的地位早已经被朱雄鹰超过了。我怎么感觉后背凉飕飕的？殿下，太孙天资奇绝，册封典礼上一时是老臣僭越了，可太孙性子顽劣，须得良师教导，此事宁可要和皇上细细思量啊。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父皇先前说过，已经为雄鹰找到一位先生，
大概今日就要进宫了。等父皇回宫姑再仔细问问。教育太深乃是国之重事，万不可疏忽啊！老臣也是盼着太深能与殿下一起开创我大明盛世。臣等附议。听着这些文官赞同的话，朱标也是暗暗放下心来。正在此时，朱元璋身后跟着一群淮西武将，黑着脸进了奉天殿。父皇，您干嘛这样看着我？儿臣脸上可有脏污？没有，批你的奏折去。这都是什么毛病？父皇这出宫一趟，怎么变得奇奇怪怪的？还有梁国公这些人也是，我安安分分的在这批奏折，没惹事儿啊。父皇，儿臣想问您一件事，是和雄鹰有关的。你闭嘴！日后大孙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就算你说了，咱也不会听的。殿下，以老臣看，在太孙的事情上，您还是别过问了，对您对太孙都不好。正是，殿下您就听皇上的吧，千万别再管太孙的事了。你们听听，你们在说什么？老子是他亲爹，我不管谁管。父皇，儿臣是想问您为雄鹰找的那位先生，对方是何人啊？莫非大孙的结束是印在这里？是朱标在教育方面把大孙养歪了，才害了他？没有先生，咱大孙那么聪明，哪用得上先生？让大孙跟在咱身边学学就行了。明明先前还说给朱雄鹰找到一位合适的先生，不会就因为我问了一句话，临时变卦，决定自己亲自上手教人吧？江爱卿，方才你不是说要好好和父皇商讨一下此事吗？我没有，别瞎说啊！殿下，您真是还苦了老臣啊！那帮莽夫们可都虎视眈眈地看着老夫了，老夫敢多说话吗？那要是哪个话不合他们心意，怕不是今日又要还着出宫了。皇上，臣等以为有关太孙教育一事，须由皇上圣裁，臣等还有事要忙，都先告退了。算你老小子识相，要不然……父皇，那儿臣也告退了。你给咱停下，咱同意你告退了。切！满殿里都是和你一个想法吧？我还留下干嘛？等着被喷吗？溜了溜了。奉天殿内，这场父子君臣之间的对话已经悄然传到了宫外，真真假假被掺杂了不少的东西。皇上昔日多英明一个君主啊，怎么老了反倒犯起糊涂了？就是太孙这孩子，咱们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个好的，等他成了皇帝，咱们这些百姓可有福了。若是被皇上被宠溺的，成了那等昏君，这可如何是好？诸位，我愿去敲灯文谷面见皇上，可有人愿意同往？兄台一起。混账！咱何时成了这些百姓口中那种人了？咱怎么就成了一个溺爱孙子、失去理智的老糊涂？这肯定是那群江南士族搞出来的把戏。大孙，咱错了。咱错了，咱给你找什么先生啊？这天底下还有谁比咱有资格教你啊？老朱怎么突然想通了？就应该这样啊！干嘛非得给我找个先生来约束我？皇爷爷，孙儿觉得您说的对，那些先生哪有您厉害啊？孙儿想跟着您学。但别人可不这么想，你爹反对，文臣言官也反对，就连应天的百姓们知道此事后也反对，说咱太过宠溺你。皇爷爷，孙儿有一句话说起来有些大逆不道，但现在没有外人，孙儿便直言了。正是，大孙你有话就说，别藏着掖着，皇爷爷还能怪你吗？皇爷爷，孙儿觉得爹做错了，这天下谁都可以误解皇爷爷，但爹不行，因为是皇爷爷一手将爹养育成才的，天下人看不到皇爷爷的苦心，难道爹也看不见吗？爹错就错在他从未站在您的角度设身处地去想，明明爹才是最应该站在皇爷爷这一边的人，从古至今只有您才是真正的与那些底层百姓站在同一战线的皇帝。知音啊，大明立国15年，咱一直想让那些百姓过上好日子，可咱做的事也还有许多百姓不理解，甚至觉得咱是个暴君。皇爷爷您别担心，孙儿不用几天就把那群人全都给收拾了。舆论战骂小黑四。刘伯温真乃神人也，起卦效果这么立竿见影的吗？太孙这状态比前些天不知好了多少，难不成真是太子与太孙有害？舅老爷，我刚刚说的那些你可懂了？懂了，太孙，你想怎么办，咱都帮你。舅老爷，我刚刚说的是，我想建一间报社，就叫大明民报，然后请几位世子来写稿。另外，第一篇稿子我已经想好怎么写了，等我写完就送去兰家庄进行刊印，争取几天内就能出报。行。卖报！城外兰家庄几十头母猪夜半嚎叫，现场采访目击者，我公半夜被赶出家门，究竟为哪般？是人性的不堪，还是道德的扭曲？大明民报不仅仅有朝中大事小情，还有百姓的家长里短，不多时便受到了整个应天百姓的强力追捧，一种八卦之魂在应天百姓的心里升腾起来。儿子，你进学堂念书也有几年了，今天就看看你学的怎么样，给爹娘念念报纸上都写了什么。
魏国公身上忽然带有奇香，夫人以为他与人厮混，将其锁在门外，敲门整夜。你怎么不读了？蓝家庄母猪的事你还没给我们读呢。我刚刚可都听见那送报的报童说了，你咋不给我们说呢？爹，报纸后面就只有福生珠宝的宣传了，再就是一些别的小事，蓝家庄那事儿得等下一期了。那什么时候出下一期啊？报纸上写要7天后。7天1期，这也太慢了吧？我们家里也不敢这么休息。不久，满城百姓的好奇心都被勾起来了，全城人都在瞧熟一胖报童的再次到来。有些人急得上火，嘴里都起了水泡。没想到不止咱被妹子熊过，这薛老三也进不去家门，咱就觉得那几天他怎么黏黏的。大孙果然厉害，能想到此等妙法。有了此物，就相当于朝廷在百姓中有了可以自由操控的喉舌，那一些舆论就不会再被文人士族随意摆布，这就相当于直接动摇了天下士人的根啊！这报纸一普及起来，有些人被地里的努力怕是要打水漂了。第2期大明民报发行之后，一时之间就在应天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开头仍然是大量的劲爆新闻。震惊！同吃共住12载，竟不知身旁战友是女子。妙龄少女遭遇凄惨，老人看了心惊，小孩看了流泪。然而在报纸最先演出的版头，有着一个更为醒目的标题：皇室储君教育之困境。天下到底有没有比皇上更明白为君之道的人？没有什么比皇室秘闻更能令百姓们激动的了。世上会有比咱们皇上更明白怎么当皇上的吗？可不，太让人生气了。要是真有哪个迂腐的将咱们太孙叫成昏君了，我们可怎么办？这报纸上可是说了，不用那些有名的儒者教出来的开国君王都是一代明君，反倒是那些腐儒容易教出来昏君。几位老哥哥可看了最新的报纸？朱元璋正好问到了几个老头的心坎上，几人瞬间打开了话匣子一般。我可早就说过，这事根本就不是咱皇上你矮孙子，这世上还有比咱们皇上更懂为君之道的吗？谁说不是？这往上数，哪有一个皇帝能做到如此严厉的惩罚贪官污吏？百姓都可以直接捆了贪官送到阴天来。要是真叫那群腐儒把我们太孙殿下教坏了，可怎么好？现在的年轻人总不愿意听老人的话，这回知道了吧？3个老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把朱元璋饿坏了。不论如何，只要得了百姓的肯定，不管事情多难，朱元璋都敢做。征战蒙元是这样，收拾贪官污吏更是这样。东宫，这大明民报肯定就是朱雄英的手笔。可是你特娘要是不想去学堂，就直说便是。你这写的这些个东西，让百姓们看了背后得怎么议论你爹啊？不行，今天非得揍他一顿不可。朱雄英，你还把老子当你爹吗？小兔崽子，你在那报纸上这般编排姑，让天下人如何看待姑啊？爹，您先把棍子放下，您不是自诩文人吗？动粗可不好。闭嘴！你再能言善辩也没用。姑打听清楚了，父皇不在宫里，母皇喝了药，这会儿正武气呢，可没人能帮你说话。朱标敢这么大张旗鼓找上朱雄英，当然是知道朱元璋老两口短时间内赶不过来。你个逆子，知不知道姑的一世清明都让你毁了？不狠狠揍你一顿，你是不会长教训的。爹，您真要动手？儿子正打算把先前写的稿子换掉呢，您若是耽搁了时间，旧的稿子明日可就要发行了。阴天13钗与太子朱标之间的爱恨纠葛，朱雄英，你要是敢发出去，姑饶路了你。爹，您别生气啊，儿子这不是在写新稿吗？新稿是什么？这篇文章中以一位旁观者的口吻叙述了朱标每日所做之事，对比起前一篇的猎奇，这一篇显得很正经，且字里行间中显露出对朱标的赞扬与崇拜。就是这篇文章只写了大半，还没收尾。爹，儿子这篇文章是不是写的还不错？笨。所以啊，您别想着再对儿子动手了，不然儿子这篇新稿写不完，应天百姓们看到的就是那样看了。雄英，你这是什么话？爹平日里最疼你了，怎么会打你呢？好大儿，爹不打扰你，你快接着写吧。切！雄英，这之后你想怎么写啊？你要是没思路的话，不如爹来帮你吧。爹当年也是个笔杆子啊。多谢爹，但是儿子已经有想法了。好好好，你写吧，爹替你捏捏肩。皇上出事了，太子殿下拿着根棍子，气势汹汹了就去了太孙的寝殿。他敢！想到刘伯温说过的富贵之血，朱元璋急忙就要赶过去。咱也得拿个武器，看他敢不敢对大孙动手。很好，就是你了，上次用的挺顺手。雄英，为父觉得功过武帝这句是不是太夸大了一些？不如改成千古明君呢？爹，您还不是君呢。那算了，不如在这里加上一句最精通文墨的储君，你觉得呢？爹，您觉得您有李后主写的词好，还是写得出唐太宗那句疾风知劲草，反荡时忠臣？雄英，太宗也不是储君啊，
你写，为父不多嘴了。咱是起床姿势错了吗？这里面的人真是朱标，他在咱面前都没这么谄媚过。哎呦啊！这么疼是真的。我儿小年纪这手字就写得相当不错，真是厉害。写了这么久累了吧？魏父已经吩咐御膳房做到枸杞猪蹄汤，给你好好补补。算了，大孙没事就好，我还是不打扰这父慈子孝的一幕了。整整2个时辰后，这篇父子协力完成的大作终于完成了。上面全都是2个人字斟句酌写出来的对朱标暗戳戳的吹捧，既歌功颂德，又写得不算太直白，深得朱标的心。雄鹰啊，不愧是咱的好大儿，写得真好啊！只要这篇文章刊印出去，整个应天府的百姓都能看见。到那时，不知有多少百姓会追捧起古往今来最为贤明的大明储君呢。难怪那些昏君那般看重奸臣呢。好听话谁不愿意听啊？被人夸真的很爽。朱标美滋滋的离开了朱雄鹰的住处，至于跟他来的棍子，早就被抛在脑后了。朱雄鹰忙完一看时间，发现已经过了申时，已经过了他和蓝家庄约定好送新稿件的时间。这下糟了，真是对不起了，便宜爹，你想扬名还是等下次吧。这次的稿件改不了，样刊已经开始刊印了。大明民报发行之后，彻底点燃了应天百姓茶余饭后的八卦之火。只是一件事物的存在，有多少人喜爱，便有多少人嫉恨。嫉恨的人中，由于那些有些学识的文人视死为罪，这些人一般都是些屡试不第的举人或秀才。尽是粗鄙之言，竟也能登上这所谓报纸。张二柱，你别以为考上秀才就高人一等了。你看不起这粗鄙之言，那我考你，你可知道蓝家庄的母猪夜半嚎叫是因为什么吗？母猪集体夜半嚎叫，据说蓝家庄内都是一些退伍的军汉，莫非是他们兽性大发了？禽兽啊，这谁能知道？不过想来定是什么不雅之事。那报纸上刊登的便是这等事情吗？张二柱，你跟报纸上说的一样。是啊，这心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报纸诚不欺我。张秀才，快收起你那些粗鄙的猜测吧。人报纸上写得很清楚，那些母猪嚎叫是在配崽呢。过几天，小猪崽就要出生了。你们谁心脏呢？他取这样的标题，不就是为了引人注意吗？如此谬误之言，真是我大明之害。好啊，居然有约稿函，无便让你们看看究竟什么才是好文章，不是什么猎奇搞噱头的东西能比的。回到家后的张秀才胸中激荡，灵感迸发，一篇锦绣文章一气呵成。趁着天还没黑，连忙赶进了城内，交到了大明民报投稿处。第2日，张秀才可在家？我就是，您叫我有事。张秀才，您昨日投的稿件被选中了，咱是来贺喜的，顺便帮报社来送稿费。这里是2两银子，您收下吧。这怎么好？银子你收回去。报社录取了我的稿子，刊登出去是替我扬名之举，如何还能再收报社的银子呢？张秀才收下便是，这稿费是您应得的，我还赶时间去送下一份稿费呢。收下吧，张秀才，咱打小看你就是个有出息的，果不其然啊，真给咱大怀村争气。不得了啊，张秀才的稿子被大明民报收录了，岂不是整个应天府都知道张秀才之名了？哈哈哈哈！下次科考，张秀才说不定就成张举人、张进士了。奉天殿又是一次朝会，朱元璋正跟大臣们商讨着征西勋的奖赏。沐英旗下大军可是打了个大大的胜仗回来。自唐至明，云南这片土地终于再次回到了汉人的手里。前人魏姓之功业是他大明将士完成的。皇上，信使有报，征西军现已在武昌登上了船，西平侯等人明日便可回应天了。好。皇上，出事了，太孙离宫出走不见了。大孙不见了，宫门看守的人眼睛瞎了吗？就让太孙溜出去了。回皇爷，今日宫门刚开，殿下就出去了。近几天太孙都会出宫，守将也就没在意。哼，一群废物！皇上，太孙性情稳重，离宫出走定是有缘由的。敢问富贵公公，太孙可有书信留下？小的不认字，但太孙说案上放着这封信，小的就拿过来了。皇爷爷，孙儿把爹惹生气了，等风头过去，孙儿就回宫，不忧朱雄鹰留。居然又是朱标，大孙的劫难难不成就是应在此次了吧？快把太孙给咱找到，就算把应天府给咱翻个面，也得把人给咱找到。是。朱标从朱雄鹰的寝宫回去后，就期盼着大明民报快点发行出来。上份报纸里刺激的形象被抹黑成那样，就等着新报上的文章来一雪前耻呢。殿下，您要的报纸？不必，姑早就知道上面内容了。你下去吧，姑去文华殿拜访一下先生们。报纸上写的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这东西当然是让别人看才最爽。17弟，你可看了今日的大明民报？皇兄，皇帝看过了，
大哥真的有那么多女人吗？忘了你还小，大人的事小孩别管。真是没想到大哥私底下竟然是这样。小点声，别让皇兄听到了。齐先生看了今日报纸吗？可有话要跟姑说吗？太子殿下曾看着林真魔，好像很高兴。是吗？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先生不好意思哈，是姑太过得意，毕竟君子自持，这些都是姑分内之事，实在不该为此太过欣喜。太神果然是真知灼见，我更应该督促教导的是主标。如今皇上还在世内，太子都如此行事，列怎么行？殿下，林景不以为耻，反以为云吗？齐先生这是说的什么话？姑不该欣喜吗？殿下，林可是一国之储君啊，为何如此荒淫无度，还不知悔改？林是想助腹海随敌那等人，使我大明20而亡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居然把我比作胡亥隋炀帝，这也太恶毒了吧！还荒淫无度，这是在说我吗？此时的朱标心里浮现一抹不祥的预感，情况为何和他想的不一样？应天13钗与太子朱标之间的爱恨纠葛。逆子，姑日后再没有朱雄英这个儿子，姑的刀呢？殿下，难道那报纸说的是假的吗？既是真的，您首先应当做的是自省啊，怎么可将怒火发泄到太神身上？殿下，闭嘴，滚！否则姑打的就是你。甩开齐太后，朱标很快走到了朱雄英的寝宫。哼，昨日没打成，今日肯定不会放过你。住手！你要干什么？父皇，您别拦儿臣，儿臣今日定要好好教训那个逆子，不狠抽他一顿，真是难消儿臣心头之恨。我操！哼，果然是你把大孙吓得离宫出走了，咱还想和你断绝父子关系呢。你个逆子，大孙要是出点什么事，咱跟你没完！立刻封锁应天城门，严禁所有人进出。应天各县凡是当差的，不论官职大小，都给咱派出去找人。还有朝中所有人，不管在做什么，赶紧都给咱去找大孙去。是，不过盏茶功夫，整个应天都活跃起来，全城人都明白出大事了。这一回朝廷是要动真格的了，凡是有嫌疑的全部直接移交锦衣卫。尽管这样还是未能找到朱雄一。皇上，太孙应该并未出城，臣已经查过，所有城门都没有发现太孙出城的踪影。要是被坏人藏在了箱子里呢？这善查，人手若是不足，可直接用咱的令牌去城外调兵，就算是把应天给我翻过来，也要把咱大孙找到。朱雀街头，傅有德带着府上的下人们正仔细搜寻着朱雄英的身影。然而去哪了？怎么还不来？老爷，小少爷去秦淮河那边寻太孙了。逆子啊逆子，他有没有把老子放在眼里？太孙还下落不明，他胆敢去寻欢州了。我得好好寻找一下太孙的踪影，这期间若是误入了哪位姑娘的房间，也是正常的吧？逆子，你还往哪里躲？你这孽障，居然还真在这种地方来找太孙，老子不打你！你还记得自己姓啥吗？爹，太孙了，万一就在秦淮河呢？这地都没人来找，儿子若是找到了，那可是立下大功了。闭嘴！你那脑子常来就为了吃饭的，怎么不想想太孙今年才多大？他来这干什么？当太孙是你这种不图上进的纨绔吗？敢让你胡来！让你胡来！还敢不敢了？把他给咱送回府，去祠堂跪着，没咱的同意，不许吃饭。柔儿，别担心，爷爷肯定帮你把太孙找到。应天贼人还是很少的，太孙定然不会出事。爹，你看，你还说太孙不会来这，儿子白挨您一顿揍啊！不行，您得赔儿子200两的精神损失费。你还有脸说这话？老子不打你，你以为自己没错了？爹，儿子不贪，100两就够了，行不行？闭嘴，还嫌不够丢人的。太孙，您这一路没出事吧？可受伤了？没有，是我太冲动了，让皇爷爷和诸位爷爷大臣担心了。不知我爹可还生气？殿下早就消气了，太孙快跟咱回宫吧，皇上都要担心死了。父爷爷，我爹真的不生气了，他不会诓骗你们，让我回宫，到时候突然变脸吧。去禀报皇上，说已经找到太孙了。太孙若是担心老臣说的假话，不如先去老臣府上坐上一坐。那我爹会不会？估计不会，到时候还有姐姐保护我呢。是啊，有什么事，柔儿也会护着太孙的。太孙跟咱来吧。好，先让大孙在老夫府上待着，咱解决了宫里的事再去找他。彪儿啊，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父皇，您怎么又要对儿臣动手？难道儿臣不是您亲生的吗？咱这么对你，那都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让您那么护着雄鹰？你觉得呢？儿臣是觉得您当初也挺护着儿臣的，如今这么护着雄鹰也是一个理由吧。彪儿，可还记得程义伯刘伯温？他被大孙算了一卦。老猪头，老糊涂了。父皇，程义伯都病逝整整7年了，怎么可能为雄鹰算卦？谁告诉你刘伯温真死了？他诈死逃了。前段时间咱找着他了。诈死啊？那没事了。如果我有刘伯温的本事，我也诈。刘伯温为大孙算的卦象显示，他恐有短命之象，而这劫鹰在父辈上。我这个当爹的竟是雄鹰的劫难马，难不成是我克雄鹰？但是不应该啊，父皇，儿臣也没道理会害雄鹰啊。不是有心，许是无意。若是不知情的情况下，你陷大孙于险境，这也是无法预料的事。例如今日大孙因你而离宫出走，倘若这期间出了什么意外，这劫数不正应在了你的身上吗？父皇说的有道理，为了雄鹰，儿臣会小心行事的。这表现才是咱的好儿子嘛。彪儿，咱就知道你能理解咱，否则咱真是……父皇您竟这么想儿臣，雄鹰是儿臣的亲儿子，儿臣自然想让他平平安安的长大。咱担心等会打完你不长记性怎么办？在朱标懵逼的表情中，朱元璋再次拿起了靴子往他身上招呼去。老朱这么多年信奉的都是孩子只有打一顿才能长记性，被派来送信的傅让看着被揍的朱标，只觉得二人真是同病相怜。爹，儿子委屈啊！奉天殿，朱元璋本是想亲自去接朱雄鹰回宫，可打得太起劲，闪了老腰，无奈之下只好派了二虎过去，叮嘱他一定好好将太孙带回来。皇爷，西平侯府的人托小的向皇上递个口信，说是今日为了搜寻太孙，城中纵马之人许多，小郡主被人撞了。那丫头现在怎么样？皇上不必担心，小郡主状况还好，只是小郡主身子弱，得多加调养，便想向皇上求一太医到府上为郡主调养身体。咱晕了，你快带着太医去侯府走一趟。皇上，太孙不愿跟北至回来，说等太子殿下彻底气消了再回。随他吧。二虎，你带着锦衣卫去查查今日秦淮河边究竟是谁冲撞了嘉义郡主，找到人后不管对方身份，给咱抽上20鞭子，前5鞭打中些，剩下的意思意思得了。嘉义郡主那不是西平侯的孙女吗？难怪皇上如此动怒。在城中打听了一圈，二虎很快知道了这个倒霉蛋是谁，迅速找上了心情烦闷想去听个曲的妇人。二虎哥，您这是……傅公子，对不住了，这是皇上的命令，动手。二虎哥，你要干什么？我做什么啊？皇上亲自下令教训我。二虎哥，今日还是我最先找到的太孙呢，我可是有功之臣啊！到底是为什么啊？凭啥我做对了还来动手！皇上，我冤啊！傅公子，恁今日纵马冲撞到了一位贵人，我不知道啊！来，我们继续吧。不要啊！大哥，你身上有伤，喝酒不好。四弟，大哥心里苦啊！我这个太子天天收夹板气，父皇欺负我就算了，雄鹰也这样，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等你们回了藩地，把大哥也带走吧。大哥，你这是说的什么胡话？今日之事虽说大哥受了委屈，但动手的是父皇，你就忍忍吧，反正小时候也没少被打。这太子谁爱当谁当吧。四弟，咱俩换换，我去北地，你留下。互换身份这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当叶王一点事没有，我要是当上太子，等不到第2天老头子就把自己给抽死了。第2日清晨，朱雄鹰这会儿已经确认朱标不会再对他做什么后，才和富有的爷孙告别，回了宫。爹，是儿子错了，儿子再不敢了。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随我罢了，这次就算了，姑不怪你。爹，您不怪儿子了？不怪，但绝不能有下次。爹，儿子劝你这会避一避吧。为何要避？方才儿子过来时，见到齐先生和一位文官模样的学士，一人手拿着一份《大明民报》，向着东宫走来。儿子觉得他们应该是来兴师问罪的。雄鹰，这是你惹出来的祸，你得帮为父解释啊。父亲，俗话说得好，有福同享，有难老爹当。再见了您嘞。陈皇冠见过太子。好儿子，若你今日能压制住皇冠，咱就把皇冠安排到你手上，好好打磨，成为真正的太子党。倘若，人才总会在意，可若不能为我所用，不如尽早除掉。起身吧，两位爱卿，找顾客有要事。殿下，微臣观大明民报之文章，以为殿下私行有亏，您既为我大明之储君，理应克勤克俭，非遗字幕，含章可真，唯此以安民心。
放肆！皇冠，你可知那不过是太孙用来吸引民众，引起噱头之文章？尔等竟无一点判断之力，便暗自揣测诋毁愚姑。殿下，您敢说那篇文章中无一丝虚假吗？无风不起浪，况且太孙年幼便见识高远，您为何却不知呢？这人真是大胆，什么话都敢说。放！呵呵，殿下是否又要说臣放肆？臣今日便放肆一回。承观殿下苦读圣贤书，料来是欲效仿先贤，做一贤明之君。可以殿下今时之所为，怕是难以得偿所愿。皇冠的话如一柄利剑，直直戳向了朱标内心最深处的软肋。他说的没错，朱标是想以文治国，所以一直遵从孔圣之言行。但这篇大明民报，无疑会让百姓对朱标的形象产生破灭之感。他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对话节奏完全被对方掌控了，好大终究是输了呀。皇上若是起了啥心了？之后的事先，朱元璋开始闭目沉思，心下想着该以什么样的理由来结束皇冠的性命。在占据上风后，其他也加入了这场对朱标的讨伐，最后和皇冠大获全胜。这就是文人的嘴嘛，当真是厉害。朱元璋已经开始准备磨刀霍霍向皇冠之时，却发现其他已经告退离开，皇冠却仍留在原地。黄学士，你还有话要说？殿下，雄鹰皇孙既已被册封为皇太孙，那便是名正言顺的储君。微臣难得进宫，不知可否得见太孙尊面？你要见雄鹰？哦，等一下，再看看也不迟。若是有选择的余地，咱真不想杀了皇冠，这人是真的身具大才呀。且看他能不能在朱雄鹰手上得以活命吧。雄鹰，方才让你抛下为父自己跑，这下好了，跑了也没用，去让太孙过来箍这里。这人怎么有点怪怪的？这就是能研究出牛斗，制出琉璃，收留下数千老兵的朱雄鹰。太孙，微臣有一言，还望您能听一听。这就开始了吗？怎么就没有花生瓜子？学士请说。太孙所创大明民报，乃古往今来一大创举，其上文章既能让天下百姓了解大明时事，还丰富了闲余时光。只不过微臣以为一些言辞未免粗鄙，难登大雅之堂，且大肆吹捧其吟技巧，实为不妥，此为文心不正之下。切，意思不就是大明民报很好，但很可惜竟然没掌握在我等文人士子手里吗？干嘛要说这么多？那学士觉得该怎么办呢？微臣认为该当必刊整改，恢弘志士之气，以光圣人之言。可是自大明民报发行后，广受百姓喜爱，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百姓并不喜说教，用这种方式来教化百姓，为何不对？太孙所言，微臣不敢苟同。自古以来，天子便与士大夫同治天下，若任由这报纸随心发布文章，置我大明诸士于何地？与士大夫共天下，那是前朝历代所做的事，我大明为何也要如此？这句话落下，慈庆宫内的气氛陡然降至冰点。我都准备好了一肚子的话反驳你，可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这是自古以来便有之事。太孙如此说，是不认可此行吗？昔年唐宗汉武，莫不与是共治天下？太孙是欲行与孔圣礼义驳斥之举。黄学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难道是孔夫子亲口所言吗？当然了，孔圣他老人家貌似从未说过此言。切，不愧是咱大孙，这脑子就是聪明。他爹跟他比起来，真是傻到家了。哼！可若不如此，我大明可还有如理所在？完犊子了，遇到杠精转世了！难不成在学士眼中，万物只一不可二吗？一定要非此即彼才行。我大明不与世共天下，可以和天下百姓共治天下啊！天下原本便是人民的天下，黄爷爷起兵讨伐，蒙元定鼎中原，建立大明，乃是天命所归，统治天下。这天命是天下所有生民所向所想，我黄爷爷得的是万众民心。与世共天下，所以历朝各代皆已灭亡。我大明为何走上取死之路，不与百姓来共治天下呢？不与世共天下，与百姓共天下。可他所言确实有道理，尤其是最后一句，为何自己没有想过？天命所归，万众民心。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去特娘的与世共天下，咱老朱要和百姓共天下。微臣惭愧，有负这些年的苦读，竟还未有太孙看得远，是微臣狭隘。黄学士，日后你会感谢你方才那句话的。太孙此言何意？时间到了，你自然就懂了。是，那便借太孙吉言，微臣先告退了。话落，皇冠便一脸沉思的离开了慈庆宫。雄鹰，你方才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因为大孙看穿了，今日是咱安排的一场试探。不过大孙，那皇冠最应该感谢的明明是你。父皇，您早就来了，快60岁的人了，怎么还爱搞这种偷戏？黄爷爷，孙儿只是将您给的机会，还给了皇冠，是皇冠自己救下了自己，所以他最应该感谢的是他自己。倘若皇冠不认同朱雄鹰那句与百姓共天下，那不用朱元璋动手，朱雄鹰自己也会杀了皇冠，以绝后患。也许咱铺路的方式要变一变了。大孙，这儿的事儿你不用管了，玩去吧。皇爷爷，孙儿告退。父皇，
皇冠此人的确有些才学，偶尔对您有所冲撞，还请您宽恕一二。彪儿，你真的愿意做皇帝吗？父皇为何这样问？咱只是突然在想，你或许并不适合当皇帝，要是不当皇帝，你应该会开心很多吧？朱元璋确实只是有感而发，他似乎忘了，他与朱标并不只是简单的父子关系，更是帝王与储君的关系。他的这些话这么直接的说给朱标，是很容易让朱标胡思乱想。仅仅是因为我替皇冠说了剧情，父皇竟然想要废了我吗？从宫里出来，皇冠依然在琢磨着朱雄英提到的那句与百姓共天下。朱雄英的话一下子动摇了皇冠多年来建设起来的三观。我坚守了几乎半辈子的理想，难道真的错了吗？黄大人，皇上圣谕，您调任为溧水县令。黄大人可明白皇上这样做的用意？从此刻起，我便是储君的人了吗？下官明白。皇上说了，他非常看好你，在溧水好好表现。皇上要看看你的本事呢。臣皇冠领旨谢恩。混账东西，居然还敢跟咱提条件，拿咱大明当软骨头呢！北元的人脑子是不是被草原上的牛踢了？居然想和大明和亲，求娶大明公主。皇上，此番提议自然不能同意。可北元突然来时，还想求娶公主，恐怕是别有深意。管他什么深意，想娶咱的女儿，做梦！殿内静寂无声，殿外此刻天上堆积起来团团乌云。不等众人一完事，豆大的雨珠便噼里啪啦的掉落下来。擅长，今日过后，由你负责各府秋收仪式，责令各郡县务必抓紧秋收，除却天时影响。任何有碍秋收者，轻则50棍，重则斩首示众。这是要备足粮草，干北元啊！是。老二、老三，你们帮咱去盯着城外大营那些兵，让他们高兴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着，别等到再上战场，倒杀不了人了。是。朝堂上听闻此消息的大臣们，有以江南士族那帮人居多，接连给朱元璋上奏，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朱元璋能答应北元的条件，派公主去和亲。皇兄，北元是在很北的地方吗？离我们这里远不远？坑弟，北元地处大漠，是如今的苦寒之地，但他们只是身怀宝藏，却不知罢了。那里矿产成堆，银矿、铁矿应有尽有，还拥有大片优质牧场，足以供养上万牛羊。来日，皇兄带你亲眼去看一看。哇！原来是这样啊，皇兄，看来北元那边也挺好的。当然，这天底下每一寸地都是好地方，只看如何使用罢了。皇兄，你这么说，坑弟就放心了。但是皇兄，我们可以多去北元那边看看吗？可以。皇兄向你承诺，不用多久，皇兄就带你去北元那边游玩一趟。很好，这才对嘛！待我日后登基，朱允增这个同胞兄弟就去帮我打天下，除了大明，哪里都可以打。到时候自己占地为王，那不香吗？何必非盯着这只有一个人能坐的龙椅看？太好了，这样皇姐嫁去北元后，我们就可以时常去看她，省得她待在那边被欺负。对，我们过去。等会儿你说什么？皇兄，你不知道这件事吗？大家都知道了呀。你给我仔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北元使臣前几日送来一封书，想要求娶一位公主和亲。宫里现在只有皇姐符合身份。北元那么好，坑弟觉得皇爷爷应该是想为皇姐准备一个惊喜，所以才没有告诉他的。算个鬼的惊喜！皇爷爷在何处？回太孙，皇上应在奉天殿内。他爹的不是说大明是最有骨气的一朝吗？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怎么现在这规矩还没定下来吗？居然要送公主去北元和亲！尊敬的大明皇帝，我大元皇帝愿不再称帝号，日后只为可汗，想与大明结两国之好。联姻一事自古有之，还望大明皇帝应允。阿嘎之所以这般有底气，全赖数年前那场岭北之战。岭北之战虽不至于让大明伤筋动骨，可那场战役死了太多战马。这些年过去，大明也没培育出原来那般战马规模。放肆！一上来就在这避避，你怕不是脖子痒了，要我那大刀给你挠挠啊？切！尊敬的大明皇帝，还望宽恕阿嘎是个蛮夷无礼之罪。我主动说自己是蛮夷不讲理了，你们还能怎么办？来打我！燕王殿下，若您有异议，阿嘎可以单独为殿下行礼请求宽恕。只要我不要脸，我就是无敌的。雄鹰，此乃使臣觐见，切莫惹事。哦，这个好啊！当时在册封大典上看傅爷爷拿这个打那些文官，还挺好用的。这太孙是想要我这个武器，孬的，老子早就忍不了阿嘎这个死达子了。太孙快好好教训教训他。是个人才啊！大明皇帝，吾等蛮夷呀！蛮夷又如何？
我可还是孩子啊！你们是蛮夷，我们不好动你们，可是当打你们的人是个孩子，尔等又该如何应对呢？大侄子放心大胆的干，这边全是自己人。大明竟也向我们学起耍无赖了。大明皇帝，倘若你们袖手旁观的话，那就别怪我来帮你教育教育这小娃娃。哼，还想和亲吗？他是真的想杀了我。大孙，把武器收起来，吓到人就不好了。我最后再问你一句，还想和亲吗？不想。切，啥也不是。这场关于两国邦交的严肃朝会，最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束了。朱雄鹰居然比我们都还不要脸，真让他继了位，那还得了？大明原本就兵强马壮，皇帝也英明，再加上一些出其不意的手段的话，日后北元还如何自处？这绝对不可以，一定不能让他成为真正的大明皇帝。大人，那些汉人最喜欢互相算计，或许咱可以借助大明的力量来帮您对付那个小崽子。来人，你们去。第二日朝会，尊敬的大明皇帝，奉吾主旨意，此后愿为大明可汗，以大明为尊。昨日臣遵吾主旨意，愿以传国玉玺为聘，请皇上令择宗室女嫁入北元，此物已在礼部库房之中。阿嘎说完这番话后，整个朝廷登时一片死寂，仿佛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般。所有人都惊异不已地看向阿嘎。传国玉玺是他们想的那个传国玉玺吧？昨日北元呈上来的礼单内并没有传国玉玺之名啊！朱元璋若真得了他，怕是恨不得直接把他戴在脑袋上，让所有人都看见，他才是真正的王朝正统。这阿嘎算计人的时候都不提前查一查朱标是何人吗？怕是太子殿下直接黄袍加身，朱元璋都能笑着鼓掌说我儿出息了。皇上，莫非您竟没收到吗？哼，彪儿，咱的传国玉玺呢？怎么没见到啊？回父皇，大概是儿臣记错位置，将它弄丢了吧。这样啊，行，没事了，下次注意点。什么叫下次注意？那可是传国玉玺，丢了传国玉玺，你们都不在意的吗？爷，您看儿子刚捡的这块石头怎么样？好不好看？拿来开核桃应该挺不错的。这是捡的，好看，好看。玉玺我藏得好好的，怎么就出现在这了？完了，这下他定了，和亲不成也就罢了，竟然连传国玉玺也给弄丢了。天光帝定然不会轻饶了自己。为何这传国玉玺会落在北元手里？依着史书记载，北宋覆灭，传国玉玺不知所踪。古于洱海一战，蓝玉奉命搜寻传国玉玺，但并未找到踪迹。直至朱棣竟难登上天子之位，追杀北元余孽数千里，依然未得踪迹。没想到这传国玉玺竟真在北元皇室手中。昨日朱雄鹰料到了阿嘎可能会使坏，所以一直派人盯着驿馆那边，这才在黑衣人现身后得知了传国玉玺之事。有这种好东西，朱雄鹰当然是笑纳了。大孙，过来，让皇爷爷看看什么石头这么好看。朱元璋接过玉玺，仔细端详着玉玺的每一处，最终确定了这似乎真的是始皇所制的传国玉玺。好啊，不愧是咱的好圣孙，传国玉玺都能拿到手。皇上，想必这玉玺正是被太子弄丢的那方，恰好被太孙捡到。如此，吾主献于皇上之聘礼物归原主，不知皇上欲将哪位宗室之女嫁于吾主？切，想和亲，做梦去吧。至于归还玉玺，那更不可能，还不如做梦呢。皇爷爷，孙儿捡到的不就是一个白色石头吗？哪有什么玉玺呀？对呀，这哪有玉玺？北元进献的玉玺明明被弄丢了。什么情况？朱雄鹰手中拿的不就是传国玉玺吗？皇爷爷，此事交由孙儿去办吧，孙儿很快就能将此事查个明白。行，就交给你去查，以2个时辰为限。是。2个时辰后，若是太孙未查明情况，诸位做个见证，咱肯定重罚他。切，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祖孙俩就是一丘之貉。什么查清事实，分明就是做伪证去了。既要一喜，还不想和亲。你太孙是又要借咱的武器了吗？太孙爹，不是，我是想告诉你，昨日你被调到礼部当差，晚上负责看守库房，明白吗？明白，殿下的话我记下了。皇爷爷，孙儿已查清此事，
从出去到回来连一盏茶的时间都没有，你连装都不愿装一下吗？皇爷爷，孙儿还有人证。卧槽啊！大孙，你是真不害臊啊！好歹换身衣服再过来呀！此人昨日调入礼部当差，晚上负责看守库房，结果发现有一名黑衣人潜进了库房内，暗自篡改北元礼单。此人目力极佳，已经认出那黑衣人正是北元使臣中的一人，所以北元并未进献传国玉玺，一切皆为伪造。太孙说的都是事实，臣都看见了。不是，你做伪证能不能稍微上点心啊？你当我认不出这人就是昨天借你武器的那个大汉吗？怎会晚间就到礼部入职啊？你们北元才称臣，不知道咱大明的规矩是正常的，不懂不要乱说。嗨了，大明皇帝居然也开始变得不要脸，这怎么行？你没有道德之后，我们这些蛮夷还怎么打秋风啊？敢问皇上，此人为何会被突然调到礼部任职？因为我不小心把武器弄丢了，就被降职到礼部了。那为何今日就不在礼部任职了？你是傻子吧？当然是我把武器找回来了啊！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是个人才呀！你胡说，皇上他陷害臣。哼，阿嘎，你把咱当成傻子耍吗？滚回北元，将咱的话告诉白纸巾，托古撕铁末，想战便战。我大明100万兵马早就磨刀霍霍，欲伐草原了。今日咱暂且放你一条生路，滚回去等着和你主一起等着受死吧。明年秋，我大明3大藩王必定兵出大漠，更理北元汉庭。朱爽、朱刚、朱棣，听令！儿臣在。你们3即刻回返藩地，枕戈待旦。是。传咱旨意，日后我大明女子绝不可与外族和亲，违令者斩。若有臣子胆敢妄言和亲一事，立斩。到了此刻，阿嘎才终于明白过来，大明根本从最开始就已经有了决断，明年会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传令下去，北元使团篡改礼单，罪无可恕，除使臣阿嘎外，一干人等于大军出征之日杀头祭旗。次日清晨，朱元璋刚在皇明祖训天上的规矩，还有朝廷马上会出兵北元的消息，全部刊登在了《大明民报》的最大版面上。号外号外！皇上立下新祖训，从即日起，胆敢妄言和亲者，斩立决。朝廷驱逐北元使臣，军队已开始整修备战。还得是咱皇上英明神武，这又要出兵收拾鞑子了。这群无法无天的鞑子，他们可曾想过会有今日？正该如此。朱元璋这样决定，其实并非心血来潮。从宋亡国之后，就有人把和亲、纳贡都归结为养虎为患之策，自身和温水中带煮的青蛙没什么区别。而大明的立国之本，便是护持汉人的权益。北元汉庭就在前几天，北元使臣将要回返的消息传至汉庭，使团不日便将抵达。天光帝闻讯激动的几夜没合眼。我爹元顺帝身边就有几个汉人妃子，没想到我也有这样的机会。皇上，使团已至汉庭。这么快，朕亲自出城相迎。阿嘎太尉，其他人呢？皇上，臣差点就回不来了，其余使臣全都被留在了大明。大明实在是太过无耻，他们不想将公主嫁过来。罢了，不嫁就不嫁吧，传国玉玺呢，没出什么是吧？只要有他在，迟早能克制大明。皇上，传国玉玺被臣不小心弄丢了，您信吗？从阿嘎日被驱逐时起，大明的6部就开始为了出征迅速的做着准备。可今年江南的秋雨比以往哪一年都要更多，一直是阴雨密布。富贵，替咱一旨，江南各地驻军以及应天3大营全部将士，这半月不必操练，秋收抢收时全都给咱去周围的村子帮忙，一定不能让一粒粮食浪费在地里。把那帮老兄弟都给咱叫上，让他们动起来，紧盯着下面人的皮。现在任何事都没有秋收重要。秋收在各个年代都是很重要的，但秋收的困难并不只在于田地多少。如今说是入秋，可天气依旧酷热，蚊虫乱飞，时不时就叮人一身包。兰家庄那帮老兵打了半辈子的仗，猛一进入这么激烈的秋收行动，没几个能适应的，一个个干得唉声叹气，叫苦连天。这么大片的地呀，单靠人力收不知要收到什么时候，而且必须要在天气好的时候收完，否则造成减产也是要被罚的。光靠人力也不是个办法啊。蓝玉身为国公，都被老朱命令亲自下地秋收，这说明什么？说明收割机市场广大啊！马拉收割机前是19世纪由漂亮国麦考密克发明，指机器和牲畜代替人类来收割作物，极大的提高了效率，从一天只能收割2-3亩地，变为一天收割10亩地，也不费力。舅老爷，我想到个好东西，我先回去研究了。太孙始终还是个孩子啊，兄弟们加油干啊！第二日一早，朱雄英把研究出来的收割机搬到了最近没收割的田地里。就这东西能收割庄稼？
舅老爷，您瞧好了吧？朱雄鹰骑上马匹，就向着田里而去。大约半个时辰后，朱雄鹰已经骑马赶了回来，而眼前这一亩地已经被收割完毕。这个消息像是长了翅膀一样，迅速流通到各地，而亲眼见证了这个奇迹的兰家庄内的人，纷纷围在收割机旁边，乐得眼不见眼。舅老爷，我这收割机怎么样？神了！那你说这收割机若是出售，会不会有人来买？当然，这么好的机器，谁能不心动啊？就算一人买不起，一个村子凑一凑也要买啊！有了它，能省下多少功夫来？好，那您去将庄子账上的钱全都拿去买铁，然后开始造收割机。黑猫，按照太孙说的快去，咱得试试太孙发明的新玩意。奉天殿，朱元璋看着外面阴沉沉的天气，脸上带着愁容。今日若是再不放晴，粮食就要来不及收了呀！哇！天佑我大明啊！二虎备马，咱也去跟着抢收。抢收，抢的就是时间。朱元璋此刻也跟一个寻常老农一样，心情激动又兴奋。然而就在朱元璋混在人群里，要到城外去之时，却见到从城外涌进来了一批人，朝着城中铁匠铺而去。黑猫，今儿天气好不容易放晴，你们不留在地里抢收，这么多人进城做什么？皇上，我们正是为了抢收才进城的。哼，别胡说，咱刚刚看见有人进铁匠铺了，咋？你们镰刀都坏了？我们是来买铁的。太孙新研究出了一个收割机，一个人就能收10几亩地，就是现在铁不够，造不了太多。收割机，自家大孙奇思还挺多的。这什么收割机若是有用，那也是好事一桩。行，咱暂且饶了你们，不过让你知道你骗咱，你知道下场。皇上放心，咱说的都是真话。兄弟们，行动都麻利点，这天可收不好。趁着今儿天晴，咱们连夜将附近的田地都收好了。咱都做好出趟工回去，倒在床上歇个10天半个月的准备了。没想到大孙研究出这个神物来，大孙，你这次又立了大功了，快将图纸送于工部，咱这就命人全力打造这收割机。皇爷爷，不行，这图纸只能留在孙儿手里。皇爷爷，请看，这收割机的构造很是简单，工匠们稍微研究就能做出来。从前是孙儿想得太简单，只以为研究出新东西就能造福民生，却忘了更重要的一点。朱元璋神情也随着朱雄鹰的话变得严肃起来，他明白朱雄鹰话中的未尽之意，想他泱泱华夏有大才大能之人不知多少，可到现在为何无一人发明出这收割机来？明明这么简单，却是直到在朱雄鹰手中才问世。大孙，你可想明白了为何会有这样的情况？皇爷爷，不过是因为无利可图罢了。是啊，这收割机就算再简单，若是没人主动去研究，那此物也不可能被发明出来。但若这天下人都汲汲营营追名逐利，咱大明江山还能安稳吗？皇爷爷，孙儿不认同您的看法。追名逐利是大多数人的天性，这天底下有几人敢说他不爱名利？俗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天下读书人皆以入朝取士为人生目标，除了读书，其余万种在他们眼里都不重要，这收割机亦然。如此一来，天下间最富学识的一批人就基本不可能去主动的研究这些奇淫技巧，而那些农户匠户因着自身学识所限，是想象不到自身认知之外的东西的，所以才接年累月的造就了如今的情况。百姓思想固化，只会啃老本，而一件新事物的出现，又很可能不被世人接受，其间种种归结起来，不过名利二字。说白了，就是不懂的人造不出来，懂的人觉得没必要造，但要是许他们以名以利，情况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大孙，那你心中可有法子？皇爷爷，孙儿不是在乎卖收割机那些银子，只是觉得不该直接将此物送给那些百姓，还不如多造些收割机出来租给那些百姓，等他们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孙儿想一定会有人受到启发，知道这些奇淫技巧可不是全无用处。孙儿还想成立发明专利处，用来保护这些奇思妙想，哪怕有些东西在如今看来天马行空毫无用处，但孙儿相信这世上没有真正无用之物。每当有人来专利处登记专利，官府还可根据发明之物的实际用途选择是否购买专利，而每当有人使用这项专利时，专利发明者都能收到一笔专利费。大孙，若如你之言，这人都跑去搞发明创造了，谁来种地？皇爷爷，这收割机的效用您也看见了，有此一物能顶数人苦功，日后说不定还有专门用来插秧的工具。发明创造总是会越来越先进的，这方面节省下来的人力总以填补田间人手的不足。你怎么知道这些人能发明出东西？皇爷爷，发明不出来就重新回去种地啊！发明专利处的存在只是为了告诉世人，我大明鼓励发明创造，只要你能发明创造，就会得名得利，激发天下百姓的创造力而已。有些人是天才，有些人是庸才，尝试过后可能就会有人放弃，但至少尝试过了，不是吗？敢于迈出这一步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多人去尝试，只要有一个人的发明是有用的，那我们就赚了。
此令一出，我大明或许会涌现出许多精彩绝艳之人。他们可能不善诗书，但谁又能说他们无用？一代又一代的发明传下来，最终会让大明蜕变成全新的大明。沧海桑田，世事变幻，谁能一直存在？但那些发明可以，我大明如今不也是站在了那些先贤的肩膀上吗？正是如此啊！若是如大孙所说，大明或许真的会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但肯定是好的变化。大孙真乃天纵之才呀！大明日后有大孙继位，何愁不兴啊？所以先前咱送书给东瀛几国，你才那么生气。是那些小国看着安分，实则如暗中猎狗，时刻想从我大明撕下一块肉来。那些书上可都是华夏先辈的心血，凭什么要白送给他们？好，说得好，大孙是皇爷爷狭隘了，日后都按你说的做。那什么发明专利处，咱现在就下令去办。咱大孙这脑袋怎么长的，真是太好使了。怎么感觉大孙心里比我还美滋滋的？我是不是被他忽悠了？大孙说的那么大义凛然，实际上不还是为了赚银子吗？大孙是聪明，但是也太看重银钱了，不像我。好吧，不愧是朱家得主，随咱。因为有了收割机，整个应天府的秋收变得格外的顺利。忙忙碌碌了好几天的功夫，总算是顺利结束了今年的秋收。舅老爷，马上要入冬了，天气渐渐冷了起来，村子里刚搭起来的几个阳光大棚很重要，我就交给你了。好，请太孙放心。有生产就有发展，有发展就能赚大钱，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钱流进自己的钱包里，美滋滋啊！皇爷爷，允文也想上天，能不能让允文也飞一次？上什么天？怎么每次都是你小子在这浪费粮食？还上天？上天要多少粮食你知道吗？日后还敢不敢随便浪费粮食了？不敢了，不敢了！皇爷爷别打我了！允文，怎么了？别吓娘亲啊！在几个月前，宫内的太监宫女以及各路人物看待朱允文的态度，几乎是和看待朱标一样了。自从朱雄鹰回来，一切都变了。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一次大动荡，甚至差点连命都没了。娘，我讨厌大哥，是在大哥那里受委屈了，可是伤到哪里了？让娘亲看看。没，娘，怎么别人都更喜皇爷爷？允文也想上天，能不能让允文也飞一次？上什么天？怎么每次都是你小子在这浪费粮食？还上天？上天要多少粮食你知道吗？日后还敢不敢随便浪费粮食了？不敢了，不敢了！皇爷爷别打我了！允文，怎么了？别吓娘亲啊！在几个月前，宫内的太监宫女以及各路人物看待朱允文的态度，几乎是和看待朱标一样了。自从朱雄鹰回来，一切都变了。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一次大动荡，甚至差点连命都没了。娘，我讨厌大哥，是在大哥那里受委屈了，可是伤到哪里了？让娘亲看看。没，娘，怎么别人都更喜欢大哥，没有人喜欢允文呢？吕氏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个原因。宫中人走茶凉，吕氏虽然还是太子妃，但是没有了娘家根基，还受气拖累，朱标也不再看重她，在宫里她几乎是个笑话般的存在。我绝不允许允文和我一样被人讨厌，他们喜欢你大哥是因为你皇爷爷喜欢，那皇爷爷也会喜欢允文吗？唉，朱元璋眼里现在只有朱雄鹰一个孙子，根本没有别人的存在，别说会喜欢朱允文了，怕是连名字都不记得了。允文为何一定要让皇爷爷喜欢呢？允文还有父亲呀，只要允文的爹喜欢你，其他人是不重要的。只要允文的父亲宠爱你超过你的大哥，那么其他的都不足为惧。真的吗？真的，你看爹爹不就一直很宠爱允文吗？吕氏所言不差，自从常氏去世后，朱标就剩下了吕氏这一个妃子，而且在朱标的所有孩子中，只有朱允文是最像朱标的，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朱标也是最疼爱这个孩子的，甚至完全疏忽了朱雄鹰三兄妹。朱标就是吕氏最后的坚持。就算老爷子高寿，又能活几年？这天下迟早要交在朱标手里，不会直接传给朱雄鹰。只要朱标登上皇位，那一切事情都还有回旋的希望。允文，你记得要常去陪陪你的父亲，这样他才会一直喜欢你。等会儿允文就去找爹爹说话。娘的允文真乖，去吧。父亲，允文，你跑来做什么？孩儿想父亲了。最近可有好好学习？先生讲到何处了？父亲考考你。当然有，先生刚刚讲了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瞧着朱允文一本正经的可爱模样，朱标不由得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但是朱标也发觉了，才几天未见，朱允文的小身板似乎又瘦了不少。允文，这几天宫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父亲，不是宫人，是皇爷爷。自打父亲去了江北，允文不过吃了几个果子，就被皇爷爷揍了一顿。
黄奶奶过寿时，其他兄弟姐妹都能坐热气球，我没坐上。第二天去求黄爷爷，但是黄爷爷又打了我一顿。离谱，父皇居然这样的偏心。走，父亲领你去和黄爷爷说理去。哼，父皇，您做的太过分了。你这混小子，你怎么和你爹说话呢？咱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你居然这么和咱说话，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你是不是忘了咱大明可是以孝治天下，这就是你的孝道吗？父皇，臣的意思是您。哼，叫什么父皇？咱哪里有你这样的儿子？父皇，那你也不应该那样偏心啊！什么事都向着雄鹰，让允文受委屈，以后他们兄弟之间还怎么相处？您难不成还能管上一辈子？咱什么时候偏心了？咱是喜欢大孙，可咱也没有委屈其他孙子啊！你说是不是？什么来着？呵呵，父皇，您甚至都叫不出自己孙子的名字，哪里有您这样的爷爷？哼，屁话！咱儿子就有20多个，那么多孙子的名字，要是都记住，咱不得记上几百个名字？咱想不起他的名字，就是委屈他了呗。看着毫不讲理的朱元璋，朱标越来越气。朱元璋依旧在一边耐心地摆弄着那一株花草。雪花飘飘，微风萧萧。咱千辛万苦培育了那么久的土豆啊，咱平时都恨不得用刷子一点点的扫着上面的灰尘，一惊人一脚就给咱踢歪了。那您为何就为了个果子便揍了允文一顿？对呀，为了个果子，怎么就不能叫他长长记性？你知不知道那果子亩产量有多少？足足3000斤，是寻常粮食产量的7倍有余。一共就只有这么几个果子，他糟践了大半，他那是吃吗？只咬一口便扔了，这么浪费，不该揍吗？父皇，就是再稀少，也不过是果子罢了，好好教育一番就行了，别总想着动手。不就是亩产3000斤？什么3000斤？你没听错，亩产3000斤，真的有3000斤？父皇，这么重要的果子，不会就是您刚才试弄的那颗吧？你猜猜咱为什么在这倒腾它呢？父皇，是儿臣错了，您就饶儿臣一次吧。这颗土豆是咱这么多年来种过的唯一庄稼了，好不容易精心施弄长成了，结果呢，咱还没开心一会儿呢，你居然上来就是一脚。朱元璋此时真的动了大怒，直至李善长、朱雄英等人都过来的时候，朱元璋才将手里的靴子穿上。哼，你小子可真是下得去脚，胆儿肥了呀！气死咱了，这么好的庄稼呀！朱标也不管自己刚刚还被朱元璋打的满身狼狈，细心的用手将土豆从土里挖出来，一个、2个、3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快有半斤重了，亩产3000斤，居然是真的！皇上，这可真是天佑大明，我大明百姓必然不会再受饥荒之苦了。黄爷爷，这个藤蔓也是好东西呀，人虽不能吃，但是为给家禽牲畜也是能贴标的呢。哦，想当年闹饥荒，各地都没有粮食，草根树皮也都啃尽了，甚至出现有人一子而食，那场面说是人间炼狱也不为过。但是现在有了这土豆，哪怕到了灾荒之年，只要有1-2个县的产粮，就能够保证一个省的百姓都活下来。此物一出，我大明绝对青史留名，流芳万世。哼！原本有老哥说这玩意儿与山芋相差不多，也可切块分开种，但是咱不敢试，就一颗种子呀，要是有个万一，所以一刀也没敢切呀。若是多种几个，这会儿能多出好几亩地的种子来，再等到那几亩地都产出来了，明年整个应天府都给咱种这土豆，待到后年，那时全大明的百姓就都有饭吃，不会再有人饿死了。结果就因为这个小混蛋馋嘴偷吃，将这件关系民生的大事推迟了一季。宇文啊，你之前被黄爷爷打了，就是因为吃了这个果子。是啊，这个东西吃起来香香糯糯的，不对，这个东西特别不好吃。你自己看着办吧。多谢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这就改。知错就好，孩子嘛，哪个不会犯错？但是大人要教他知道错在哪里了。棍棒底下出孝子，打了就是教了。大孙，你吃的是梨吗？是啊。大孙，这时节你哪来的梨啊？孙儿没说过吗？孙儿在兰家庄见了蔬菜水果大棚，有几株梨树意外被照了进去，可能是因为里面温度高，那几株梨树又结了果子。孙儿吃着味道不错，就摘了一些回来。大孙，快带咱去兰家庄看看。大孙，这房子里怎么这么暖和？黄爷爷，白日里有太阳光照着，玻璃又可以阻挡寒气，只有阳光可以通过，所以才这样暖和啊。那夜间怎么办？有此物在，不用担心。大孙，这是何物啊？好像不是田间常用的那几样肥料。田间常见的肥料，大多数都是猪粪、人粪等等，在肯定不是这2种以后，好奇的朱标更是用舌尖尝了尝，这是马粪，这是马粪。我就说这东西怎么看来如此熟悉？雄鹰，你为什么要在这地上盖马粪？
当然是因为马粪能热土啊。没错，堆积的马粪的确会产生热气。前些年的时候，有的人冬日里实在熬不下去，便会钻到马粪堆中，尽管脏得要死，可好歹能保命。不错，黄爷爷，夜间的时候，土地上面便会盖上一层新鲜的马粪，为土地里的庄稼保温，让庄稼不会冻死。还有晨间太阳要升起的时候，还会适当烧些柴火，令大棚里的温度迅速提升。咱大孙就是聪明，这法子都能想到，等到冬日就不用愁吃不到菜了。咱看这一小片地还空着，当皇帝这么多年，咱手还真是有点痒，擅长陪咱种地，也不知你这个读书人能不能行。这老屠夫啥时候打起感情牌了？皇上，您太过小看老臣了。昔年在滁州时，老臣也是亲自下过地。行，那让咱看看你这种地的手艺生没生疏。皇上，不管您做什么，老臣必定相随。半日时间悄然而过，将土豆种下之后，朱元璋这心也算是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就是钱了。朱元璋想要北伐，但是朝廷缺钱啊！每一场大型战役，每时每刻消耗的都是银两。展廷芳，户部还剩多少银两？回皇上，户部还剩80余万两银子，这还多亏了前段时间抄了吕家。这80几万距离300万还差200多万两银子，到哪去凑？皇上，有几项事务不必在今年内完成，暂缓推行也可。先将北伐大军的用度挤出来，之后这银子就能凭空出现吗？要不咱去跟大孙借点，走，咱去兰家庄的账房看看去。你们都是庄子上哪个人举荐来的？说不定咱们还是本家呢。这位老爷误会了，我们不是被庄子上的人举荐的，是通过了账房考试才被招进来的。从古至今，账房这个存在都是非常特殊且重要的，非心腹不可当。大孙就不怕账房将家底都给搬空了？这庄子上的钱不会已经被他们给蛀空了吧？娘的，这些人居然敢骗咱的好大孙！朱元璋想着这些，都准备提刀打人了，才想起来自己今天没带刀。李善长自然也明白这里的道道，但是更让他感兴趣的是，这账房内有一些新奇之物，他从未见过。诸位手中拿的是何物啊？几位老爷，此物名发票，正是因为此物，我们才能被太孙招为账房。发票？对，发票其实就是和府上采买支出的对牌作用差不多。我们兰家庄和其他商号之间，如果有交易，都靠着这发票来充作凭证。这位老爷，您看这上面盖着几个印章，是兰家庄和各商号独有。若是有交易存在，就会有对应的商号在上面盖章。只要看到印章，就说明这次交易成立且真实存在。我们就是凭着这上面的印章来辨认。那要是你们弄虚作假，坑骗主家，主家能发现吗？不会的，您看这发票上每张上都会有一个独有印章，此乃太孙的私章。没有太孙私章的发票都是不作数的。而且这发票都是一式3份，一份留下存档，一份交与交易商号，一份交与庄子交易的公房。太孙可随时查阅存档那份，以此查账。朱雄英当然会担心庄子内有人贪污，所以就把后世的发票给搞了出来，在庄子里用。这用了这发票，大明岂不是再无假账之忧了？能送我一张没盖章的发票吗？大孙，这东西你给咱仔细说说，可能将其推行到整个大明境内。先前西院下考时，我简单说了些商税之事，就把老猪头气得不行，自己险些失宠。现在周围都是他的人，要是再惹得老猪生气，怕是跑都跑不了。磨叽啥呢？快说！黄爷爷，这是发票。咱知道了这东西怎么用，咱是想问你，能不能把它推行到祁郡县？黄爷爷，孙儿若是说了，您可不许生气啊。好，黄爷爷答应你。那我离你们远点再说。快说，哪那么多事情？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人把你吊起来？其实说来也简单，只要保证一个环节不出错，此物便能顺利推行。哦，哪个环节？黄爷爷，例如黑猫想去买1匹布，这被买来的布大部分都不是店铺里自产的，基本是从别处转卖而来，不知经了多少人的手。假使黑猫买布时向布店索要发票，其余参与这1匹布流程的商贩会如何？闻言，朱元璋瞬间领会到了这发票的重要性。黑猫作为买方向布店要发票，布店肯定要给，而且为了不让自己担责任，布店还会主动的朝着更上一级要发票。若是哪一方没了发票，官府介入去查，肯定一查一个准。有了此物，何愁管不住那些商人？可百姓们一般没什么文化，而且还会嫌麻烦，怎么才能让他们主动向商贩要发票呢？公职人员办事完全可以索要发票回来部门报销，如此一来，贪腐问题也能随之解决不少。至于普通百姓就更简单了，直接公告天下集齐多少发票，可以凭此发票去官府进行抽奖，奖品可以自行带回家。推行发票是为了开源，
但发奖品还不是要掏出许多银子。李爷爷不用担心，只要发票可以顺利推行，抽奖那些奖品和收上来的商税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真的？自然。黄爷爷，孙儿如今也算商人吧？你小子，日后这整个天下都是你的，你还计较这些银子？大孙，眼界要放开一点。切，这可不是几两银子的事情，换你也心疼。大明一年国库能进账几百万两银子，已经是多的了。兰家庄努力一下，说不定明年挣的银子就比国库多了。朱元璋也没多问朱雄英生意上的情况，他现在更关注的是别的豪商，和李善长对视一眼，便回宫商议去了。奉天殿，朱元璋拉着李善长、展廷芳等人商讨了足足2个时辰，才最终确定下来该如何推行发票，大致将章程讨论了出来。父皇，因儿他，咱今天心情不错，你最好考虑清楚再说。我可是朱雄英亲爹啊，连教自家儿子都不能做主，我容易吗？看来只能去找母后了。等我说服了母后，看父皇你还能说什么？母后肯定不会像你一样蛮横不讲理。你这是什么眼神？咋地？不服气呀？服气服气，儿臣这就告退了。这是坤宁宫，不是？这原本那么大一个偏殿呢，咋没了？拆家了也不和我说一声。同志们呐，加油干啊！同志们呐，加把劲呀！同志们呐，咬紧牙落！同志们呐，向前走啊！好家伙，原来是你小子拆的家，你们简直放肆！这可是坤宁宫，你们说拆就拆了？太孙说的话是圣旨吗？你们就听。棍子呢？给姑拿棍子来。方柔、秦烟，人呢？二虎，给姑出来。朱标发疯似的吼了半天，发现居然没人回应他，更气了。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姑自己来。朱标，你给我住手！咦，怎么一点都不疼？原来是便宜爹给我垫着呢。乖孙，你没事吧？摔疼了没？我真的没啥事啊，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应该有点事儿？对不起了，便宜老爹。皇上出事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什么大事咱没经历过？是太孙，太子殿下将太孙摔了，太孙都哭了，皇后娘娘急了不行，能快去看看吧？大孙摔了！哎呦啊！还看着咱做啥？去找太医呀！快去给太孙把脉！二虎怎么就只来2人？别的太医呢？都给咱叫来！咱大孙若是有什么事，咱绝不轻饶了你们。妹子，大孙从多高的地方摔的？从这上。这么高，大孙摔下来的多疼啊！哎呀，哭得好累啊，休息休息。太医，咱大孙咋不哭了？不会是哭都没力气了吧？也给姑把脉。你都多大人了，受点伤怎么了？大孙才多大呀？出了事可怎么办？这回还是你害得他摔下来，暂且放过你，一会儿再收拾你。皇上，太孙身子应是无恙，臣等确认太孙身上既无内伤也无外伤。放屁！要是没有伤，大孙为啥哭？我尼玛，我哪里知道太孙为啥哭？兴许是装的呢。皇上，太孙啼哭不止，许是因为今日之事受了惊，臣等也就开几副安神药给太孙。对，多加几味甘草和大枣，太孙爱吃甜的，再开几只，几副烤猪蹄，这个太孙也喜欢。删删减减好一会儿，2名太医拿着长长的单子交由朱元璋确定。老朱哪看得懂，就见到上面这一连串的药材，脸上更心疼了。行，就这么办吧，快点让咱大孙喝上药。别急啊，给姑爷看看啊。父皇、母后，儿臣比雄鹰摔得重多了。元儿，咱叫你好好锻炼身体，你不锻炼，这下好了吧？摔一下就受不住了，真是没咱当年半点风范。父皇，要不是儿臣替雄鹰垫着，他肯定摔得更重。你还好意思说？要是没你，大孙还摔不了呢。你一个当爹的，护着点儿子不是应该的吗？一点小伤就在这里叽叽喳喳，想当年咱从马上摔下来都一声不吭接着杀敌，能不能学学你老子我？皇上，太子殿下似是伤到了骨头，快替姑好好看看。你怎么还没去给咱大孙抓药？太子的病不用你们，伤个骨头而已，咱经验丰富着呢，你赶紧去给太孙抓药。父皇，您也太偏心了，儿臣对雄鹰出手，还不是因为他要拆家。坤宁宫是我的地盘，大孙愿意拆就拆，只要他高兴就好。别说一个侧殿了，就算把整个坤宁宫拆了，我都愿意，轮得到你来管吗？皇奶奶，孙儿是想给您建一座阳光暖房，没提前告诉您，是想给您一个惊喜。大孙，阳光暖房是啥呀？妹子，这阳光暖房可是好东西啊，里面可暖和了，还能种菜，等到冬日在里面待着，肯定可舒服了。大孙送的这礼物，我真是欢喜极了。这可是大孙新弄出来的阳光暖房，咱上午才见着，妹子这坤宁宫就已经有了，
以后咱只能沾沾妹子的光了。是吗？大孙，黄奶奶真高兴，都怪黄奶奶没拦住你爹，让你受了伤。黄奶奶这就好好教训教训你爹，让他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你动手。母后，你也变了，你不是那个最宠爱姑的母后了。怎么，你不服气？我的话有错吗？大孙今日这伤是不是因为你受的？你快回东宫去，大孙特地给我建的阳光房，不许你在这。大孙没事，咱这心就放下了。咱还有折子没批完呢，先回奉天殿了。咱看你也没啥大事，放几天假得。各大朱元璋和李善长等人商讨过发票具体推行的方策后，应天秀成为了试点，并且朝廷规定商户不能不给开发票，公职人员因公办事者需拿发票才能到相关部门报销，百姓可拿发票抽奖。金掌柜，这瘟神怎么来了？傅少爷，许久未见了。前段时间受了伤，才没出来，这不伤一好就来找你了吗？切，当谁不知道你被锦衣卫给揍了，还受伤，真好意思说。这我不写白条，老爷子让我把钱给还上。傅少爷大气啊！银子给你，但你把之前那些饭钱的发票都给我。苍天啊，大地啊，这瘟神终于肯还钱了，没问题，肯定给您。傅让这回是来真的，结果发票就将借的银子给还上了，然后转身就去官府抽奖去了。傅公子，您可真是运气好，这特等奖可比一等奖还要稀少，总共只有3张，可以凭着这奖票领50两银子。50两？没想到啊，我傅让混日子这么多年，终于时来运转了。特等奖被抽到的消息放在官府内也是个稀奇事，而且上头特地叮嘱过，若是有人中了大奖，务必好好宣扬一番。恭贺傅公子喜获特等奖50两银子。小少爷，恭喜恭喜！您要兑奖吗？兑什么兑？小爷我是缺那50两银子的人吗？这可是特等奖，小爷一辈子中过最大的奖。我得把它供起来才行，改日问问老头子哪家寺庙灵验。傅让乐呵呵地带着随从回了尹国公府，准备好好炫耀一番，浑然不知道自己今日之行给当场的百姓们带来了多大的冲动。掌柜的，给我发票，我也要。别急别急，我先来的。东宫此刻正举行着一场家宴，也是朱标为3王践行的礼别宴。四弟、藩地中因着北伐之事，燕京情况最为险恶，我大明能不能守住门户，全靠你了。大哥，四弟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大家都是兄弟，想说什么就说。大哥，四弟今日想提醒您，千万要小心那些文官，特别是出身江南士族的文官。四皇叔怕是醉了。四皇叔没醉，雄鹰，你年纪小，还看不穿朝中如今正暗流涌动。大哥，你身为太子，更应该当心啊！那群士族若是下了狠心，可真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方才那番话说完后，朱棣就没再多言。其实朱棣说的那些话已经很僭越了，但朱标并没有放在心上。宴席散去后，雄鹰去送一下3位皇叔。是。雄鹰，四皇叔和你说句话，你记好了，务必提防吕氏和允文。大哥有些固执，到现在还以为那些文官都是好的，吕家倒了，还有别家，允文那孩子被吕氏叫得不成样子。雄鹰，四皇叔久在燕京，反倒是比你爹看得更清那些文官的秉性。若是明年的北伐，四皇叔回不来，父皇看重你，你可要多看照着大哥，千万别被那些文官得逞了。四皇叔，您这是什么意思？去年我和二哥3个一起受命为军队挑选马场，可行至半路，燕王府卫队的粮饷断了。虽不知具体是谁，但肯定是那帮文官下的手。幸好路上遇见了大宁都司的人，否则你也见不到四皇叔了。四皇叔不必担心，此次北伐侄儿在呢。大侄子呀，你才多大啊？你不知朝廷的粮饷要运去边关，其中有无数的地方能做手脚啊。他们压根不用断，那样痕迹太明显，就让每个环节磨叽个半天，北伐大军就被会拖死。要是四皇叔放心不下，侄儿愿意亲自将粮饷运送到燕京。大侄子啊，暂且不提四皇叔要深入大漠，你可了解从京城到燕京的路途有多远吗？从应天出发，向北2000里就是燕京，在大漠里，侄儿无法确定四皇叔方位，可侄儿心中有数。大漠并不太辽阔，只不过河南、山东、浙江3省面积总和而已。要是京杭运河事务过于繁杂，侄儿就走海路，从松江府北上道，直沽而后再抵燕京，必定比走河运还快上数倍。朱雄鹰居然在这短短时间里把路线都规划了一遍，要是这样，朝廷这回便确有可能将大漠平定，你皇爷爷还有四皇叔多年心愿也能了结了。到那时，四皇叔应该就没什么用了吧？若大漠平定，到那时四皇叔应该就没什么用了吧？四皇叔除了大漠，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啊。
在海外，大明的极东极西还有着广阔的天地，尤其是在大漠的极西，其实还有一片比大漠更加丰饶的牧场。哦，世上竟然还有比大漠更加丰饶的牧场。可父皇如今已经颁布了祖训，周围各小国尚且不能起战征伐，何况是那样遥远的地方？如果随便兴兵，怕是要劳民伤财啊！父皇不会同意的。四皇叔，你不必担心，大明早晚有一天是会走出去的，这一点皇爷爷心里是清楚的。老爷子还真是偏爱大侄子，什么都告诉了他，可是那又如何？距离那么远，怎么过得去？四皇叔，在我们大明的南方有一个土地稍逊于咱们大明的岛屿呢，四皇叔难不成也没有兴趣吗？闻言，朱棣的面上并没有多喜悦，反而带上了一丝疲惫的神色，起身打算离开，不欲再说些什么。不行，今天必须在四叔心里埋下跨出国门的念头的。四皇叔，南边的那个岛屿，冬天也能耕种？冬天可以耕种，那处与我大明四季相反。要是这样，我们夏天在大明，冬天去岛上，那不就再也不必经历冬天了？没错。在古代原始的农耕文明面前，冬日无疑是最煎熬的时节。如今朱雄英忽然找到了这样一个冬天也可以耕种的地方，朱棣内心深处那把火彻底燃了起来。这样好的地方就该是大明的疆土，那处现在是哪朝哪代，多少百姓，兵力如何？此岛虽说和我大明国土相差无几，可独处海上几千年，岛上差不多没有国家和兵马。这样说来，不就是无主之地？可惜啊，可惜。大侄子，你和四皇叔好好说说，那岛到底离我们大明多远啊？要是真的不过几个野人的话，那我是不是带几千人马就绰绰有余了？怎么会用得上几千兵马？随便领个几百人就行了，就是要等到大明的宝船技术再发达些，便可跨海而行，开疆拓土。只要一想到那么大一块地方还是无主之地，朱棣整个人都有些兴奋异常。直到半盏茶功夫以后，二虎来看朱雄英的状况，这才恍然大悟，如今天色已经很晚了，只得不情不愿地送走朱雄英。拜见父皇母后。大侄子，明年北伐，四皇叔绝对踏平大漠，日后便按你说的那样去做。四皇叔加油，侄儿是你最坚硬的后盾。大孙，你和老四这是啥意思？皇爷爷不要问了，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秘密？你和老四能有啥秘密？怕不是被他蒙骗了？还好我身子挺棒，再活个10几年没啥问题。老四，你这臭小子，若是敢对大孙不对，咱肯定饶不了你。大哥，四弟与大侄子相处颇为投缘，但四弟远在燕京，有些担心大侄子，为此有个不情之请，想请大哥答应。四弟，姑不是说了，咱们兄弟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想让大哥做什么，尽管直言。四弟想请大哥新娶个嫂子，可否？我也是真糊涂，这个法子都没想到。要是想在宫里找人护着朱雄英，让朱标多娶一个侧妃不就好了？老四这脑子转的就是比老大快呀！四弟，你这是什么胡话？大哥，四弟并未在开玩笑，为了大侄子好，大哥您就再娶一个嫂子吧。哇哦，这才是咱的好儿子啊！不枉疼他一场，对大孙好的叔叔才是一个好叔叔，还考虑什么？就这么去办。彪儿，就按老四说的做，咱和妹子给你选个好人选出来。儿臣替大哥谢过父皇了。大哥，明年北伐结束，四弟必定回京来喝大哥的喜酒，不知父皇可应允？老四，这是能成多亏了你啊！这杯媒人酒你肯定得喝，咱准了。老二、老三也回来吧，咱一家子的整整齐齐的。多谢父皇。好了，你们快走吧。如今北伐为重，等你们大哥的事定下来，咱肯定给你们传信。是，儿臣们就等着大哥的好消息了。父皇，儿臣没同意呢。咋？你有意见？有意见也给咱憋着。看看你四弟，小你5岁，都和你一样三儿子了。老二、老三咱都不用提了，你身为太子，不该多为咱大明皇室开枝散叶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这是不孝，你知道吗？行了，别杵在这，咱看你心烦。奉天殿还有些奏折没批，你去批了。大孙，你想要什么样的姨娘啊？孙儿也没想好呢，皇爷爷可以把威儿和腾弟也叫来嘛，毕竟也不是孙儿一个人的姨娘。好，还是大孙想的周到，你去叫人吧。多谢皇爷爷。老大，你咋还没走？要不要这么嫌弃我啊？你们好歹讨论的是关于我的婚事，我本人都不能在场吗？3个孩子都比我有发言权，到底还有没有天理啊？少在这避避，老子数到3，你不走，咱就送你走。妹子，你说咱给老大找个什么样的姑娘？这你看着来吧。不过有一点你得听我的，那姑娘的岁数可不能太小，不然怕是压不住吕氏，东宫还不得翻了天了。妹子，咱俩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想到一块去了。这样一来，更是难寻到合适的人选了。
毕竟和彪儿年龄差不多的，肯定是都嫁为人妇了，还不能去民间找，身份太低也护不住大孙。妹子，咱有人选了，汤和汤家那小女儿不是正合适吗？汤和的小女儿是原本有婚约在身，结果被退婚之后一直没再嫁那个。就是她。当年汤和相中了御林军一位指挥佥事，要把小女儿嫁过去，可对方是家中独子。汤和小女儿有一回骑马把对方腿给撞折了，对方清醒之后就嚷嚷着退婚。按说这是双方都有错，可汤和那个暴脾气，一听说要退婚，冲到对方府上给那小子打得半个月下不来床。双方闹得挺大，还让咱给断案，咱能有啥办法？这要是再凑一起，不成怨偶了吗？就让他们退婚了。但汤和因为这事可是跟咱发了好大的火。这些年了，就没人向信国公府提亲。哼，那不是，咱做主退的婚事，就算有人有意，也不敢再上门提亲。咱确实是对不住那姑娘，这不想着给她找门好亲是吗？约莫盏茶功夫，朱雄英就带着朱一威和朱允腾过来了。看着眼前排排站的3个小萝卜头，朱元璋忽地心生一计：大孙、威儿、童儿，你爹要娶一位新侧妃，你们要不要去看看啊？威儿要去。好，都去。现在人是信国公府的小姐，汤和汤爷爷，你们还记得吧？就是他家的。记得。你们这回过去，要是看中人了，就跟黄爷爷说，之后的事黄爷爷来安排，知道吗？好。赵宇，北元使臣们凑在一起，用蒙古语说着什么，几人互相对视着，似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救命了，我们的伙伴不行了！这里面的人可是朱元璋亲口说过要祭旗的北元达子，要是现在就死了，皇上动怒之下不会让我顶替去祭旗吗？一帮废物，关在诏狱里还能让人跑了？皇上恕罪，锦衣卫疏忽之下，让赵瑜囚犯逃脱，臣等罪该万死。哼，还不快去找人！那群鞑子肯定还没逃出城，若是找不到人，明年北伐祭旗的人就让你们锦衣卫来。是，臣必定将人抓捕归案。立下军令状后，蒋环这才劫后余生一般的退出了奉天殿。一时间应天城内风声鹤唳，锦衣卫大批过境，就为了能将越狱的北元使团抓回去。而此时的信国公府，依依长得好漂亮。你们是谁家的孩子？依依，你不开心吗？没有，依依没有不开心啊。你们是被自家大人带来拜访的吧？要不要和依依上街去逛逛？依依给你们买糖人吃。要去。4人很快来到了街上，而沉浸在逛街喜悦中的汤颖婉4人并未察觉到一个隐蔽角落处，几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朱雄英，脸上露出了狡诈的笑。唐升天在上，我们有救了！只要挟持朱雄英做人质，那大明的皇上就一定会放我们安全回草原。有杀气，不要躲了，我已经发现你们了。他娘的，我们都没动啊，你就发现了？是谁漏了消息出去？兄弟们按计划行事。休想伤害我的孩子！这每一棍都是朝着敌人下3路而去，看着都疼啊！终于明白汤颖婉为何会被退婚了，太凶悍了。那个指挥佥事真可怜，也不晓得那倒霉催的现在过得怎么样。不过盏茶的功夫，战斗便结束了，而街上突如其来的骚乱也很快便惊动了正在周围巡逻的锦衣卫。等锦衣卫们赶到此处的时候，都不由得被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惊到说不出话来。这下手也太狠了吧！依依，您送我们回去吧。依依，我怕威儿今晚可以跟依依睡吗？孩子们，你们母亲应该在家里等着你们吧。依依便不送了。母亲，已经过世好久了。好孩子，依依说错了话，你别难过，依依这就送你回家。这回我一定要硬气一次，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要是所有事都听父皇一人的，我以后还如何树立得起威严？父皇，干啥？是今日的奏折已经批完，儿臣这不是给您送过来了。放下吧。是，我可以的，我不怕，我能行。父皇，儿臣不愿纳废。哼，咱命令你呢，这是圣旨。父皇，您若是一意孤行，儿臣怕是要不孝啊。哦，你这是要威胁咱？没错。哈哈哈哈！咱这傻蛋儿这是出息了，咱太不容易了，终于等到今天了。父皇，你如果一定要这样，儿臣便出家。哦，父皇，儿臣要出家。切，你要不纳妃，要不出家，咱现在让你自己选，你看着办吧。我也是傻了，父皇不同意，哪会有和尚敢给我剃度？前脚替我剃度，后脚父皇就能把他们超度。滚吧，臭小子！咱忙来忙去，这都是为了你，竟然如此不知好歹！信国公府，夫人，我今天可哪都没去。不要脸的，谁管你？那你们守在这里做什么？咱娃儿被叫到东宫里去了。嗨，我还寻思什么事儿呢？
就是进宫了啊，咱几乎每天。啥？等一下，你是说咱婉儿被叫到宫里了？东宫？这宝贝女儿可是待字闺中10年之久了，10年啊！天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过来的，人生能有几个10年啊？今天这太阳怎么回事啊？挂在天上不想走是吧？人呢？把大门给我关上！我汤家怎会有这般没有规矩的女儿？天都已经黑了还不归家？老大、老二、老五，你等3人今晚各守一门。今夜就算是蚊子也不能飞进来一只。夫人，怎么了？罢了，我亲自带队巡逻。今夜咱们何府上下要打起10万分的精神，咱们的目标是不让小辈进府。胡扯，是守好家门。信国公府上下瞬间变身成为一座军事大营，整个府里不论男女老少，全部守在各个地方，就怕一个不注意被汤盈婉溜进来。东宫，威儿，你希不希望汤姨姨往后每天都待在宫中？那你一会儿可要好好帮皇兄。我们就这样。姨姨，你可不可以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们有惊喜给你。小殿下们，臣女不能。姨姨，你可不要跟我们客气啊。话落，3个小家伙迅速地向着殿外跑了出去。终于，3个小家伙在奉天殿外见到了被二虎轰出来的朱标。父亲，汤儿也是为您着想。没错，为了父亲和姨姨，冲！汤儿、威尔，你们这是要干嘛？汤儿，你几时学上你皇兄那一套了？你这小身板也想要袭击爹？你也是。威尔，你为何带着弟弟乱搞？爹爹，威尔希望汤姨姨可以留下来。你们要留下汤氏，跟你爹我有何关系？要是爹爹可以去和汤姨姨多相处相处，爹爹一定会喜欢她的。威尔，你属实有些缺乏管教啊。几个孩子怎么出去这么久还没回来？昏暗的夜色里，只见一个晃晃悠悠的中年人有些踉跄的进了屋子，随后寝殿的大门被奉天殿内。皇上，北院逃犯想要对太孙殿下不利。什么？咱大孙现在何处？那几个逃犯想要动手时，太孙恰好获信国公扶了小姐在一处，唐小姐出手制服了贼人。是咱耽误了这孩子呀！如今这个年纪还尚未出阁，大孙如今在何处啊？太孙殿下把唐小姐领进宫中做客，现下人在东宫。那就好，传旨，马上把北伐大军的旗子先拿出来祭了。哼，彪儿那个混账，咱不过让他内飞，他就这么胡来，糊涂东西，咱非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去东宫。这混账小子干什么呢？太子怎么了？回皇上话，太子和汤姑娘在公主寝宫。太子和汤姑娘果真在一块呢？是。这臭小子还非得嘴硬，一点也不像咱实实在在的多好。快来人，快救我！哼，慌什么？回去！传旨，自信国公府东珠10颗，蜀锦20匹，绢10匹，黄金300两。彪儿这孩子要培养感情哪里不行？到威尔寝宫来了，我孙女一会儿该睡觉了。去几个人将福安公主送去坤宁宫休息，让太子和汤姑娘多待一会儿。说完，朱元璋哼着小曲，乐呵呵离开了东宫。可就在此时，朱元璋脑子里突然浮现了朱棣在东宫曾说过的几句酒话。难不成这群文官胆子真的已经大到如此地步了？立即把去年燕王出塞的全部案牍都给咱找出来。信国公府，婉儿一夜未归，咱得好好找皇上说道说道。太子怎么了？太子就能强留民女过夜吗？皇上，臣真是没脸见人了。小女出门后竟是一夜未归呀！老二，你那张脸不是何装委屈，快收起来吧！咱们多少年的兄弟了，有话就直说。皇上，老臣也是担心小女受欺负，您给个准话，小女实在耽误不得了。这回若是嫁不出去，怕是要进庙里当撸子去了。汤老二，你还威胁起咱了？行了，昨夜之事确实是边儿的错，边儿那人你也知道，不是不负责的人，给咱把心放肚子里。感情婉儿都和太子那啥了，那这事肯定没跑了。至于这么高兴吗？连装都不装了。这可是大喜事，你笑吧，没事。皇上，您是不知道老臣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啊！小女能嫁出去，终于了了老臣一桩心事了。皇上，言经之事，北至一查清。皇上，臣老二先别走，你也留下听听。皇上，根据北至及手下人调查，因王府卫队两相被断一事，牵涉进去了官员大半仍处于原职未受处罚，而据北至所查账目，却无贪墨之行。大孙，这事你信吗？那些文官会做这种损人还不利己的事？皇爷爷，或许二虎将军查的是对的，那些人并未贪墨。到底还是个孩子，想的太少了。皇爷爷，孙儿说他们没有贪墨，不代表他们就真的没利己了。
有些事情功不在当代，而是在之后。他们如今不贪墨不动手脚，不过是为了更大的图谋罢了。等到时机成熟，他们绝对会出手，以求一击即中。或许是在明年北伐时，或许是在10年后哪场大型战役里。黄爷爷，您想，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文官动了手脚，我大明军队可能想到会有人在背后捅刀子，稍有不慎便是全军覆没的下场啊！如此一来，大明能主事的人可不就剩下这些文官了？不可能，咱大明那么多人，藩王勋贵不是多。话音戛然而止，朱元璋忽地想到了朱雄英全军覆没那4个字。黄爷爷，孙儿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说。说。黄爷爷可否想过，我大明官制在根源上就出了问题？你可真敢说啊！根源上出了问题，那不就相当于直接说是朱元璋的错吗？大胆！在你看来，黄爷爷就是一个不辨是非的昏君。黄爷爷，您不要曲解孙儿的意思，根源错了，不是一个人的错，是这个时代的错。从古至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向来都是皇室与士大夫共天下，我大明如今也没有例外。但为何一定要这样呢？那些士子凭什么不用交税？辛辛苦苦耕种1年的百姓们却要交税，这分明是在割裂二者的身份，也是官制越来越严重问题之所在。咱不过是免了几十担而已。黄爷爷，倘若孙儿官制从9品，名下有200亩地，您觉得孙儿应免税多少？6担。当然不，孙儿完全能1分税粮不交。这200亩田地，孙儿完全可以将其分置在不同的官员辖区内，只以最低的6担粮税去官府登记。如此一来，这200亩地就无需再交1分税粮。想要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只要做到官绅一体，收税纳粮即可。该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让他们不敢再钻空子。但还有一点，若是不变，问题就会层出不穷，永远也无尽头。你继续说下去。黄爷爷，那些官员的俸禄太低了，便是不想贪，生活也逼得他们去贪。黄爷爷，孙儿认为高俸养廉才是正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咱给了他们高俸禄，那些人就不会贪污了？大孙，你可知道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可如今不知多少官员是被逼着贪污，他们贪污也只是为了活下去。清官并不代表对方就是好官，若是有才，便是给他多加俸禄又何妨？胆大包天，胆大包天！你这是指着咱的鼻子骂呀！黄爷爷，日后孙儿继位为天子，定然修改律令，无用糟粕，尽皆废止。朱雄英，咱能立你，也能废你。朱雄英，咱能立你，也能废你。二虎，把这个小兔崽子给咱绑了。皇上，太孙年纪还小，说了话怎能当真？呵，他年纪小，本事倒是大着呢，指着咱的鼻子骂呀！咱这皇帝在他眼里就是个昏君，真是胆大包天。朱元璋一身的火气，但他又何尝不知道朱雄英说的那些确实很有道理。可他若是认可了朱雄英的话，岂不是就否定了他前半生引以为傲的功绩吗？不是所有人都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刚刚就应该告退的，现在得了，估计还得把自己老命搭进去。本虎现在很烦躁，你说你们神仙打架，牵连我这个小虎干嘛？皇上，恁三思啊，不然能和皇后娘娘商量一番。哼，后宫不得干政，咱都9思过了，还3思？咱今天要让这臭小子知道谁才是这大明的天，咱大明极东之地在哪？回皇上，是辽东。那就那可是辽东啊，北方苦寒，辽东更是苦上加苦，寒上加寒，真要把大孙发配到那个鬼地方，这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咱后悔都来不及了。但这臭小子说的话太气人，咱不能心软。辽东，咱咋记得还有比他更东边的地方？皇上，小的大字不识一个，真的不知道啊。好，就辽东了，咱要将你发配辽东。大孙啊，你快服个软认个错，咱就放过你了呀！哼，他娘的，怎么殿内是这俩憨货？要是擅长在，早就领悟到咱的意思了。这群废物，咱这不是骑虎难下了吗？阿弥个 DJ 托付。咦，宫里哪来的和尚？二虎，去把外面那个和尚给咱抓进来。能安然无恙走到奉天殿来的和尚，那能是普通和尚吗？老朱也是，真是气糊涂了，这种混话也说得出来，就是可惜了二虎，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下场。很快，二虎啥事没有的回到了殿内。朱雄英见到后微微瞪大了眼睛，好你个后生，竟然搞偷袭！这老和尚长得仙风道骨的，怎么行事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呢？闭嘴！你个老秃驴，怎么混进皇宫的？宫门守卫都是死人吗？青天白日进了贼人都不知道，真是反了天了。上面那不是你爷爷？老秃驴，放开咱大孙！哦，贫僧不放又如何？秃驴，大事！
你有什么要求直说，别伤了咱大孙就行。朱重磅，你还没到花甲之年，怎么就老糊涂了？你是？为什么咱感觉跟你很熟悉？臭小子，真把贫僧给忘了。六叔，你是六叔吗？重磅，你和贫僧一样都老了。六叔，你这些年去哪了？侄子找了你这么多年，派出无数人去，也没找见你。皇觉寺里的主持都圆寂2个了，侄子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切，肯定是你没用心。贫僧不过是去外面游历一番，你居然找不到贫僧。六叔，你去哪游历了？咱都将大明翻遍了，没寻着你。天主而已。阿弥个 DJ 陀佛，贫僧早已遁入空门，尘缘已了。此番是来探望尔等一番，日后不见，不必惦念。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经过咱老朱的同意了吗？都快还宫了，咱还能让你走脱？先前朱元璋一直想找个台阶下，可惜汤和大虎愣是没领会到他的意思。六叔突然回来，倒是解了他的困境，而且这可是他在世的唯一长辈了，如何不令人欣喜？富贵，你快去坤宁宫一趟，跟妹子说，咱六叔回家了。阿弥个 DJ 陀佛，贫僧法号清净，说咱清净六叔回家了。朱元璋命令一下，整个皇宫都忙了起来，开始准备着这场重逢之宴。六叔，这是咱儿子朱标，也是咱立的太子，可不是咱自夸。标儿这太子当得仁厚宽善，颇有明君之风，再加上大孙，我大明3代明主，江山稳固啊！父皇，儿臣脏了。阿弥个 DJ 陀佛的，咱心境这是怎么了？臭小子，说什么混话？这可是你六叔公。六叔公，你六叔公在呢，你别给咱犯浑啊！六叔公，求您给侄孙剃度吧，我要出家，这皇宫我是1秒都不能待了。六叔，这小子往日挺正常的，估计是受刺激了。朱标，你眼里还有没有老子了？你给咱站起来！你出家当和尚也行，剃度前也得把汤营丸给咱取了。皇上出事了，燕京急报，北元可汗贝尔只金、托古斯铁木儿率兵3万，引我大明羽林右卫进了伏击圈，4800名将士进阶报国。传令让6部和5军都督府的5品以上官员，文武不论，都给咱进宫来。孩子们被害死了，咱们这些老家伙可得为他们报仇。你们可还能拿得起刀？拿得起，报仇，报仇，报仇！抵挡北元，以为阴魂，杀了咱大明的人，就要将其亡国列种。臣等必不负圣旨，灭北元，告阴魂。去吧！皇爷爷、孙二爷想随军出战，离荡北元。胡闹！你才多大，上什么战场？战场上刀剑无眼，你想让老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大孙不愧是咱老朱的种。大孙，咱跟你打个赌，皇爷爷允许你组建一支自己的军队。父皇，这支军队现在只有番号，剩下的兵马甲胄、粮秣军饷通通没有，只能你自己去想办法。你若是能建起来这支军队，咱就同意你和大军一起北上；若不成，你就老实待在宫里。你可要打这个赌？孙二赌。大孙，你可想好了？想凑齐那些银两，可不是能轻易做到的，万不可掠夺百姓，你明白吗？自然。孙二若有错，您尽管责罚。好，皇爷爷倒是看你做到如何地步。多谢皇爷爷。父皇，您就这么同意下来了？万一真让雄鹰做成了呢？慌什么啊？此事有多难，你不知道？父皇，还是您有办法。传咱命令，5军都督府与6部皆不得资助太孙，若有违抗，定斩不饶。是，父皇。您给雄鹰的军队番号准备叫什么？羽林右卫。羽林，父皇是想要让羽林右卫在雄鹰手中重启吗？而从奉天殿离开的朱雄鹰回到寝殿内，拿起笔墨便开始写将要发行的稿子，排比先一气呵成。这一期的大明民报在夜半发行，朱元璋让朱雄鹰重组羽林右卫一事，也随着报纸刊登在众人眼前。爹，二哥之仇不能不报，我想去参军。儿子废物了这么多年，也想出席一回，总不能让外人觉得我们尹国公府无人，堕了您的名声。二哥的仇我来报。儿子知道皇上让太孙重组羽林右卫的消息后，就去报名了。咱便是不同意你去又如何？爹，您总是骂儿子是不孝子，儿子可不能让您白骂了。你放肆！你个小兔崽子，要反了天不成？老子还提得动刀呢。妻儿的仇，老子来报。咱就是在蓝玉手下当个伙夫，也能手刃了鞑子。逆子，傅忠，你也和傅让一起胡闹。爹，从前是儿子不好，惹您生那么多气。若是儿子不走运，恐怕今日是儿子最后一次惹您生气了。以后您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爹，保重身体，儿子去了。怎么，你家娃昨晚也跑了？可不是嘛，咱嘴巴都要说干了，好不容易才留了一个小子不跑的，这群兔崽子真是要翻天了。咱们这些老家伙还会得动刀呢，他们瞎凑什么热闹？直到此时此刻，朱元璋才算是直观地感受到了大明民报的影响力有多大。说到底，大孙也只是个小娃娃，
再有雄心壮志，这兵家之事却不可小觑。你们都是一群成了精的老家伙了，怎么轮到自己的娃娃就看不清了呢？咱们怀期的娃娃有血性啊，要是听了消息还能坐得住，那才是丢了咱们的老脸呢。4800条人命啊，都是各家的好苗子，实在是心疼啊！要再建一支羽林右卫，至少得4000人，咱大孙才拐得到几个娃类，要建军早得很呢。老臣将启场叩见皇上。皇上，昨夜家中2个逆子匆匆逃家，参军去了。老夫昨夜举着借死家规，愣是追不上那2个孽障，苦堵圣贤书数载。臣是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跑得比兔子还快，翻着墙根就出去了。老姜啊，虽然咱们之前有点不对，但是咱也得劝劝你了，这一把老骨头就不要折腾。我家那个可是把我关起来才跑掉的。谁和你比这个？皇上又出事了，现在城里都在传唱羽林右卫的军歌啊。什么军歌？羽林右卫在。前羽林右卫4800名将士进阶报国，始作俑者是北元的那群瘪犊子，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叫羽林右卫，我们将继承他们的遗志，涤荡北元，一位英魂。一荡北元，一位英魂；一荡北元，一位英魂；一荡北元，一位英魂。一军为伍，一军为伍，太孙为伍，一军为伍，大明威。日月山河永在，大明江山永在啊！好一首军歌。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手，刀在腰。好儿郎报国在今朝，血正沸，气正好，仇不报，恨不消，努力杀敌势不饶，拼将头颅为国抛。这首军歌文辞直白，别具一格，太孙真是出人意表。若是老夫也年轻，也愿意随着太孙征战一次。诸位不必介怀，老夫只是有些感慨。臣罪该万死，身处国子监中，却未能尽到为臣为师之责。学生们尽数都参军去了。国子监中有4000余书生啊，全部都。自昨夜起，老臣便发觉孩子们有些不对劲，但是想到年轻人心气不平也是有的。直到今日那军歌一起，这些孩子们就完全坐不住了。沙场征战，这本是5人之事，岂有书生冲锋陷阵的道理？战事紧迫，距离大军开拔的时间越来越近。这些书生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大军出征不是玩笑，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刀下亡魂了。如果这群人上战场也，那大明将真的伤筋动骨，元气大伤啊！蓝玉，大军尚未开拔，还有时间，咱要举行一场军演，你去把大军中最精锐的兵马挑选出来。战场可不是讲道理的地方，真刀真枪的实战一场，让那群小崽子们心服口服的待在金陵。种地的都知道，粮食要丰收，种子也要留下。老臣领命。皇上圣明，就是该让小子们知道厉害，只有一腔热血去报国是远远不够的。诸位放心，老夫这就回去召集文臣旨意。这个时候了，还找文臣有啥用？联名弹劾。牛还是你们文官牛？都是大明的未来栋梁，你们可千万不要莽撞出事啊！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呢。前世那些个古今中外知名战役，我都有所了解。那本说是穿越者必读的民兵手册，我也拜读过。如今的羽林右卫组成人员，论起来比寻常的军队文化水平要高多了。国子监的书生更不必提，完全就是后世的江北苗子，这可都是人才啊！黑猫，太孙，黑猫，你们都是战场上下来的，有经验，正好帮我训练他们。第一阶段会将所有人聚合在一起，进行队形训练以及打靶训练，务必做到令行禁止，所有人都能手持火铳攻击。第二阶段是分兵种训练，既要组建军队，那军队中必不可少的兵种也都要有，例如骑兵、步兵、炮兵、弓箭手等等。每个兵种训练好后，再和其余兵种进行磨合。军队最看重的便是团结。第三阶段便是实战演练，毕竟光说不练假把式，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训练了2个月，总得看看成果如何。还有这群人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差了，你安排人多去买点补品，训练强度太大，那就把各式伤药都准备好，再请2个太医来传授一些按摩药浴的法子，后勤必须保障好。总而言之就是2个字，花钱。而朱雄英最不缺的就是钱，他名下那些产业说是会下金蛋的母鸡都不为过。5军都督府干啥呢？没看咱有事要忙啊？蓝玉，你这要去传令？是啊，是去蓝家庄吗？那啥，我看你这公务这么多，不如我帮你去传令，这北伐之事可得你劳累啊。傅有德，你咋那好意思说啊？当那点小心思咱们不知道呢？我也想去呢，我家那臭小子跟我大吵了一架走的，我总得去看看才能安心啊。我家那小子也是。
那大家一起去。诸位，我也不是很忙。那个，我确实还有些事，这军令就劳烦诸位替我送一下吧。闻言，众人才重新笑了出来，可以说是古往今来传令阵容最豪华的一次了。因为里面的人最低也是个伯爵，即将抵达兰家庄的路上。迎国公，老臣真没想到您竟如此溺爱儿孙。还有诸位，难道公务不忙吗？竟是为了家中小辈，国公侯爵都跑来这兰家庄了，真是胡闹。咱是有正事的，传军令难道不重要吗？什么军令这么重要，要诸位来送？2个国公，6个侯爵，还有8个伯爵，多大的阵仗啊！我大明平定西南，可也就去了西平侯3人。江大人，莫非督察院也有命令要交代给兰家庄？快走！老夫和你们可不一样，我是去给玉儿送护膝的。如今天气冷下来了，冻个玉儿可咋好？江启昌这个老不要脸的，实在无耻！好了，快走吧，再耽搁一会儿，老江头都进庄子了。全体都有立正，给你们一盏茶的功夫，把外面那些人都给我劝走，哪家的人没劝走，军法处置。是。诸位，你们这样窥视，非常影响我手下兵的训练。太孙，这是给我家玉儿的，她身子不好，老夫怕她被冻了，您帮老夫转交一下吧。太孙，这是给我家小四的衣裳。太孙，这够了！诸位，你们对儿孙们如此溺爱，不是为他们好，是害了他们啊！现在多吃苦，战场上才能少吃苦。如今流的汗，才不能成为沙场上流的血。好了，咱还不知道你们是啥人，别瞎担心了。战场上的事还是得咱来。太孙，咱是来传军令的，不如进去再看。爹，这军令昨夜太子殿下就来说过了，况且区一份军令，值得你和诸位叔伯一起跑一趟。好你个太子，居然明目张胆走后门！诸位还是回去吧，你们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让庄子上的人清场了。好，我们这就走。傅有德这一走，那些文官也不好再留下，陆续的也离开了庄子上。与此同时，营地内一处杂物房内，不愧是大孙，把这一帮人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父皇，您别再挤儿臣了，儿臣看不着人了。胡说，这望远镜看得那么远，哪能看不着人？皇爷爷，爹！哦豁，被发现了。彪儿，咱就说的相信大孙，你非不信要过来看看，这回放心了吧？父皇，您真是我亲父皇。看什么看？咱走了。二虎，马呢？把人都赶走之后，营地内的训练终于恢复正常，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大胆刁民，如今正值北伐前期，你们胆敢腾火聚气，真不怕掉脑袋吗？大人，我们这些东西都卖给羽林右卫的人了，绝没有囤货聚齐啊。羽林右卫是谁允许你们卖给羽林右卫的？皇上有旨，各部衙门绝不可对羽林右卫提供一点支持。你们那样做是要抗旨吗？大人，我们不知道皇上下旨了啊。对了，大人，我们是无心之失，哪知道这些事啊？求皇大人救救我等。现在只能待罪立功，之后绝不可再为羽林右卫供应粮食。告诉你们相熟的人，不许再卖任何东西给羽林右卫。太孙，准备好了没？那你又准备好了没？太孙，你跟谁学的？怎么专攻下3路啊？你猜。最后一招。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报，江宁县黄大人下令，禁止城中商户向羽林右卫提供物资支援。现在庄子里的粮食也仅够支撑2-3天了。放肆！他们怎么敢？一营全体集合！兄弟们，我们立志为国征战，甚至为此不惜违背父辈的命令。粮草兵器我们都可以自己买，但是现在城中竟然有些小人在断我粮草供应，你们答不答应？不答应。走，随我进城讨个说法。现在城中的粮食价格可都平降下来了。回大人，您真是神了！这边刚一禁止羽林右卫的粮饷供应，那粮价很快就恢复常价了。黄大人，那些羽林右卫的兵都闯进城里来了，纷纷到我们店里去讨要说法。小的们人微言轻，实在不敢得罪黄大人，这可如何是好啊？大胆！难道他们要强抢不成？本官倒要瞧瞧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臣黄之臣拜见太孙殿下。此人竟然是太孙。太孙，草民有眼不识泰山啊！这粮食马上就卖。谁让你们卖粮了？可是黄大人，太孙，
断了羽林右卫的粮饷，乃是皇上亲发的圣旨，谁敢不遵？难道尔等要违抗圣旨，诛那个不忠之人？臣相信太神也不会做此等不忠不孝之事的。黄子成，你不要信口雌黄，谁违抗圣旨了？旨意上只明令了各衙门不得支援武器粮草给我们，但是并未阻止我们自行筹粮。傅小公子，你先别急，下官也只是奉旨行事。你敢？傅小公子，本官乃是朝廷亲封的县令，莫非你要对本官动手吗？黄大人，你这是料定了自己的身子骨抗奏哦。诸位，你们还像从前一般卖东西给我们，若出了事，有孤单着呢。小的们这就回去筹备粮食。我们走。副本官去督察完。是何人有事要报？是下官黄子成。黄大人，你这是？几位大人，下官好长啊！下官是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成那般模样的啊！什么？竟是被人殴打致死，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这还有王法吗？这可是天子脚下，居然有人胆敢当街行凶，气煞我也！老夫定要上奏皇上，弹劾此人。黄大人，我等定年为你讨回个公道来。黄大人，你仔细说来。黄子成将刚刚发生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了出来。你说你断了羽林右卫的粮草不给？诸位大人，下官一片忠心可见。还愣着干什么？老夫看他真是被打轻了。江大人，下官是出现幻觉了吗？不然怎么听到您说下官被打轻了呢？你没听错。你个王八蛋，居然禁止商户卖粮食给羽林右卫！你哪来的胆子？皇上什么时候不让太孙自筹军备了？谁来了也饶不了你！几位大人为何要那样对下官了？别打扰了，督察院周围便是6部衙门以及5军都督府，这边动静闹得太大，其他衙门想不听见都不行。于是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但知道了黄子成做的事后，全都加入了暴揍他的队伍。这是怎么了？这么多折子！回皇上，出大事了！这些都是6部和督察院新上的折子。到底出了何事？竟是将整个朝堂上的人都惊动了。当年胡惟庸案也不过如此吧？你快说来听听。是江宁县令黄子成下令禁止商户们向羽林右卫售卖粮草，还说是奉了您的旨意。那些大人们知晓后就怒了，这些折子都是弹劾黄大人的。大胆黄子成，咱什么时候下过这样的旨意？咱只是不让朝廷支援羽林右卫军备，又没说不让自己买。他这是想要害大孙啊！二虎，北志在，你即刻带人出宫，去给咱好好收拾黄子成一顿，知道了吗？皇上，北志已经出宫一趟了。那位黄子成黄大人先是被太孙带着羽林右卫揍了一顿，之后在督察院又被众位大人揍了一顿，属实伤了不轻。北志若是再过去动手的话，黄大人估计就没命了。你说他们都动手了？是，这群人一个个简直是迂腐至极，为何不把咱一起叫上？难道就他们的后辈在羽林右卫吗？咱大孙也在呢，咱还没打到那个黄子成呢。你去太医院，将医术最好的太医带去皇府，必须将黄子成给医好。皇上不是生气吗？怎么还要救人？恁这是？别废话，快行动啊！再晚一点的混账，真没命了怎么办？不用吝啬药材，都给咱用最好的，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给咱救活。等他好了，咱必须亲手抽他个200鞭子。一个子爵，不说人家怎么能当上皇上了？你给咱看紧的，别让那混账想不开自杀了，不然唯你是问。北志这就去。父皇，儿臣想调些粮草出来。你要粮草做什么？不是说黄子成那个王八蛋不让商户们卖给羽林右卫粮草吗？儿臣担心雄鹰吃不上饭，这才想着送些去庄子上。这事你都知道了？下午时，儿臣本在户部办事，听到督察院的动静就过去看了看，还亲自上手揍了那混账几拳。臭小子，为何不回来通知咱一声？那么多人都能亲自动手揍，咱却一回都没捞着。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哎呦啊！多谢皇上圣恩，微臣有负皇上所托啊。太医，快给黄大人看看，身上的伤没事吧？老夫进太医院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碰见如此情况。黄大人外伤受得颇重，肋骨断了好几根，内伤也不轻，五脏六腑皆有损伤。但黄大人大概体质好，这会儿已是恢复了许多。但黄大人的伤还是很严重，至少也要休养1月才能好。全赖黄大人意志坚定，才能挺过来啊。太医，若是告诉黄大人，皇上之所以要治好他，是想亲自抽他200鞭，黄大人还能挺住吗？好家伙，皇上好不容易大方一回，结果就是为了亲手抽死他，恐怕不行。行，我知道了，黄大人，恁可一定要好起来啊！皇上还等着恁了。
微臣必不负皇上期望，努力好起来。二府将军，您一定要将微臣的感谢传达给皇上。没问题。二府将军，那是我的一些心意，您都收下吧。不必如此，黄大人，您尽管养伤便是。我们同朝为官，自当互帮互助。恁的话我一定会带到了，这银子咱哪个亏心啊？二府将军不愧是御前行走第一人，下官佩服。几位太爷，下官同样有血的相赠，还望几位能收下。不可，老夫受之有愧啊。正是，您好好养伤就是对我们的回报了。没几日就要军演了，你们难不成真能眼睁睁看着这帮孩子去战场吗？皇上，既然这一战总是要打的，老臣请战。咱要好好看看，咱们这帮子老家伙都在，这群小崽子能翻出什么话来？傅有德，你立即出城，到3大营点兵，挑出5000精锐来，不要让大孙抓到咱们的错处，说咱们这群老东西仗着人多势众。是，咱们的孩子们可就全都托付到你们身上了，别叫咱丢了面子。皇上尽管宽心，我们兵部军械充足，臣等必定将这群孩子拦住。真是的，居然差点被一群小崽子吓住了。老傅，你还记得朝廷内有多少打死的人头吗？大约应有1万首级。我大明快10年没北伐了，咱也有些记不清。宜去命人将那些人头都取出来，给咱摆到兰家庄外面铸成金棺。皇上，老臣肯定把这事办妥。太孙出事了，你去看看吧。兰家庄外筑起了一道人头金棺，羽林右卫这些人不是寻其死地，便是国子监的学生，哪一个的人生不是顺风顺水？在见到这样惊骇莫名的景象时，大多数人都站立起来。平时叫嚣着要杀打死，可当这么多的腐烂人头摆在眼前，心里那点凭空生出的勇气便如泡沫一般消散了。金棺之景，朱雄鹰也见到了，强压下生理反应般的呕吐后，脸上也露出了几分笑意。早就想过该用什么办法来让羽林右卫这些人感受一些战场的残酷，如今倒好，法子自己送上门来了。集合。咱就说这个法子好，这些孩子终于知道害怕了，现在害怕也总比在战场上送了命要好啊。这仇还是交给我们这帮老骨头去报吧。他们害怕吗？可怕吗？但你们知不知道，被北元覆灭的4800名羽林右卫，也可能被铸成了同样的监棺头颅。话音落地，在场瞬间陷入一片死寂，唯有风声作响。告诉我，你们害怕吗？老子不怕。小爷也不怕。他爹的，老子早晚杀光这些崽子。大哥，你的仇我来吧。涤荡北元，一位英魂。一位英魂，一位英魂，一位英魂。这，我大明有此继承人，便是此次不能灭了北元，又有何忧？传令，今夜在此地扎营。是。这样一群孩子，当真还要阻止他们北上吗？傅有德原本坚定不移的念头开始有些动摇。见到羽林右卫的人已经开始准备扎营事项时，傅有德并未现身，而是沉默地离开了兰家庄。我有事要你们去办，把这面旗子交给秀庄秀娘，让他们在军演之前赶制出5000面，我们羽林右卫务必人手一面。是，太孙就是厉害，真有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气度。不愧是皇上，想出的法子当真是妙。吾皇圣明，这等办法都想得出来。那些孩子怕是被吓得要吃不下去饭了。二虎，你这是咋了？被人打劫了？北至这回险些被太孙的人给抓进地牢里关着。若不是从前和黑猫有些交情在，皇上恁就得去兰家庄捞北至了。啥？你被人抓了？那今日的金棺，那些孩子们可被吓到了？没有，太孙还下令羽林右卫今夜就在金棺旁边扎营。听闻羽林右卫的表现后，朱元璋也出现了和傅有德一样的想法。阻拦那些孩子们北上真的是对的吗？皇上，应天府尹徐明清徐大人求见。让他进来。微臣徐明清拜见皇上。说，求见咱有何事？回皇上，微臣接到属下有人禀报，说是有人找上城中最大一家绣坊，要赶制5000面红旗出来。红旗？你找咱就为了这事？微臣先前也只当这红旗没什么特别的，但当微臣仔细调查过后，发现这红旗是兰家庄的人交由绣坊之人做的。大孙命人做的？你这人说话怎么大喘气呢？之后呢？皇上，这红旗上还绣着5颗金黄色的星星，微臣不解其意。其右下角还绣着2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竟然是用来裹尸的！皇上，这里还写着字儿。玉儿，你这是要为父的命啊！你可见到了太孙的旗帜？回皇上，这上面写着太孙的名字。拿过来。
尽管朱元璋已经有了准备，可真切的见到朱雄英3个字被绣在这红旗上时，一颗心依旧高高悬在空中，不敢落下。老朱接受不了他眼里还那么大点的小娃娃有朝一日和死这个字扯上关系。大孙，你绝对不能死！你若是不在了，咱和妹子怎么办啊？二虎，通知尹国公，之后的军演务必要赢个羽林右卫。对，二虎将军，你记得跟尹国公说，若是能赢下军演，老夫以后因他调遣。本官也是，只要不让羽林右卫北上，要了本官的命都行。行了，这红旗有了多少面了？回皇上，这红旗才开始绣制，目前只有几百面，已被微臣收没了。你做的不错，这旗帜就该被收。咱们这些老骨头可都在呢，用得着他们马革裹尸吗？那是大不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只要咱们把仗打完了，那些孩子才能不用再打仗。所以务必给咱把那些孩子给拦住，都退下吧。徐明清留下，这红旗还是照常赶制，但做完了不许交给兰家庄，都送到咱这来。微臣遵旨。北伐之日，应天府城外30里的空地上已经汇聚起了各部兵马。自上次北伐后，大明再次举兵，已经隔了10年。此战是复仇之战，亦是为收复疆土而战。12万兵马整齐肃杀列队空地之上。陈兰玉今率神机营、五军营、3000营12万兵马拜见吾皇，吾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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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大明的好儿郎，大明万岁！教场内，今日真正的重头戏要开始了。尹国公傅有德带领5贤精锐，对战太孙朱雄英带领的羽林右卫。声势震天，围观之人仿佛当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真实且凝重的杀意。相比起来，羽林右卫在他们眼中跟没长毛的孩子没有差别。他们实在想不到羽林右卫该如何赢过3大营的精锐们。太孙，如今羽林右卫重组不过3月，里面还多是国子监的书生。老臣不信这些孩子3月内就能适应在战场上的生活。您这是把他们往火坑里送，为何您一定要违背皇上和老臣们的苦心呢？父爷爷，我大明和蒙元之间是国仇，更是所有百姓切肤之恨。我身为大明皇太孙，愿率羽林右卫踏平北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傅有德的心都跟着朱雄英的这几句话颤了颤。他虽是武夫，但北宋大家张载这4句话，他也是听过的，并深深敬佩。太孙，请指教。列阵，杀！羽林右卫，杀！杀！列阵，杀！杀！这不可能，3大营精锐手里的刀也不是烂铁做的，为何如此脆弱，竟然都断了？散开！一瞬间，盾阵变坏，转为小组作战。朱雄英看着对方变阵，眸中掠过一抹飞快的笑意。军演到现在，傅有德和3大营的精锐的反应一直在他的预料之中。散！羽林右卫也像3大营精锐一般进行小组作战，他们如利刃一般，第一时间插入3大营阵地的缝隙之地。朱雄英仗着傅有德那边一定不会真的对羽林右卫动手，所以打算最后使用贴身缠斗的打算，将潭水搅浑，才有混水摸鱼的机会。夺起手，去给我把旗夺回来！原来这才是羽林右卫的杀手锏。傅有德这会儿也很无奈，3大营在军中使的都是杀人计，这一个不小心，万一真伤到了人可怎么好？所以盾阵一散，进入缠斗时，3大营这边就没打算再出手，只是装模作样的和羽林右卫这些人打了打。傅有德，今日是我赢了。太孙，我方军旗还未夺旗，此战还未分出胜负。爹，如今是年轻人的战场了，你们打了一辈子的仗，该歇歇了。哼，臭小子，敢瞧不起你老子了？来，咱俩比试比试，老子倒是看看这3个月你训成什么样了。你才练了3个月就敢去战场，当那些打子也和老子一样会对你处处手下留情吗？知不知道战场是会吃人的，稍有不慎敌人的刀就落在你的头上。老子不想你和老二一样，连个尸首都找不到。爹，您这套刀法确实精妙，但您老了，使不出当年那般威力了。我和大哥几年前就能破了这刀法。英雄迟暮，我到今天才明白这4个字的含义。臭小子，都能打过你爹了，去就去吧，早日凯旋。不是，尹国公这就不打了，他们认输了，老夫也没认。不行，今你们这些娃娃要夺旗，就从老夫的身体上踩过去。玉儿，爹，您没受伤吧？爹没事儿，你呢？你这个傻小子，踢得挡什么啊？让爹看看你伤的重不重？爹，儿子好着呢，没受伤。
没事就好。你是要把你爹我吓死啊？玉儿，你听爹的话，回家好不好？爹，此次儿子一定要北上，军旗在此，我们赢了。这大概就是天意吧，咱们这群人终究是老了呀。皇爷爷，孙儿幸不辱命。大孙离开应天，你便不再是大明的皇太孙，而是羽林右卫的统帅。战场之上，别夺了咱们老朱家的威名。孙儿会做到的。这是先前你让城内秀庄做的，咱知道后不忍心就拦下来了。现在咱以皇帝的名义将这面红旗赐予羽林右卫，愿你们平安归来呀！臣朱雄英替羽林右卫将士谢过皇上。蓝玉，咱将孩子们都托付给你了，你可要帮咱看顾好这群孩子。臣遵旨。羽林右卫全部将士集合，入列。太孙，和大家说几句吧。将士们，蒙元达子花了100年之久，意欲摧毁我们的文化，切断我们的根基。如今15年已过，他们还想卷土重来。此役是为羽林右卫牺牲的英雄，也是为天下万民，为我华夏文明，为万世开太平。踏平北元，复我国仇；不破北元，誓不回转。踏平北元，复我国仇；不破北元，誓不回转。大孙，你千万不能出事，咱大明的未来还需要你啊！快，赶紧叫人去补上羽林右卫欠发的军饷，还有东夷也别忘了。朱重八，妹子，咱想起来还有几份奏折没批完，你先在这待着，咱去就回。朱重八，你赶走后果自负。朱重八，我就一个问题，我大孙去哪了？今日这事，咱是有苦衷的。妹子，那道雷正好劈在了旗杆上，这不就是天意吗？你要相信大孙啊！放屁！朱重八，你们那帮老东西是死了还是提不动刀了？竟然让一个孩子去领兵打仗！我告诉你，我骂的不只是你，傅有德、耿炳文那些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堵在他们大门口骂，要让大明百姓都看看，大明这些国公侯爵们是死了不成，要一群娃娃上战场。那些孩子是你们的亲儿子亲孙子吗？你们就是如此当爹当爷爷的。马皇后这会儿也顾不得平日里的贤明得体了，只把朱元璋骂得低头认错。那可是北伐，真正的战场啊，会死人的。侄媳妇，贫僧得说你几句。这家里终于有长辈能为咱说话了。六叔，这是真不能怪咱，是天意如此啊！切，侄媳妇，你怎么只动嘴不上手呢？这臭小子得打几顿才能老实？他居然敢把小侄孙给送上战场，这能忍吗？侄媳妇，你身子弱，让开，六叔替你教训的臭小子。六叔，咱可是皇上，你怎能打咱？皇帝怎么了？你敢说你不是贫僧侄子？你小时候的尿布还是贫僧帮你换的呢。贫僧这一辈子也没割后，就看雄鹰这个侄孙顺眼，你还敢把他送去北伐？六叔，您不是修行中人吗？俺来就不该有后啊！贫僧都说了，贫僧看雄鹰顺眼，你还犟？贫僧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个臭小子！阿弥个豆腐的，备马车，贫僧要去燕京。六叔，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去燕京干嘛？咱都想好了，您若是不愿意留在皇宫，那就去隆兴寺清修安度晚年，您何必折腾呢？贫僧身体比你还健壮呢，瞎担心。贫僧就是通知你一声，你不同意，贫僧也会去。不就是从阴天到燕京，跟天主比起来近便多了。贫僧这就出发了。六叔，您别急，咱这就让人备马车。二虎，快去准备，咱六叔要去燕京。这才对嘛！本来贫僧也没想走着去，贫僧不过是诈你一下，这么远的路傻子才走着去。侄媳妇，你别担心，贫僧过去后肯定不让侄孙出事。多谢六叔。这不是胡闹吗？父皇是怎么想的？这种事情也能同意？大侄子才多大啊？就算父皇要怪罪，本王也绝不会同意大侄子领兵出征的，他就安心待在燕京便是。殿下，此乃天赐良机啊！道言法师，本王早就与你说过，勿要再说此言。贫僧知晓了。你知晓什么了？贫僧知晓此乃谋逆大罪，但殿下既为真龙转世，自算不得谋逆，贫僧自会为殿下清除一切麻烦。火铳手准备，宝盒射击，全速轮换。见过太孙。这是黑衣宰相姚广孝。怎会如此？朱雄英怎么会没了早夭之相？贫僧倒也见过太孙。免礼，怎么感觉姚广孝也就这样啊？是后世将他神秘化了，还是因为我穿越过来了？随他吧，反正现在的朱棣争不过我。北元太尉哪儿不花如今正往北逃窜，但大军才至燕京，各部休整等都调整好再行出兵。
而且不排除这是哪儿不花的诱敌之策。此人可能借北逃为由，意图南侵，必须警惕起来。诸位，我欲率羽林右卫追击乃儿不花。太孙，这段时间大军一直都在赶路，如今刚至营地，正是休息之时。且古语云：以逸待劳，大军以疲惫之身，怎么贸然出击？羽林右卫全军覆没，这是大明剜心之痛。如今的羽林右卫正是为复仇而重组，我相信底下的人一定都憋着一股气，行军大战讲究一鼓作气，所以我觉得此时正是出兵的最好时机。早知道今日议事就不叫朱雄英来了。要是别人，我举双手赞同。可你是那朱屠夫最宝贝的大孙子，你要出了啥意外，我感觉我都回不去应天。不行，两军交战不可儿戏。太孙所言，本帅不同意。太孙请回营休息吧。我不服。好计啊！虽然舅老爷是担心我，但现在是追击乃儿不花的最好时机啊！要不我来一个先斩后奏。属下见过太孙。你是？回太孙，属下是蓝将军手下，命您率羽林右卫即刻出兵追击乃儿不花。哦，舅老爷方才为何不同意？这会儿让你过来给我传信。太孙，军中机密属下不知，您若有疑问，可直接去问蓝将军。父让传令出兵。上师，您交代的信属下已经办完了。太孙可有怀疑？应当是没有。行了，你也可以上路了。朱棣啊，朱棣，这回你该如何抉择呢？贫僧恭贺殿下。恭贺什么？大军还未发兵，哪来的喜事？殿下，太孙已领着羽林右卫出关追击乃儿不花去了。蓝玉怎么可能会同意的？不对，蓝玉不可能会同意。好一个姚广孝，这是逼着本王造反啊！是你搞的鬼！殿下在说什么？贫僧不知，贫僧只知道是蓝将军给太孙下的命令，与贫僧何干？姚广孝，你把本王的话当放屁吗？等我回来再处理你。什么人？本王想着今日是北伐军抵达燕京第一天，就过来看看，但到了这里才发现你已经睡下了。他们都说应天之下，好似有不少男子都有断袖之癖，该不会？主帅，居庸关守将传信，羽林右卫已成功出关，特来信询问大军何时出关，以便居庸关做好接应。你说什么？羽林右卫出关了？谁允许他们出关的？不是你吗？太孙手中拿的就是出关印符啊！放他娘的屁！老子啥时候给他们下过命令？老子明明让他们原地待命。蓝将军，究竟是不是你下的令？大侄子真的出关了？肯定是太孙偷了出关印符，假借本帅的名义才出关去的。先前议事时，太孙就想立刻出兵追击哪儿不花，本帅给他否了。万万没想到他竟来了个先斩后奏。快备马，点3000轻骑，随本帅把太孙给追回来。太尉，大明的北伐大军已经到了燕京，我们还是尽快撤吧。明军多步兵、手骑兵，此番跋涉定然是舟车劳顿，那些明军才不会刚来就出兵。太尉，那边好像是明军，对方多少兵马？随太尉估计有5000人。天助我也！看来明军没把我乃儿不花放在眼里，竟只派了5000人就敢来追击。希望在本太尉的刀下，这些汉人们别被吓得屁滚尿流了。将士们，这是你们的第一战，你们想输吗？不想，不想，不想。好，听我指挥，全军出击！杀！儿郎们，杀！杀！这些战车居然是能拐弯，大明什么时候做出能拐弯的4轮战车了？乃儿不花之所以敢这么大咧咧的冲杀上前，完全是因为在他的印象里，战车根本毫无用处。可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太尉，您先走，我们断后。火铳手准备，饱和射击，全速轮换。停止射击，炮兵准备，无差别轰炸。开炮！弃应逃。乃儿不花果断放弃了这座营地，骑着所剩无几的马，急速向着北方逃去。江玉和傅让拿炮轰了半天，发现营地内的本员打死几乎不反抗。不好，他们要逃！妈的，真让乃儿不花给跑了。江秀才，你怎么了？不会被这些打子的尸体吓到了吧？
看着眼前一座由人头堆砌而成的金棺，整个营地内一片死寂。尽管他们先前已经预料到战死的羽林右卫会有什么下场，但亲眼目睹这一幕后，所有的羽林右卫都难以平复自己的心情。几个月前，这些人还在和他们一同笑闹生活，可现在他们就已经惨死在大漠之上，甚至尸体也不得保全，头颅被残忍的割下，供那些鞑子取乐。拜，二哥，我带你回家。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报仇，报仇，报仇！全体都有，随鼓北上杀敌，将那些狗日的鞑子挫骨扬灰。羽林右卫带着对北原鞑子的刻骨之恨，气势汹汹地朝着乃儿不花部下追杀而去。主帅，这周围好像有鞑子扎营的痕迹。当真，但愿太孙和羽林右卫别和这些人遭遇上，否则事情就大条了。主帅发现了太孙的踪迹，前方10里处有交战痕迹，乃儿不花营地就在不远处。所有人全速前进。蓝玉等人很快赶到了交战之处，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这是羽林右卫打出来的，他们不仅没有损失，反而还大胜了。主帅，前面营地发现几名太孙留下的伤员。主帅，我们还能杀敌，您把我们也带上吧，我们还没亲自为大哥报仇。蓝玉原本惊讶于这些伤员的血性，但等听到他们咬牙切齿地说起那座金棺时，同样红了眼睛。太孙可有受伤？太孙无事，主帅，求您了，带上我们一起吧，我们还能坚持。你们安心留下养伤，其余之事交给我们。主帅，听令。太孙不带上你们，也是为了你们好。闻言，受伤的几名羽林右卫虽有不甘，但也接受了这个说法。既然都到这了，那就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燕王听令，令你即刻回返燕京，以副帅之名调动北伐12万大军出兵北伐。是，蓝帅之后要如何做？太孙小小年纪都敢去杀鞑子，咱肯定也不能落后于人啊！全体都有。留下10人护送伤兵回返，剩下的都跟咱追击哪儿不花。出发。冬日的天很短，下午时天色就已经暗了下来。被追得异常狼狈的乃儿不花等人浅浅的松了口气。传我命令，原地休整。对方就算火力再充足，经过白天那么放炮，应当也所剩无几了。本太尉手上还有2万兵马，等他们没了火炮，就跟草原上的羊崽子一样任我们宰割。狗日的鞑子，偿命来！兄弟们，杀死乃儿不花，为哥哥们报仇！乃儿不花惊奇地发现，不过半日，这些新兵就褪去了先前的稚嫩，眼里有了经年老兵的成熟与韧性。在这些羽林右卫凶狠不留情的动作里，察觉到了什么？他们好像不只是在打仗，他们是在复仇。正在双方陷入最后的鏖战之时，乃儿不花猛然见到明军中升起了一面的明黄旗帜，上面写着一个铁画银钩般的珠字。不会是大明皇帝御驾亲征了吧？应该不至于。那这支队伍的主帅究竟是谁？下一瞬，乃儿不花不用再去想这个答案，因为他见到了那面旗帜下站着一个孩子。难道这支队伍就是大明皇太孙率领的？太可怕了！若是等他长大，怕不是要踏平了北原。那人是大明的皇太孙，擒住此人，赏银万两，连升5级。保护太孙，一个鞑子也不能放过来。羽林右卫这5000人加上火铢火炮，愣是发挥出了1万人的战斗力来。朱雄英眼见被发现身份，丝毫不慌，甚至他还有点小兴奋。打了这么久也没发现乃儿不花的踪迹，现在总算是把你给调出来了。杀！朱雄英面容冷峻，一手持刀，一手拿着一把精巧的手枪。任何想要靠近他的北原鞑子，都死在了他的刀下。子弹宝贵，他不会轻易动用。里面的10枚子弹是他为乃儿不花准备的。终于找到你了！长生天保佑，还好我心脏生在右边，天不亡我。他刚刚打完1枪，还没填装弹药，二郎们杀了他。你真该死，居然浪费了我1颗子，乃儿不花已死。听到这句话后，本就不愿再战的北原骑兵心里彻底被击溃，于是战场上的情形变为了羽林右卫单方面对北原鞑子的屠杀。不过片刻，战场上还站着的只剩下了羽林右卫，那些北原鞑子都已经成了羽林右卫刀下的亡魂。将士们，今日大胜，我们报仇了！大哥，你看见了，小四给你报仇了。二哥，我们胜了！所有人都对天嘶吼着，希望那些英魂可以看见他们为他们报仇了。有人哭，有人笑，众生百态，不过如是。为你二哥报了仇，怎么不见你开心？就算报了仇，人也回不来了。现在我为二哥报了仇，若是我也死了，又是谁来为我报仇？
只要战事不消，北元不灭，这样的事就永远不会停。我不想我以后的儿孙也再经历一遍这样的痛苦。我现在算是懂了老头子的感觉了，总想着自己要是能把仗给打完了就好了，这样后辈们就都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夫人一番话说的，身边其他羽林右卫都沉默下来，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想法，如果以后能不打仗就好了。所有人都仰头看着黑蒙蒙的天，月亮并未出现，但并不影响他们开始思念远方的亲人。你们怕死吗？你们不想让子孙后辈再打仗，我也不想。如今正有一良机，可以毕功于一役，覆灭北元，那便是以我为饵，将我只带着5000人马进入大漠的消息传进所有鞑子的耳朵里，将那些鞑子都引过来。我知道这样很冒险，我可能会死，你们也可能会死，但只要此计成功，我大明必能全歼北元鞑子。所以你们怕了吗？不怕，不怕，不怕。好，那就随我一起成就这大业。北元汉庭。废物，废物，真是废物！几万人对5000人，居然被全歼。好在得到了有用消息，乃儿不花死的不冤。可确定那人是大明皇太孙？确定无疑，而且他还是北侧封国的皇太孙，板上钉钉的未来大明第3代天子。好，只要能擒获这位皇太孙，我们完全可以威胁大明皇帝换任何东西，甚至要回燕京也不是问题。传朕旨意，命大漠各部落即刻出兵，铲除那对明军兵马。只要擒获此子，我大元光复有望。是，你们各部能出多少兵马？可汗，我等部落各出兵5万，可否？不行，每部出兵10万。可汗，我们在哪凑齐10万兵马啊？不管，把在草原上放牧的人都抓来，也得凑足10万。大明既然拿皇太孙做人，后面必定会出兵，兵力也不会少。我们一定要在大明打过来之前擒获此子，吾以长生天的名义保证，只要此战胜利，我们迟早能回中原放牧。应天，奉天殿，朱元璋沉着脸坐在龙椅上，手中拿着朱雄英命人快马加鞭传回来的信。皇爷爷，孙儿知晓北元不灭，两国战事不休，愿以身作饵，诱敌而出，以便北伐大军可以将其尽数将灭。此去前途未卜，或许身死一国，可若胜了，保我大明20年不遭战乱之苦。唯愿朝朝日月永在，大明江山永存。孝孙朱雄英敬上。读完这封绝笔信，朱元璋已然双目赤红，眼泛泪光，万千话语都哽在喉咙处说不出口。他将这封信交给富贵，让他传到殿下诸臣手中。咱大明有多少将士在？回皇上，我大明共14行省并直隶兵师100余万，如今能调动的有多少兵马？大概60万。将这60万兵马都派去北边。此言一出，众臣纷纷惊愕地看向朱元璋。60万兵马全部北上，这是倾一国之力，去和北元进行最后一战了。皇上，太孙以身作饵，实属臣等敬佩。可要打起倾国之战，还需三思啊！三思个屁！咱大孙都以身作饵去引诱打死了，你让咱怎么坐得住？这仗必须打，还要大胜。咱就不信了，当初能把那些狗日的打死，撵出中原，如今还灭不了他们。皇上，若是如此抽调兵力，我大明内部必然空虚。空虚？咱一人就可当10万雄兵，有咱在这守着，咱看谁敢妄来。彪儿，咱将那60万兵马交给你，你带着他们把咱大孙给安安全全地带回宫，打出一个盛世太平来。是，儿臣必不负所托。傅有德、穆英、耿炳文，听令！咱命尔等为副将，协助太子踏平北元，不得有误。臣等遵旨。擅长，咱只问你一个问题：这60万兵马北上，还缺什么东西？回皇上，60万兵马，粮草、营、银钱、武器都缺得起。国库的银子你都取走。另外，自今日始，宫中所有人节衣少食，剩下的东西都送去北边。皇上，即便是如此，也不够。60万兵马，任何一项用度都是天大一笔数字。朱元璋此时也沉下了脸，思索着该怎么筹备军用。皇上，老臣愿拿出全部家产2000两银子，赠予北伐大军。还有老臣，只要北伐大军用得上的，尽管拿走。此时笑得最大声的竟然是那群文官，毕竟他们不只是为了身处羽林右卫中的儿孙，更是为了踏平北元这一宏大理想。此乃汉唐魏姓之功业啊！如若在他们手中办成，何愁不名传千古，流芳百世？皇上，缺的那些粮草武器，只要我们有的都拿出来。太孙和那些孩子可是将生死都置之度外了，咱们这些老骨头自然不能拖后腿。臣真是恨不得亲临战场，多杀一个鞑子，太孙他们就能安全一分。咱们已经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不怕这一次，咱要让这洪武一朝之后再无北元。擅长，你把咱的话都写在告示上，让底下的百姓都好好看看。大孙说的对，朝朝日月永在，大明江山永存。皇上护光、四川、岭南
河南、闽浙等地军队皆已北上。这是切切实实的倾国之战啊！大孙，咱希望大明能大胜，你也能平平安安。大明调动兵马北上时，北元这边同样没歇着，各部也按照天光帝的命令，各自凑齐了10万兵马围堵朱雄英。但说是10万兵马，其实里面真正能打仗的也就2、3万人。太孙，这些鞑子好像对围杀我们不怎么上心啊！看来先前的计划恐怕不能再用了。我们去这里。达尔霍特，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铁木真的护灵军。铁木真，也就是成吉思汗，在蒙元人的心中一直占据着无比崇高的地位。达尔霍特部落被赋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守护铁木真的皇陵。因此，在蒙元南下占据中原时，达尔霍特也没有离开草原，全体都有向北出击。达尔霍特部落隐匿在狼居胥山前。狼居胥山在华夏古代一直是一个特殊的代名词，封狼居胥已是古代武将最高荣誉的代表。他们若是也能打过狼居胥山去，几步也算得上封狼居胥。达尔霍特部落就隐居在狼居胥山下。此时的达尔霍特部落非常安静，好像一点也不担心明军会杀过来。你们汉人都是生的细皮嫩肉的，看着就水灵，真可惜，奶儿不花那个蠢蛋竟然死了，不能再同本首领一起享用你们了。我大明北伐大军，马上就要踏平北元，你们就等死吧。踏平北元，以现在这种天气，我看他们早就迷失在大漠里，都被冻死了。本首领愿意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你愿意侍奉本首领，你的小命就保住了。做梦去吧，死鞑子！皇上下过旨意，我大明女子绝不可嫁于异族鞑子。很好，既然你如此不识好歹，那就让本首领看看你的骨头是不是像你的话一样硬。营帐内肯定还有我大明女子，等到晚上天黑，父让你带人把他们先救出来，其余人再进攻。是。夜幕降临后，父让带着一队人摸进了巴图温都苏的营帐，而被掳掠来的中原女人都被关在笼子里，营救很顺利。听令，开跑！在这片静谧的夜色之下，无数炮弹对着达尔霍特的营地飞射而去，一时间整个营地都乱了起来。明军打来了，保护首领。该死的明军，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还在这样的大雪天来进攻？我着巴图温。短暂的愣怔之后，巴图温都苏已经惊觉他们无路可逃，他记起了他们家族世代的使命。太孙，您还救他做什么？因为只有此人才知道铁木真的陵寝在何处。该死的大明人，你们别想从我这里知道任何有关陵寝的消息。我本也不想知道，你认为我会对一个死人的东西感兴趣？我只是想让你们北元人都知道，我得到了铁木真陵寝的下落。你是想让北元各部落聚到一起，而后引明军过来尽数围歼？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天光帝和其余的北元人是不会相信你的。那北元人会相信你的忠诚吗？今夜之后，我和我的部下会藏进深山，确保不会任何一个北元人知晓。找不见我，也找不到你。你觉得天光帝会不会觉得你已经叛变了？无耻狡诈！你们大明人如此下作，死后会下地狱的。论起卑鄙下作，还是你们北元人更胜一筹。好好招呼他，最好弄得连灰都不剩。你不要过来啊！朱雄英和羽林又被带着达尔霍特部圈养的大量牛羊钻进了群山之中，这些肉食和他们所带的粮草，足够他们隐匿半年都不成问题。天光帝麾下8万精锐，顺着朱雄英留下的踪迹，足足找寻了10日，却还是没发现那些明军的下落。可汗，不好了！大明皇太孙带着手下兵马夜袭了达尔霍特部，并擒获了巴图温都苏，而且什么？你快说！而且明军战车上全是北元皇室的东西。废物，一帮废物，给我追！这群汉人要去哪？回陛下，是捕鱼儿海。什么？侮辱太祖陵寝还想离开？要是让这群混蛋逃回去，我们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这群鞑子真奇怪，这一个个的像疯了似的。这还用问？你都把人祖坟扒了，要是你追得比他们还紧。我又没真扒他祖坟，他们哪知道？你瞧瞧咱太孙手里的那些东西，不就是特意拱火吗？太孙，咱们这是跑到鞑子老巢来了，前面少说也有几万鞑子，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瞧见前面的湖心岛没？那块便是我们的营地了。太孙，可这整个湖都冻住了，咱们上岛和找死有什么区别？动脑子，咱们过去了，将冰面破开不就行了吗？快，先卸引重炮下来，对着冰面来上几炮，其他人迅速修筑防御。达子们过来了，来的还真是时候，开炮。这湖面上如今最多可以过几个人？回陛下，他是最多只能过不到2000人。2000就2000，人永远不可间断，就算是拖，也要把那群明军拖死。胆小鬼全是贪生怕死的东西，若有违令者，杀。陛下，我们已经到站了，必定不能叫明军这么容易就逃走的。只要再等上月余，北风刮起来了，冰层再后上3尺左右，我大军便可横渡湖面，将他们一网打尽，重振我大元。也罢，就等上月余。达子的攻势停了，嘿嘿嘿，也就乐意看这帮狗日的达子看不惯爷又干不掉爷的感觉。加紧巩固防御，这湖面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又冻上了。好嘞，主帅，这炮声怎么没了？达子也不继续上岛了。胡说，咱生孙福大命大，炮声怎么可能停？杀！给咱打起12分的精神去杀！告诉燕王，这是太孙殿下拼命为大明万民挣来的一切。捕鱼儿海要是活着出去一个达子，我等都无颜面对大明百姓。蓝玉带着3000人瞬息之间便向着天光地的方位冲杀过去。现在的海仿佛刚刚被放出笼子的野兽，守住了航班上的天空，瓦剌骑兵连解救机会都没有。横空出现的明军让瓦剌的阵地瞬间乱了套。可恶，这简直就是笑话！我瓦剌6万大军，竟连区3000人都阻挡不了。此事若是传了出去，我们瓦剌怕是要沦为整个草原的笑柄了。缓过神来的吉尔哈立即就领着自己的新兵向蓝玉的方向冲杀过去。可是，在吉尔哈看清在自己营地中奋力冲杀的蓝玉时，不禁大吃一惊。这群明军莫不是疯了？3000人，区3000人，明军是不是觉得单靠这3000个人就能灭了我大元？岛上的明军我们暂时奈何不得，可这3000人必须叫他们把命都留在这。此刻蓝玉带领的这3000个人已然陷入了10余万北元兵马的包围之中，甚至连一丝缝隙都没有给蓝玉剩下。不过是短短几个时辰，蓝玉的手下就已经折损了几百人。燕王呢？燕王的兵马为何迟迟未到？回大将军，燕王大军距离此处应该不足不到30里了。那就给我杀！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此刻的蓝家军犹如蜂窝一般，他们是为整个大明而战，是为了后世子孙而战。他们甘愿自己死在他乡，也不想自己的后辈继续承受战乱之苦。这便是华夏之所以可以传承数千年的最重要原因。可汗，捕鱼儿海南面发现10余万明军，大明的燕王来了。我们可是有50万大军，要是吃下了燕王这10几万军队，我们就能踏破中原。将士们，昔日我们先祖的大军就南下征服过那片广大的疆域，如今我们一样也可以称霸中原。我们即将光复大燕的荣光，杀了他们！这么多鞑子，看来大侄子的计划成功了。将士们，随本王杀敌！转瞬间，12万北伐军就和北元各部的精锐们混战到了一起，12万对50万，在这巨大的人数差面前，北伐军开始节节败退。天光帝看着逐渐落入下风的明军，已经开始幻想着坐拥那片广袤的大地，重复大元荣光。皇上，都好了，来了好多明军，四周全都是明军。皇上，明军已经将捕鱼儿海给包围了。什么？你说明军把捕鱼儿海包围了？他们哪来的那么多兵马？大明皇帝疯了吗？皇上，是真的，不信你自己去看看吧。四弟，二哥来了，三哥也来了。60万兵马齐至，瞬间把占据上风的北元精锐给好好收拾了一番。一时间，北元人马陷入溃败之势，为了活命，只能奔逃。可是要突围时，才发现整个捕鱼儿海都被明军包围了，他们根本逃不掉。蓝将军，殿下，末将有罪。操！怪我！要不是我疏忽大意，太孙也不会死。蓝玉，你个混账！咱不是让你保护好太孙吗？为何太孙会殉国？太孙殉国，我们该如何向皇上交代？向这天下百姓交代？你仔细说来。昨日太孙就带着羽林右卫到了湖心岛上，随后和鞑子们交上了手。可不等老臣赶到，却听见炮声都停了，再无动静。炮声都停了意味着什么？不用说，众人几乎可以肯定，朱雄英和羽林右卫已经殉国。又是一次全军覆没，几个月前的惨剧再度上演。但这一次却比上一次还要惨烈，因着朱雄英和羽林右卫是主动作饵，只为了能将北元各部落的鞑子聚集起来，一旦明军尽数灭之。朱标沉痛般的闭上了眼，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殿下，请给臣10万兵马，臣一定砍了辈儿至今，托古斯铁木的头给太孙报仇。殿下放心，报仇之后，臣便自刎于太孙坟前。好，此战若不胜，你提头来见。谢殿下。老二战死了，如今让儿也战死了，太孙也死在这些天杀的鞑子手里。老子此次若不荡平北元，这条命也不要了。军中消息传得很快，朱雄英和羽林右卫以身作饵，现已殉国一事，已经传到了所有北伐大军的耳朵里。72万明军皆是红了眼睛。原本的计划是想着包围北元兵马，直扑漫漫其其蚕食。去他爹的漫漫蚕食！老子现在就要弄死你们！兄弟们冲啊！为太孙和羽林右卫报仇！雄鹰，你放心，为父踏平了北元，替你和羽林右卫报仇。大军随姑荡平北元。奉天殿，北伐战报800里加急送回了应天。现今战况如何？可打胜了？太孙没事吧？快呈上来！肯定是大胜了吧？咱就知道大孙不会让咱失望的。皇上。仅仅是一开口，死死注视着斥候的群臣们，仿佛听到了答案一般，呼吸皆是凝滞下来。奉天殿内一片死寂，到底发生了何事？你倒是说呀！回皇上，太孙带领羽林右卫所有将士，以偷盗铁木真陵寝的名义，引北元各部共50万兵马齐至捕鱼洱海一带，与之激战一昼夜。太孙与羽林右卫禁守殉国。禁守殉国4个字一落地，惊得殿内所有人都身形一颤。放他爹的狗屁！说，你是不是打死派来的奸细？你是故意骗人的，是不是？咱大孙怎么可能会死？他那么聪明，区区几个鞑子怎么可能杀了他？你肯定是奸细！殿内群臣和朱元璋一样，不想接受这个事实。皇上，太孙业已殉国，如今还是准备后事最为重要。狗屁的后事！咱大孙没死。李善长，你是要诅咒楚军不成？大孙不会死的，不会死的！咱还没看到朱雄英长大，没看到朱雄英继位后的大明盛世，没看到朱雄英给咱生的好曾孙。都退下吧，让咱静一静。妹子，咱对不住你啊！朱重八，你别吓我，到底是谁出事了？是彪儿还是大孙？是大孙。妹子，咱后悔了呀！大孙还是孩子，咱当初就怎么就迷了心窍一般，让他北上了呢？太医，快去请太医！重八，你是皇上，大孙死得其所，他是为我大明所有百姓而死。现在这个时刻，你绝对不能倒下，你得替大孙守好这个江山。妹子，你说的对，咱是皇上，咱不能倒，否则大孙不就白死了吗？妹子，你把后宫看好，咱去管前朝。等大孙的遗体回来后，看到的必然是一个朗朗河山。好，这才是我认识的那个朱重八。二虎，传咱命令，虎贲左卫接管应天防务，谁若是在此次闹事，抄家灭九族。北元捕鱼洱海，北元大军已经全面收缩，退回了营地之地。几天激战下来，北元这边伤亡已经过10万。正在这时，一阵寒风吹起，将还留在外面的人给吹了个透心凉。皇上，起风了，我们北元有救了，一定是长生天在庇佑我们。在这时起风了，那些明军肯定傻眼。真是天佑我大元！常年居住在草原上的人都明白，这阵风正是草原温度降至极点的预告。很快，草原之上的温度将降至零下40度乃至50度，这样的极寒天气，也只有常年生活在此、已经逐渐适应的北元人才能存活下来。这帮鞑子真是好命，短短1日内，温度居然降到了零下30几度。气温的骤降使得很多北伐军都不适应，进攻之势频频受挫。北元人知道这些明军很快就会退兵，因此反抗得很激烈。事实也确实如此。若是3日内再不退兵，北伐军很可能被北元鞑子反过来打。大哥，温度降得太快，很快将士都受不住了。这一战，我们已经灭了快20万的北元鞑子，已经是大胜了。大哥，我们退兵吧。为了打这一战，大明把全部的兵力都放到了北疆。可大明不只有北元一个敌人，一旦他们趁机而入，这72万北伐军又出了什么意外？大明危矣。倘若退了兵，雄鹰和羽林右卫岂不是白死了？那些战死的北伐军也白死了。殿下，老臣几人带着兵在最后进攻一次，倘若这回还是失败，就撤兵吧，不能让将士们白白把命搭在这里。好，就依尹国公所言。傅有德、蓝玉等人再度杀气腾腾的对着北元营地发起了进攻，可实在是太冷了，很多将士都受不住，轻易被北元打退。望着好像触手可及，却在无法抵达的北元营地，傅有德眼里溢出了满满的绝望。傅老哥，你不会想做傻事吧？咱的2个儿子都死了，咱报不了仇，有何颜面回家？不如去陪希儿和让儿。大明武将里有你在，咱也能放心的走。蓝老弟，你若是寻到了让儿的尸首，记得将咱和他们埋在一起。太孙，湖面终于冻住了，哈哈哈！老子歇了好几天，终于能松松筋骨了。兄弟们，准备起来，给鞑子的大礼该送去了。全军出击！很快，浩浩荡荡的羽林右卫出现在了冰面之上，眼看着一大帮以为死了的人，猝不及防从湖心岛上冒出来。
太孙没死，羽林右卫也没死，他娘的这也太好了！老夫还愣着干嘛？上啊！战死这些杂子给太孙助助兴。雄鹰，你真是吓死为父了！不让，去把我给杂子准备的大礼拿出来！开跑！北元覆灭就在眼前，兄弟们，杀啊！突然的转机让因为气氛骤降，有些心灰意冷的北伐军再度振奋起来。在虎蹲炮的威慑下，北元人的防守几乎失效，北伐军终于攻破了营地。不过半个时辰，死在北伐军刀下的鞑子已经多达数万人。你们这群混小子，能不能别抢了，给我留一个亲王、公爵没有，给我个伯爵也行啊！江玉都活捉了一个北元的什么吴王，我还啥都没有呢。我看还是公爵好。公爵行，太行了，在哪儿呢？咱这英国公够不够入你的眼啊？这草原上的风是真大呀，吹得咱眼睛疼。臭小子，结实多了。草原上吃的都是牛羊肉，都快吃吐了。忽然，夫让眼中迸发出了异样的光彩，就见不远处有几个身穿黑色甲胄的士兵，正保护着一个身穿明黄衣服的人向远处逃去。嘿嘿，爹，一会儿再说吧，儿子给你抓个皇帝回来。正在这时，富有的瞧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朱雄鹰到了。咱们这帮淮西武将今时今日的地位已经够高了，虽说活捉北元皇帝那是天大的功劳，但这功劳拿了不一定是好事。太孙正是拿下这个功劳最合适的人选。混小子，快回来，咱刚带到2个公爵，给你了。这北元皇帝得给太孙殿下。蓝玉，朕听说你们都是明军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不若你等归降于朕，朕保你们荣华富贵，如何？谁那么不讲武德？鸣枪向大明英魂致敬，举枪，放，起灵！英雄们，回家吧！兄弟们，咱们带你回家。殿下，此战我军缴获战马50万匹，牛羊等合计70万。这场仗打得也太值了吧！殿下，据羽林右卫军需官计算，此役不仅灭了北元，还大概获得了2万万余两物资。哇哦！没想到啊，如此轰轰烈烈的打了一场，不但没有亏损，居然还挣了这么多。殿下，怕是没有这样多，我们一下子带回去如此多牲畜，中原的牛羊价格怕是会跌上不少。太孙说此事还需与户部从长计议。好，赶紧的给京城去信，快马加鞭，我军大捷，活捉北元可汗贝尔之金、托古斯铁木儿以及北元官员3600余人。是。老四，姑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怎么想不起来了呢？难道是没报捷？报了。那还有什么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吧？没事没了，可是我眼皮老跳啊。左眼跳财，看样子大哥这次回去父皇肯定会好好夸你了啊。可是，别可是了，走叫上2哥、3哥喝酒去。启禀皇上，太子殿下带着72万北伐大军，在不约而海大破北元兵马，活捉北元可汗及众官员，草原各部也一应剿灭，我大明再无北疆之忧。恭贺皇上，大明永安。战报上可有提及羽林右卫？没有羽林右卫的消息，有什么好恭喜的？咱大孙。皇上，太孙为了民族大义，我等悲痛万分。可是太孙并没有白白牺牲，太孙带走了北疆的外患。从先秦至今，我中原苦北疆久矣，此番平定，功在太孙啊！擅长太子他们班师回朝的仪仗可安排好了？皇上已经安排妥当，到时皇上亲自出城20里迎接。随后群臣一同前往天坛祭天，告社稷宗庙及天下万民。咱要相应百里，亲自接回咱大孙的灵柩。皇上，这可过江了。咱还不能过江了，要不是咱大孙说了，咱是大明的天，咱现在早就跑去燕京接他了。臣立刻去安排。咱要给大孙用天子仪仗入葬，咱要给他最好的庙号谥号，咱要封大孙为大明的不挑之祖，天下万民要永远记住咱大孙。大明后世的君主也必须记住。皇上，太孙殿下虽是太子嫡出，但此时追封为帝并不合适，与理不合啊！你搁这叫唤什么呢？太孙不配被追封为天子，难道你配吗？什么与理不合？狗义的与理不合！兄弟们揍他！北伐军到达京城那天，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众皇子皇孙及所有勋戚在京城外百里迎接。虽然这次大获全胜，可朱元璋的心情却很复杂。他最疼爱的大孙永远回不来了。大哥，你看父皇居然跑这么远来接你，回头父皇夸你，可别忘了弟弟们啊！怎么会？咱挨揍了那么多次，这次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大孙啊，你都走了，你爹他们居然还笑得出来。你安心，你爹这般无情，皇爷爷必定好好收拾他。儿臣拜见父皇。我们怎么了吗？我们不是大胜而归吗？他们为何这么盯着我？我也不知道啊。大哥，四弟，你安心，朝廷该给咱们的少不了。这事儿我必须找父皇说理去。大哥，我知道你忘记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你忘记告诉父皇大侄子没死了。我怎么把如此重要的事儿给忘了？你这混球，居然还有脸笑！你哪来的脸笑？你看看你哪有当爹的呀！父皇，你误会了。四弟，快帮我解释解释啊！还有你这混球，哪有一点叔叔的样子？大孙啊，你怎么就舍得丢下爷爷一个人啊？皇爷爷，你这是怎么了？你乖孙给你把北元灭了，不是应该高兴吗？大孙，是咱大孙，咱大孙竟然还活着。父皇，你就没给我开口的机会，因而带领羽林右卫的将士们在捕鱼洱海的湖心岛上埋伏着，甚至率先破了城，儿臣全写在折子里了。那折子呢？在这，儿臣忘记送回京城了。你说什么？父皇，这场仗打得激烈，这军中重要的事太多了，这点小事儿臣就忘了。你这混小子，军中的其他事儿重要，这事儿就不重要了。牺牲了多少将士，你都不报给咱。弟弟们啊，你们帮我求求情啊，这事你们也是知情的啊。熟悉的剧情，熟悉的味道。溜了。太孙殿下，江玉那小子可回来了。江玉好像是在队伍后面负责押运战俘，他此次可是活捉了委员的吴王呢。玉儿还活着，我家江玉活着回来了，祖宗保佑啊！太孙殿下，我家孩子呢？太孙殿下，我家。这是羽林右卫战死将士的红旗，雄鹰一直随身携带，日夜不忘。等拜祭宗庙后，雄鹰自会一一拜访。如大人国子监监生，上无愧于天地，下无愧于万民，对大明忠义两全。此役国子监监生牺牲500余人，无一人临阵退缩，是大明的好儿郎。还请如大人把阵亡将士的户牒移交兵部，朝廷会妥善安置他们的亲人的。这孩子刚进国子监那会儿，总爱打瞌睡，咱可没少罚过他。这赵天成、赵天意是双生子，我和他们说过，让他俩留一个，就是不听啊。听着如太素的话，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沉默下来。战争就是这般残酷，文武百官之中也有不少家中子嗣也死在此次战役中。淮西武将们虽经历过不少生死离别，这一幕发生在眼前的时候，依旧有许多人心里感慨万千。擅长上林苑监正刘兴，教导有方，四中一牌坊，其子四葬中山。国子监祭九凡国子监战死剑生，特许家中子直因剑生。卢太素教导国子监剑生有功，加文勋又柱国。臣遵旨。与大明有功之人，咱永志不忘，大明的后人们也都不会忘。皇上万岁，大明万岁！起驾回宫！你给老子走回去！陈朱元璋寇告苍穹，日月山川，大明已踏平北元，终汉唐未尽之业。皇上万岁！大明万岁！皇上万岁！大明万岁！皇上万岁！大明万岁！哎呦啊！看样子咱真的老了呀！传旨，皇太子朱标代咱建国，所有正式奏章交由东宫批阅，皇太孙朱雄英在旁辅佐。儿臣遵旨。恭贺太子建国，众卿平身，蒙元覆灭，大明建立，此为天命民意。尔等一族蛮民，竟起窃取神器之心，实乃大罪，当诛之。大明最看不起的就是怂货了，我得反抗，我得嘴硬啊，这样大明皇帝才能对我另眼相看，说不定给我个侯爵呢。有罪，分明是你大明御爵铁木真太祖的陵墓，现在居然把错怪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天朝上国的气度吗？今日虽败，来日且看你大明能否永世兴盛。我会在长生天上看着大明毁于你们同是操戈之手。哼，铁木儿，你想寻死，姑不会同意。姑要你亲眼见到我大明是如何的繁华兴盛，姑要让你亲眼看着北元是如何一点点覆灭的。传旨，封贝尔之今托古斯铁木儿为安乐侯。居然真的封侯了，长生天保佑！我没读错吧？要给这人封侯？你要不是我亲爹，我这把剑今天就要出鞘了。贺娘的，咱大明开国拢共才几个侯爵呀，哪个身上没背着几百上千打子的命？你可倒好，封一个打子，还是最大的打子当侯爷，哈哈，真他娘的大方啊！咱怎么就迷了心窍呢？居然让这个兔崽子建国，咱大明威仪呀！
咱后悔还来得及不？朱元璋悠悠地盯着朱标的身影，一直按捺着想要打人的冲动。亲生的不能打，亲生的不能打，咱就这一个太子啊！哼，那些个文官平时不是挺能叭叭的吗？咱现在都哑巴了。儿臣反对。自前朝起，蒙元祸乱中原，肆意蹂躏华夏汉民，十室九空的场景比比皆是。我大明将士不知有多少死在这些鞑子之手，而今北元终灭，却要对这些贼首封侯赐官，何以对得起为我大明而死的那些先烈？死于北元之手的无辜百姓又如何瞑目？雄鹰，为父方才已说过，这样做是想让他看到我大明的繁盛，看着北元一点点的覆灭。切，你可看到了此城的繁华？父亲可听到了？他亲口承认了应天的繁华，先前那50万北元兵马的覆灭，他也亲眼看见了。如此一来，父亲的目的早已达到了。你可真是为父的好大儿啊！你爹我好不容易等到父皇放手，终于能自己当家做主一回，这可是我监国后第一道旨意啊！你小子就蹦出来跟我对着干。雄鹰，为父有监国之责，此事不容反对。您这是强刚独断，您既有监国之责，更不该一意孤行。封侯之旨意，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都不会同意。不愧是咱的好大孙，咱爷孙果然是一条战线上的。哼，当初你梗着脖子跟咱吼的时候，没想到有一天也会被你儿子堵得哑口无言吧？哼，诸位爱卿可对姑的旨意有异议？半晌后，无人应声，一片静寂。见状，朱标满意的笑了。小样，这满朝文武有多少是为父提拔的？他们可都是我的人啊！难道这些人会听你几句话就反水了？我大明为天朝上国，要赢就该赢得光明堂皇，攻心为上，乃是王者之道也。我这便宜老爹，怕不是读书读傻了吧？老臣上林苑监正刘星，恳请殿下收回成命。恳请殿下收回成命。老臣如太素，恳请殿下收回成命，否则今日便是血溅当场，也不足惜。傅老哥，咱们也得说句话吧，肯定不能让那些将士白白牺牲啊。就是啊，没想到平日里这些唧唧歪歪的文官还挺有血性。哎，今天风怎么这么大，把咱眼睛都吹红了。咱以后对这些文官态度好点，再也不偷摸往他们家里扔石头了。现在要不要也跟着附议？再等等，看看殿下什么反应，实在不行咱们再上。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咱大孙仅凭这一战，居然收服了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的心。哼，姑为父，尔为子，你这是要忤逆为父吗？父亲，正如你所言，此乃朝廷政事，儿子身为皇太孙，自有封建之权。况且父亲口中所谓的王者之道，一切都建立在大明兵强马壮的基础之上。昔日赵宋被逼和亲纳贡割地赔款，靖康之耻，何其耻辱！难道是因为赵宋未遵循孔孟之道吗？那是因为一切真理只在火炮射程之内。这句话说出来，不知震撼了多少人的心。埃及武将们听闻此言，更觉振聋发聩。朱雄鹰说的没错，大明天朝上国的地位都是打出来的。们既然能胜，何须再和那些小国蛮民留面子？不听话就打！殿下，太孙说的没错，一切真理只在火炮的射程之内。大明仰视16载，我等为何必屈府运，微臣其态？恳请殿下收回成命，臣死谏。你们先前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什么王者之道吗？如今既然来教训姑，好吧，那你们想怎么样？把他们都杀了，有能耐你们就去啊！谨遵殿下旨意。没听到太子下令了吗？快把这些委员战俘否脱到午门去斩首示众。是。我说的是反话啊，你们不会没听出来吧？还遵旨，你们分明是想气死我。什么情况？不封侯了？太子殿下，我不求侯爵，给我个伯爵也行啊。实在不行，子爵也行，您再考虑一下。只要不杀我，怎样都行。皇上，咱肚子不舒服，得先告退了。你可真是会掉链子。行了，走吧。这老小子不会是憋不住了吧？跑得也太快了。不对，老唐去的方向仿佛不是信国公府啊，那不是午门菜市场的方向吗？这会儿肯定是人挤人，他去那干嘛？好一个老滑头，肯定是去看看砍头了，说不定那老小子还会自己动手弄死几个。皇上，咱肚子也开始疼了，哎呦，不行不行，咱得先走了。咱这伤口又开始渗血了，哎呦，好疼，快扶咱下去处理下伤口。皇上，老臣突然想起来家中灶上柴火没洗，这要是走了谁可怎么办啊？老臣得立刻回家一趟。皇上，父皇，儿臣第一天监国就遇上这么多事，真是没法干了。谁家太子监国像我这么倒霉啊？哼，放肆！咱同意你们离开了吗？就是，父皇，这些大臣们真是不像话。不像话，全都给咱站住！
不许走！一个个的都想去凑热闹，竟然没一个叫上咱，怎么是要把咱落下吗？父皇，您也跟着他们胡闹？哎呦，咱这头突然开始疼了，估计是这段时间忧心北伐之事思虑过甚，咱得回去休息了。彪儿，你继续吧。皇爷爷，孙儿陪您去。真是咱的好大孙，好，你陪皇爷爷去。于是朱元璋带着朱雄英和满朝文武往午门菜市场而去。不过10几秒的时间，大臣们都跑光了，只剩下了朱标一个人。哼，郭要亲自看看这砍头仪式到底有何处稀奇。陛下有旨，斩。我是北元可汗，是你们太子亲封的安乐侯，谁允许你们处死我？快把我放了，否则我出去之后一定杀了你们！大人，你是要将大元最后一点体面也毁了吗？什么体面？我只要活着。够了，大元先祖怎么会有你这样窝囊的子孙？我不瓦剌居于大漠之西，天降横祸。说的挺好，戏演的也挺不错的，但你今天还是要死。大明皇帝，我有一子今年才8岁，大明连此等孩子也要斩尽杀绝吗？哦，大孙，依你之见，这个孩子的命要不要留下？吉尔哈的儿子马哈木，不就是那位生擒大明战神朱祁镇、守野仙的亲爹？皇爷爷，他比孙儿还小呢，还是不要杀他了，不如就让他进宫和孙儿一起玩吧。孙儿在宫里还没有朋友呢。行，就按大孙说的来吧。富贵，那马哈木就先给你做小姐妹吧。是，小的肯定把咱小妹带好。大明皇太孙就是如此下作的人吗？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不明白？我都把源头掐断，以后应该不会再出现叫野仙的人了吧？行了，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动手吧。诸位国公，卑职这会儿身子不适，不知可否麻烦几位帮忙？这才对嘛，有眼色，小伙子，我看好你。本来这是坏了规矩的事，咱不能办。不过这里确实缺人，我就勉为其难的帮你们个忙吧。尹国公，你再不上的话，我上也行。那不行。2位国公，卑职家中也有人死在了鞑子手里，稍后砍头时能不能慢一点？最好让他们多疼一会。行，咱轻点砍，让他们把血流尽了再死。53刻已至，斩。鼎儿，咱终于把害你的人给砍死了，咱替你报仇了。是咱没用啊，不能亲自去战场上杀鞑子为你报仇，你怪咱也是应该的。汤和絮絮叨叨说了许多，似是要将他对汤鼎没说完的话都说出来。晚年丧子，何其残忍！就在北伐那段时间里，他睡觉时都还穿着甲胄，昼夜不歇，殚精竭虑，就怕后方不稳，影响到前线。如今北伐大胜，大军归来，汤和再不用掩饰心中的悲切。儿啊，爹替你报仇了。孙儿不孝，竟让皇奶奶为孙儿担惊受怕，都是孙儿的错。好孩子，快起来，你人好好的就行，皇奶奶怎么会怪你？要怪就怪你爹，真的是，这儿子啊，不要也罢。皇奶奶，好了，皇奶奶见到你安然无恙就放心了，你快去尹国公府看看吧。柔儿和锦儿这2个丫头，自打知道你殉国的消息后，整日以泪洗面，差一点就做了傻事了。你人回来了，快去和他们报个平安，别让他们担心了。好，孙儿这就去。傅家这是在给谁做法事？请这么多和尚？好嘛，这是我的灵堂啊！诈尸了，贫僧就知道这皇室的活不能接，都怪他们给的太多了。殿下，贫僧就是想多赚些银子，绝对不能想打扰您，您千万别来找贫僧啊！太孙，您既已去了，何必还留恋人世？咦，我还是人，我还没死呢！一瞬间，汤银婉、傅柔嘉和木槿都愣在了原地。太孙真的没死，他有影子，他还活着。朱雄英哄了半天，2人才渐渐止住眼泪。太孙，我小叔可也还活着。当然，傅让还立了大功呢。朱雄英随后解释了一下为何会有这样的侮辱，搞得傅柔嘉和木槿都对朱标有一点点的小埋怨。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忘了？好了，咱们去找皇奶奶。汤小姐，这法事已经做完了，您的尾款是不是该给了？你还想要钱？太孙还活着，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看来你们佛祖也不是很灵啊。这佛祖虽说无所不知，可太孙到底是天家之人，有真龙庇佑，有所差错也是正常的。给我滚出去！好，贫僧这就走。不许动！汤小姐，这本来就是寺里东西，您总不能不让我们拿走吧？贫僧不动了。汤小姐别冲动啊！贫僧就知道今日会出事，果然就出事了，下次再不和皇室打交道了，太亏了。赶紧滚！好嘞，这就滚。奉天殿中，现在监国理政的是太子朱标，戎马征战半生，后又安抚天下，与民生息，操劳了一辈子的朱元璋总算是能卸下肩上的担子，好生休息几日了。
殿下，北疆战事几乎已成定局，对外已展示我天朝威严，现在需要安定朝局，应当着手削藩之事。终究是要到这一步了，削藩之事势在必行啊！此事关系重大，择日。殿下，臣认为此时削藩正是时候。一则草原之乱已平，无外敌环伺，此乃天时；二则四王镇守边关，时宜尚浅，根基未深，是为地利；三则皇上与殿下皆是春秋鼎盛，与诸位王爷尚有天伦可续，有银河之乐，故而臣认为此为削藩之良机。诸位卿家也是赞同其学士所言。臣等附议。齐太说的句句在理，此时确实是削藩的好时机。朱标有4个弟弟，最小的周王刚刚就藩不久，最大的秦王也不过才就藩4年而已。当然不可忽视的还是朱元璋，老人家老当益壮，现在上马还能战呢，有他在，哪个藩王敢说个不字？其学士所言，孤会向父皇说明，削藩之事非一朝一夕便可完成，待父皇明旨下令，诸位再来商议。大孙，慢着点，小心胃受不了。好宝。大孙，此次北伐你有什么感想？北伐倒是没什么感想，就是对沿途风景很遗憾。遗憾？孙儿遗憾，这么好的风景不能和黄爷爷、黄奶奶一起去看。好孩子，黄爷爷真是没白疼你，咱把你们几个拉扯到这么大，也没听说你们想带咱去哪看看风景，跟你们大侄子好好学学。黄爷爷，孙儿邀请您和黄奶奶一起去旅游一次，好不好？一起去旅游？大孙的心意咱收到了。但是咱这前半辈子也是南征北战，没什么地方没去过，况且咱出行一趟也算得上是劳民伤财，就不折腾了。黄爷爷，如今是父亲监国理事，您就好好歇一段时间，况且我们低调一些出行，就不会劳民伤财了。算了，咱就在宫里挺好。黄爷爷，您确实去过许多地方，可是这些地方您都没有和黄奶奶一起去过啊。应天府离海不远，您难道不想和黄奶奶一起去海边看落日吗？您不想和黄奶奶一起去沙滩上踩水吗？随着朱雄英描述的场景越来越多，本就异动的朱元璋彻底被说服了。若是指他自己去，那确实没必要折腾，但和马皇后一起去旅游，自然是极好的。去年马皇后重病险些就撒手人寰，真是把老朱吓到了。那时他才反应过来，他们之间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还有很多约定没有完成。大孙乖，黄奶奶老了，不愿意折腾，就待着宫里挺好，看着你们这些孩子平安长大，黄奶奶已经很心满意足了。妹子，咱这回带着你就好好游玩一番。这些年咱确实忽略你良多，如今咱们都老了，正好把年轻时候没办的事都补上。朱重八，何必为了我一个人折腾？妹子，是你想差了，咱们一家人出游，非要搞得天下人皆知吗？做寻常装扮，跟普通人一样四处逛逛，不行吗？咱看彪儿监国也出不了什么问题，正好借此机会好好续一番天伦之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繁华，咱们一起去赏景多好。马皇后被朱元璋说动了，若是不搞出大阵仗来，出去游玩一番自然是好的。自打几个儿子出去就番后，一家人就难得团聚，这个全家出游的主意确实很得他的喜欢。重八，但咱们这么多人，老的老，小的小，若是出了什么意外怎好？黄奶奶，我们不走陆路，走水路就可以了。我们从秦淮河出发，出城后就是长江，江上水船虽多，可水师的船也在，就算有什么意外，表明身份，叫水师过来帮忙就行了。而且江上风景也好，看腻了就下船到岸上歇歇，走水路还能直通大海。就照大孙说的来，富贵，你去把宫里皇子公主都喊上，再准备条船，告诉水师一声，沿途护送。是。你们还傻站着干啥？回府把自家孩子都喊上，换好衣服，在午门集合，准备出发。儿臣这就去。儿臣见过父皇，关于削藩之事，儿臣没想着按照大臣们说的来，儿臣是来找你商量的，你看能让我进去吗？殿下，皇上和娘娘不在宫内。不在。皇上和娘娘带着众位皇子公主以及燕王、秦王等人的家眷出宫旅游去了。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宫里，为什么不带我？我不是父皇母后的亲好儿子了吗？雪花飘飘，北风萧萧。长江上悄然间出现了一条沙船，此刻的沙船已然慢慢的驶离了应天。我记得刚到应天时，此处还是一处荒原呢。这百姓们的生活虽说比前元那会好了些，可还是不够啊。爹，你看这些百姓真是有趣，他们所有人好像都绕着那个塔走呢。这地里居然还建塔，也不知道供的是什么。老四，你扯我干什么？快放手，要扯坏了我新做的衣裳啊！二虎立即靠岸，混球给咱过来！爹，您先放开，儿臣刚做好的衣裳，挺贵的。哼，你好好看看，这塔是做什么用的？你自己好好想想，为什么百姓们宁愿绕远，也不肯从塔前过？看便看呗，扯我衣服做什么？真是的！爹，这里头是孩子。一塔
通常在乱世时都有这种塔的存在。要是家里有婴孩自知无法养活，等孩子生下来，父母就会把才出生不久的孩子扔进塔中，所以周围的百姓们哪怕是绕再远的路，也不肯靠近这塔半步。爹，这世上怎会有此种东西存在？你觉得这天下一直都和你平时看见的一样，都是安乐和平？你觉得委员为何如此快便一败涂地？你好好看看，是否有最近扔进去的？爹，没有，这塔看起来都有些年头了。真的没有？你可别骗咱，咱如果发现有，今夜你就在里面待着吧。这位老哥，且停一停，几位有何事？不知老哥最近生意如何？托皇上的福，今年的农具卖得好着呢。不应该呀，朝廷去年那样大的阵势北伐，这百姓们的生活竟没受到波及。有啥波及的？不过是捐了点粮食，要是有过不下去的，便去那兰家庄找点活干，怎么也不至于饿死人啊。这和兰家庄有何关系？您肯定不是本地人吧？否则怎会连兰家庄的事都不知道？这兰家庄可是太孙名下的产业，公房建了好几座，上至王孙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应天府内根本找不到没听说过兰家庄的人。咱自然是听说过兰家庄的大名，不过这附近早已经出了兰家庄的范围吧？周围百姓过得好不好，怎么和兰家庄扯上关系了？这兰家庄内因为工坊多，招的工人也多，太孙仁厚，每次招工都是可着附近快活不下去的人家招。且在庄子内做工，每日只做4个时辰，一天好几10个铜板呢。或者不用工钱，用糙米结账也行。太孙还规定了，若是超出4个时辰的上工时间，另算工钱。但咱听说北伐时，许多村民都捐了粮，不止本地的，还有外地的。你这可算问着了。北伐那阵是兰家庄招工招的最多的一段时间，附近几个庄子上的人根本不够，还有外县的人听说后特地跑过来的。工房内生产的都是供给北伐大军的军械，咱们既能得了银子，还能为朝廷分忧，所有人都干得可起劲了。过年前1个月，咱都是在庄子上做工的，赚到的钱让一家子都过了个肥年。听完脚夫的话后，朱元璋一行人顿时都沉默了。咱大孙竟这么有钱了吗？不仅独自负担起了雨林右卫的军械和粮草，兰家庄还招了这么多人做工，让周边的人家都跟着受益。大孙，兰家庄是很能赚钱，可一个琉璃作坊就能有这么大利润吗？皇爷爷，您忘了兰家庄可是有一座钢厂的，庄子上赚的钱都是朝廷掏的啊！百姓们捐银子给朝廷，朝廷用这笔钱为北伐军提供军械，而兰家庄找人生产军械，最后钱又回到了百姓手里。不愧是咱大孙啊，就是聪明。瞅瞅你们，空有蛮力，一点脑子不长。小兔崽子，你那破衣裳还有啥好看的？再看咱把你也给扔这里待着。经过这个小插曲过后，一行人又上了船，往东而行。显而易见，朱元璋比方才的心情好上许多，不仅仅是因为一塔内没有孩子，更是为朱雄英所展现出的比朱棣几个叔叔都高出许多的才智。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海上落日，这辈子也算值了。北元已灭，如今最紧要的便是海匪倭寇之乱。你们几个对倭寇是怎么看的？父皇，这还不简单，北疆已平，直接将9边的精兵调到南边，沿着海岸线列阵。我和老3、老4完全可以换个藩地。哼，小兔崽子，你怕是已经把藩地都想好了吧？父皇，除了大哥就是儿臣居长，儿臣先挑没问题吧？儿臣觉得杭州很不错，老3不如在登州，老4打仗最厉害，就封在泉州。按你这么说，还不如在海边把长城也修建起来，直接连到辽东。妙啊，父皇，儿臣为何没想到这个法子？对啊，我们沿海修建起长城来，看那些倭寇还怎能作乱，咱们直接用最好的料子，等这海边长城修建起来，少说造福后世几百年。老4，都跟你说了，这是我新做的衣裳，拽坏了怎么办？哼，修他娘狗屁的长城！咱就多余问你，照你那么说，咱往海里放个镇海兽不就行了？儿臣觉得这个法子没问题啊。老3，说说你的想法。父皇，儿臣以为二哥的法子挺好的。造孽呀！咱生了那么多儿子，竟是没有一个人把咱的优良作风给传承下去。父皇，儿臣明白，儿臣马上就会。老4，你来说。父皇，倭寇在沿海一带作乱这么久没有被灭，全赖于他们行动如风，见势不对很快撤退。儿臣以为需针对这方面来做出对策。倭寇作乱人数总是少而精，多则数百，少则不过10人。若要对付他们，我大明也需训练出海上作战的精兵来，不需太多，1000人以内便可，而后分散到沿海各地。但这对精兵需用普通水师5倍之军需来供养，打造最好的武器、最好的甲胄，要做到精锐中的精锐，强兵中的强兵。若倭寇来犯，就是这对兵马出手的好时机。想来不出10年，海疆就能平定。终于听到一份正常的对策，真不容易。大孙，你四叔这主意你觉得如何？孙儿以为四叔这主意挺好的，但是有个缺点不容忽视。哦，太费银钱了。
以往见大侄子办事挺有条理的，但是怎么和父皇一样都这么抠门呢？大侄子，这打起仗来怎么可能不花钱？北伐之时，朝廷不也出了那么多银钱支援北伐大军吗？可不是有别的法子，少花一些银钱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吗？大孙，你说说你的想法。灭了小日，倭寇不就行了？舒服。大半夜的这两兔崽子不睡，搁这干啥？二哥，四弟劝你一句吧，你别再如此了。要是哪一天父皇真发火了，那可就不好了。四弟，你没睡醒，这没头没尾的说的什么呀？二哥放心，二虎睡的人事不醒，不会有影响的。四弟也并无他意，只是想劝劝二哥罢了。二哥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今后的形势吧。四弟言尽于此，先走了。四弟，二哥也跟你说句话，现在真正危险的是你，不是我。二哥，你说什么？你懂的。二哥这么多年，居然是装的，看来我一直是坐井观天，看低了我这个二哥，恐怕三哥也是如此吧。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丑啊！没想到啊，只是出来方便一下，竟窥破了老二的伪装，想来就是天意如此吧。看来这番必须消了。你还睡得着？倭寇打过来了。倭寇？哪有倭寇？皇上，恁吓唬北至干嘛？北至正准备跟周公女儿入洞房了。可拉倒吧，睡这么死，等倭寇真打过来了你也不知道。别睡了，去把船准备好，明早天亮了就启程回宫。皇上，不是定好了要将周边都逛一圈吗？逛什么逛？你要是愿意逛，咱把你扔着，你自己逛。北至这就去准备船。第二日，天刚蒙蒙亮，众人就被朱元璋撵着回到了宫里。奉天殿，朱爽这小崽子伪装的真是太好了，咱愣是没找到一点破绽。来日我若是没了，这小崽子指不定闹出什么祸事来呢。二虎，北至在，你去把锦衣卫里管事的人都给咱叫过来。是。现在几个王府内，你们安插了多少探子？皇上，您也没吩咐过要往各大王府里安插探子了？难道说削藩一事已成定局了？回皇上，卑职预备安插15人进去。宋国公府、魏国公府可有探子？回皇上，宋国公府有6人，魏国公府有8人。每处各加5人。是。咱坐这把椅子已经17年了吧？咱这身体再坐个10年没问题。但是10年之后呢？彪儿能做几年？若彪儿做个10年，就那时大孙才30岁，他那几个皇叔也才40几岁。大孙这皇位真的能坐得稳当吗？二虎，你去把太孙叫过来。是。皇爷爷，您叫孙儿有事吗？大孙，你坐过来。大孙，咱问你，你可想过削藩？皇爷爷，孙儿不打算削藩。大孙，咱知道你与众不同。这天底下，你尽可以放心的和咱说真话，绝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你无需装傻糊弄咱。皇爷爷，孙儿那番话并未在装傻，也不是在糊弄您，孙儿确实不打算削藩。哦，你没骗咱，你可知这朝堂上有多少人以此为鉴，就是为了削藩？皇爷爷，秦始皇所创何等丰功伟业，但秦却是2世为王，若大秦能有强藩存在，刘邦焉能立汉取而代之？不只是秦，西汉末年时若仍能有强藩所在，恐怕绝不会有王莽篡汉。三国之后也不会被司马氏摘了桃子，隋唐也没有例外。朱雄英深知历史总是蜿蜒曲折的向前进的，今日之制度不代表100年之后还合适，重点在于当朝者是什么想法。一个制度不符合当时朝代的现况，那便改进或是废弃。他说这些就是为了要说明封藩的重要性。西汉七王之乱何解？皇爷爷，孙儿觉得七王之乱实际上是西汉朝廷与各地藩王都过弱而导致的一场祸乱。朝廷弱，藩王更弱，那就代表双方得到的利益都少。你继续说下去。正因为双方都得不到多少利益，二者才会进行竞争。你从我手中夺食，我也从你手中夺食。所以，若不想再出现类似情况，只要藩王强，朝廷更强便可。所以，你打算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封藩海外。皇爷爷，孙儿早前便说过，海外还有非常广袤的疆域存在，为何这番地要局限于大明之内呢？自然是要将这天下汉土都收归己身。天子坐镇大明，藩王封藩外疆，日月昭昭，皆我明土。那些异国蛮夷不服教化，又该怎样做？改文易服，即为我大明百姓便要说汉话，着汉服，同时疏通商路，掌控一国之经济，何愁蛮夷不服教化？
皇爷爷，皇室之争归根到底是没有足够的利益。若是让各藩王去海外打天下，而天子居中央治理，这种盛况，难道您不想得见吗？朱元璋的心深深被这句话震动了，他心中所想正是如朱雄鹰所说，兄弟齐手共创大业。可激动之后，朱元璋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眉头也跟着深深皱起。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千难万难。大孙，你可想过，真要这么做，这天下百姓该如何呀？皇爷爷，打仗并不只有劳民伤财一种情况啊！大孙，那些小国可不一定像北元那样牛羊成群。皇爷爷，世界何其之大，您未亲眼得见，怎知那些小国便是无用之地呢？正是现在的交趾，大多数人都以为那里是瘴气之地，可往前几百年、上千年，我们所处的江南也是未经开荒的蛮夷之地。可经过前人的耕耘，如今的江南何等繁华！交趾与江南差的只是开发而已。不止交趾，还有东瀛，此地虽狭窄细长，却有一时渐峻，地下埋藏着以万万担两计数的银矿。什么？东瀛小国竟还有银矿？此等宝地，自当归属咱大明。皇爷爷，目前大明的宝船技术不足以支撑军队远征海外，但临近的东瀛、暹罗、交趾等地，无需用太多兵力就可打下，收服三国。我大明疆域将再度扩张，引东海为内海，海患自平。且交趾地处湿热之地，那里粮食能1年2熟甚至3熟，所产粮食足以供给大明百姓所食。到那时，大明更无需近海，开放沿海地区通商口岸，来往商船定然络绎不绝，赵宋富庶指日而待。万邦来朝，比肩汉唐之伟业。皇爷爷，您不想得见此番场面吗？想，我当然想了。大孙，你先走吧，咱在这休息会。好，孙儿先退下了。彪儿真是生了个好儿子。魏国公府，最右边那个，你站住！咱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回国公爷，小的4前1才入府的。难怪呢，咱看你挺壮实的，好好干活去吧。锦衣卫进府，看来朱元璋盯上自己了。可是这不像是要对我动手啊？难道是削藩？国公爷，燕王府道衍法师前来拜见。什么道衍法师？咱没听过，估计是来打秋风吧。你快把人给咱打出去！啊！愣着干嘛？快去啊！给咱用力打，打好了，下个月月银加倍。多谢国公爷，我这就去。在女婿和性命之中，你猜我会选择啥？咱一定要和燕王府做好切割，最好府上的狗都和燕王府的。看见那个和尚了没？待会儿哥几个就弄他。为什么？别问，问就是他光头反光刺到我眼睛。道衍大师，大师这是怎么搞的？我能说是你老丈人叫人弄的我吗？殿下，这2人是……这是本王在街上遇到的，这2人身手很好，所以本王打算收他们做亲卫。今日我去魏国公府，连门都没进就被揍出来了，想来其中必有缘故，难道是……道衍大师，您是被人给打了，需要本王帮你打回去吗？多谢殿下，但不用殿下担心了。其实是贫僧走路没看路，不小心摔了一跤。切，自己摔的？那怎么脸上还有巴掌印？2位可否帮贫僧拿些金疮药来？行。殿下，您觉不觉得这2人不对劲？不对劲。殿下出行一趟便觉得这么合心意的护卫，实在是太巧了，很像是锦衣卫的手笔。锦衣卫？殿下，您可知近日朝堂上提起削藩一事，皇上似乎也有此意。削藩吗？那正好，赤儿他们一直想回应天，若是不在燕京就藩了，也挺好的。这还是当初我从几位皇子中特地选出来的，有锐意进取之志的燕王吗？殿下难道就没有别的想法吗？太子注定早衰，来日太孙登基，他岂会容下您这些藩王？道衍大师这是什么意思？本王不明白，大师日后也不必再说。殿下，您既然下不了决心，那贫僧就再帮您一回。兰家庄，太孙，这下可如何是好？这么多的酒，一坛也卖不出去，要不卖给兄弟们，咱们给你包圆了。讲得美，今夜再试一次，若是还不行，这酿酒工坊就不开了。咱这就去办，这差事今夜就得完成，你能不能做到？二爷，您放心，我的口碑大家都知道，您给了钱，我绝对给您办成。好，我信你一回，今夜若办不成，后果你是知道的。于麻子，你是？有人给我介绍的你，说你身手很是不错，我来此事请你办点事。今天咋回事？都是叫我办事的。做不做？做，当然做。爷，这事小的肯定帮您办得漂漂亮亮的，保证您的活先完成。
爷，小的之前才接了个活，不过您给的钱多，小的绝对帮您先办。行，动作麻利点，明日我就要看到成果，否则……明白明白。第二日天刚有些亮，只见朱雀门左侧的城墙上赫然落下8个大字：寻龙争珠，同是操戈。遥遥望去，这几个大字仿佛在蠕动一般，煞是诡谲。路过的百姓们见到后，以为是上天降下的凶兆，纷纷回家拿出纸钱、香烛开始焚烧。皇上，出大事了！朱雀门外一处城墙忽然现出8个字来：群龙争珠，同是操戈。整个朱雀门都乱了。放肆！真是反了天了！究竟是何人所为？就这么沉不住气吗？真是胆大包天！富贵，去把太子他们兄弟几个，还有大孙都叫过来。见过皇爷爷。哼，你们眼里还有咱这个父皇吗？咱还活着呢，你们就敢闹翻天了？都给咱跪下！大孙不用跪，皇爷爷莫要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咱倒是想不生气，这几个小兔崽子不愿意呀。好好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朱标几人看完之后面面相觑，均是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向对方。父皇，这肯定不是我们做的，儿臣发誓。父皇，您若是找到这神仙了，能不能问问他，儿臣婆娘肚子里这一胎是男是女啊？还装！小兔崽子，是不是你做的？父皇，冤枉啊！怎么可能是儿臣？这事可千万别是姚广孝做出来的，他这是不把自己害死不罢休啊！好，没人承认。二虎，给咱把门关上。这是要是没人承认，就都别走了。朱雀门外那8个字，赤裸裸的将朱家皇室的丑事都暴露在天下人眼前。这种事情，没有任何一个皇帝能够容忍。而经过1个时辰的发酵，应天府内流言四起。你看见那8个字了吗？都说这是因为皇上要削藩，神仙给的警示呢。削藩？对啊，北元都没了，北境也就不需要藩王存在了，否则皇上也不放心啊。可是燕王几人都是大功臣啊。所以啊，神仙显灵就是为了不让削藩。原来是这一回事啊，那我也去拜拜。你们看，神仙又显灵了。朱雀门右侧城墙上也赫然显现出几个大字来：兰家庄酒就是好，一杯下肚最逍遥。少主，是先主显灵了。20年快过去了，父亲，您真的降下灵诏，要灭了朱元璋这个逆臣吗？天下百姓只记得朱元璋建立了大明，还有人想起我大宋才是王朝正统，为善除恶，为光明故，喜乐悲苦，皆归尘土，明皇显灵，此乃……他说啥呢？翻译正了吧？这明皇是喝大了啊！这兰家庄的酒这么好喝，怎么会这样？大人，那墙上的字实际是由蚂蚁组成的，左侧城墙上的字是由蜂蜜写就，所以引来了蚂蚁，但右侧城墙上的字是糖浆写就，直接把蚂蚁都吸引了过去。原来如此，糖浆是比蜂蜜甜度更高，蚂蚁更喜欢，所以都跑到右侧城墙上去。奉天殿，朱元璋依旧处于暴怒中，朱标等人一个个跟个鹌鹑似的耷拉着脑袋不敢出声。敢做不敢当，老子就是这么教你们的。要是现在站出来，老子还觉得有几分骨气。若是被老子查出来是谁做的，腿都给他打断。皇上，事情有变，朱雀门外左侧墙上的8个字已经消失，但右侧墙上又出现一行字。呵呵，这是哪路神仙？一句说完还不够，还又来一句。这次写的什么？写了。哼，说话利索点。这点事都办不好，你趁早跟冯贵一起当姐妹吧。皇上，那行字说兰家庄酒都是好，一杯下肚最逍遥。你刚说什么？皇上，那墙上就是这么写了，兰家庄酒都是好，一杯下肚最逍遥，北至1个字没落。大侄子，这就是大明明报上那种广告吧？你给咱闭嘴！大孙，反贼收你钱了。皇爷爷，孙儿昨夜的确叫黑猫往城墙上刷字了，可写的就是兰家庄酒就是好，一杯下肚最逍遥这行字。但是孙儿是让黑猫写满朱雀城外的城墙的，没想到左侧城墙会出现那8个字，不知怎地竟和反贼撞上了。你的意思是某个人出了更高的价格，占了原本兰家庄广告的位子？他奶奶的，那人抢什么不好，干嘛要抢我广告位？真是活腻了。陛下，应天府尹徐明清启奏，百姓或焚香祷告，或高喊为善除恶，为光明故，但右侧城墙自现后，众皆散去。停！百姓里有人喊了什么？为善除恶，为光明故。再次听见这8个字，一种压抑感瞬间迎面而来。这8个字给朱元璋的冲击，比什么所谓的上天示警更加令朱元璋震惊。上天示警纯属扯淡，都是人为的。可是这8个字代表着的是一个真正存在的巨大组织，那是明教的教训啊！明教再次出现，朱元璋的心情瞬间沉重的无以复加。都滚，快滚！大孙留下。
大孙，你刚刚说昨夜是黑猫去办的这个事？孙儿叫他去找个身手好的人去办的。给咱把黑猫的档案全部调来，还有叫他在店外候着。片刻之后，王石头的所有资料就全部被工工整整的呈到了朱元璋面前。皇上，黑猫本名王无八，至正11年入伍，之后跟在蓝将军麾下，北伐之事断了一臂。人可到了？回皇上，已经在殿外等着了。叫进来吧。黑猫，昨夜。皇上，昨夜的事都是小的一人所为，和太孙殿下无关。小的就是瞧着庄子里的酒迟迟没有销路，有些着急，实在无计可施，才出此下策。皇上若是要责罚，小的愿接受一切惩罚。乱说些什么？咱问你了吗？皇上没怪罪太孙殿下。你不清楚今日城里发生什么了吗？随后富贵仔仔细细和他说清楚之后，黑猫这才恍然大悟出了什么事。皇上，小的知道是谁干的了。那个于麻子家里供奉的就是摩尼佛。于麻子是何人？于麻子是城内身手最好的人，小的便出钱请他做的事。快去将这个于麻子拿下！你随大虎一起去，万不能把人给放跑了。大孙，你可知咱为何立了国号为名？日月昭昭，为我大明。咱就是这个意思，但并不仅是因为这个，咱当年起兵前是入过明教的，兜兜转转几十年，最后是咱夺了这天下。当年咱一共想了2个国号，取咱建国后就清剿过一次明教，可这才10几年过去，明教就和那野草似的又长起来了。最终选了明这个字，也是以防明教生变。皇爷爷很忌惮明教，所以听到那句为善除恶，为光明故后，才如此动怒。大孙，你没见过明教当年的厉害，那些教众最善蛊惑人心，借明皇之意教唆百姓。来日你若登基，一定要小心，明教那些人绝不会轻易放弃的。明教或许能推翻一个王朝，可他们却无法重建一个王朝。若明教当道，这世道势必会乱下去，民不聊生啊！皇爷爷，孙儿有个主意，孙儿决定把蓝家庄产的酒命名为醉逍遥。哦，醉逍遥，这个名字好啊！日后谁提起明皇，不得想起他夸赞的酒醉逍遥。那明教若是还假借明皇名义，怕是得不到他们想要的效果了。大孙此法甚妙，咱亲自为这酒提名，到时候你就挂在蓝家庄外面卖醉逍遥。二虎跟着黑猫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于麻子的家里。二虎兄弟，就是他，你们把他带走吧。行，那人我就带走了，若有消息再告诉你。大人，小的招，小的招。你找了？是，小的招。二爷昨夜离开后，又有一个秃头的蒙面人找上了小的，小的实在是没忍住，就收了那笔银子。银子？是2锭金子。那蒙面人也让小的去刷墙，小的为了金子，就一面墙刷了一行字。哼，放肆，在这诏狱内还敢胡说八道，我看你是不要命了，还不快把明教之士从实找来。明教？什么明教？大人，小的不知道明教是什么啊。哟，看来这个明教确实很擅长蛊惑人心啊，见到棺材了还不落泪。好，那我就成全你。大人，你这是屈打成招，小的真和明教没有关系。还嘴硬，看你能坚持到几时。继续。明教隐蔽据点。少主，我等已查明情况，朱元璋那逆臣的儿子朱标很快就要迎娶信国公夫小姐为侧妃，到时朱元璋绝对会出现的，那也是我们唯一能动手的时机。行动继续，但此次刺杀的目标不再是朱元璋。本座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放弃刺杀朱元璋，改为刺杀朱标。为何？朱标身为太子，早已根基稳固，就算那朱元璋死了，朱家皇室也不会动乱。既如此，不时直接杀了朱标，那非当天太孙朱雄英应当也在现场。若是可以将他们父子一起杀死，朱元璋选定的2代、3代储君都已亡故，你们猜他会怎么做？还请少主明言。朱标父子一死，朱元璋只会立朱标另一个嫡子朱允文为储君。然朱允文生母吕氏乃是出身于江南士族，与那帮淮西武将天然对立。朱元璋到时候肯定会对那帮淮西武将痛下杀手，到时候朝堂必然动荡，这是我明教光复苏师之良机。少主英明。本座思虑多时，多番推演，才得出此等结果。我明教稳坐钓鱼台，只等他们鹬蚌相争，我等渔翁得猎。少主圣明。右护法，你现在就传令下去，说明皇不日则下凡来，明天教众一人需进献20个铜板，务必尽快筹集，5日内交到教里。属下这就去办。皇上，臣等已寻到明教众人活动的迹象，但为了不打草惊蛇，就没轻举妄动，只查到了他们近日在筹钱。筹钱？这可不是个好迹象。可打探到明教筹了多少银子？回皇上，地上太子来报，那些被蛊惑的明教教众1个铜板也没找，反而都是去买了酒送了过去。皇上，卑职觉得这应该和太孙在朱雀门外让人写下了字有关。不愧是咱大孙，一出手直接把明皇和无声老母这2个神仙给变成了2个老酒鬼。明教与白莲教这2大教派所供奉的佛像金身，就这般轻而易举的被大孙所瓦解。皇上，太子殿下婚事是什么时候啊？卑职还等着喝喜酒了。喝
喝什么喜酒？这婚事都快办不起了。皇上，皇后娘娘先前不是说那趟有银子吗？你还不知道妹子的为人，那是强撑着场面的，就为了不让人担心，实际上根本没有多余的银子。此次北伐一下子就派出72万大军奔赴草原，粮草军械的费用当真是天价了。大明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农业国，大动干戈一场，怎么能不伤元气？只是先前都沉浸在大胜的喜悦中，没怎么在意此事罢了。妹子，彪儿大婚之事，重八，不劳你费心这些事情。我想着，若是实在挤不出银子来，将宫中一些老旧的用不到的摆件什么的拿到宫外去卖，这也不算与民争利。那些商人们打破脑袋都想自家有一件玉制之物呢，估计能卖出不少银子。想咱坐拥整个天下，结果自家儿子娶个媳妇，难道还得变卖家产才行？妹子，不然咱问问户部那边。不行，重八，设置内堂的意义不就是为了公私分明吗？这么多年也不是没遇见过难事，都挺过来了，怎么现在就为了彪儿大婚就要坏了当初立下的规矩了？况且你就是去户部，估计也拿不到银子。春耕在即，哪里不需要用银钱？你虽然是皇上，但也不能肆意妄为。今日你多拿了户部的银子，明日就有百姓拿不到救济钱饿死。朱元璋被马皇后这么一说，哪还敢再打户部的主意？这些年，朱元璋最满意马皇后的一点，便是她识大体，有一国之母的风范。朱元璋忽然觉得羞愧，是他做的不好，才让马皇后如此殚精竭虑，一心为后宫为大明着想。妹子，你放心，咱不用户部的银子，咱出去逛逛。你们懂船吗？咱要你们造能出海的船，就给我整这儿吧，还要我5万两银子。国公爷，小的这钱真没多要，这船通身都是从武夷山上采下来最好的山樟木做的，里面一应装饰全部是由金丝楠木打造，小的就收了个手工费。别说这些没用的，父让的艘船都出海转了一圈了，我连这个湖都没出去。国公爷，奴家好羡慕陪着傅少爷出海的2位姐妹啊！他们一回来就在楼里炫耀，说海上多么多么好，在海上还能看到流星。您什么时候也带奴家去海上看看？去，咱们也去。你们几个务必把船造的比傅让那丝的还好。国公爷，小的听说傅小少爷那艘船花了20多万两银子才造成。不就是20万两，我也有，只要把船造出来，花多少银子都行。李景龙自打北伐归来之后，对一些事自然就看开了，往后日子该吃吃该喝喝，有银子就要花出去，否则要是突然死了，那得毁的场子都清了。咱为了彪的婚事，都快要变卖宫中的摆件了，结果这些小兔崽子是真不拿银子当回事啊！20万两银子啊，就为了造一艘船，他娘的！咱当年若是能有2两银子，家里人也不能就活活饿死了呀！思及此事，朱元璋的脸色渐渐难看到了极点。而在一阵阵温声软语中，李景龙被哄得都快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了。柳啊，舅老爷，您也来遛弯啊？是，看起来咱出来的时候不对。舅老爷，我没做什么，就是晚上消食，出来遛个弯。亲外甥孙，亲外甥孙，咱不生气，咱不生气。舅老爷，我知道错了，错了，知道错了，你倒是改呀！花那么多银子就为了一艘船。舅老爷，您别生气，我真知道错了。过段时间舅舅大婚，我肯定去讨杯喜酒喝，再送份厚礼过去。朱标那妃这可是喜事啊！我说这是总不能出错吧？小王八蛋，你还有脸说？你爹辛辛苦苦半辈子攒下的棺材本全让你给霍霍了。哼，舅老爷至于这么生气吗？我花自己的钱造船还不行了？国公爷，这船还继续造吗？当然要造，这城里可不单单是我在造船。没事，皇上，恁也别太担心，总会有办法来。咱能不担心吗？这天下难不成还能掉银子下来吗？实在不行就先不办婚事了，等有银子了再重新操办。皇上，这不好吧？皇上，不如找个理由暂时取消婚事，只要理由合理，应当没人会往银子这方面去猜。这法子不错，大虎，你长脑子了呀！但是该找什么理由取消婚事，才能不让人怀疑？第2日，朱元璋下朝之后就被礼部之人给堵在了御书房。皇上，太子婚期将近，这婚事事宜是不是该操办起来了？若是再不操办，就该耽误事了。不着急，明日再议。皇上，可是婚期晚上2日也不没什么。好了，你先下去吧。二虎，你可知道李景龙哪来的那么多银子？他没干啥坏事吧？曹国公府和英国公府来源很正当，两府的大额银子都是参股得来了。你说啥？这些银子都是正当得来的，他们参的是什么股？这么赚钱，怎么不叫咱也参一下？皇上，英国公和曹国公参了股，就是太孙名下的生意。大孙的生意？要不咱去大孙那边借点？二虎，跟咱走，找大孙借钱去。大孙呀，皇爷爷，您有事？
你倒是说呀，你要跟大孙借钱，咱开不了口啊，咱傲气了大半辈子，现在让咱和小贝张这个嘴太难了呀。没事没事，大孙啊，这次北伐你功劳不小，有什么想要的尽管告诉黄爷爷。重八，妹子，咱大孙这次功劳不小，必须赏。黄爷爷，孙儿不需要什么奖赏，只希望黄爷爷可以给孙儿一个许可。哦，许可？什么许可？还请黄爷爷允许孙儿开设钱庄。咱大孙如今真是越来越有商贾的样子了，大明以后该不会有一个商贾皇帝吧？可是咱如今确实缺钱，总不能丢皇室的脸吧？重八，你也别生气，我这就训斥大孙。大孙，你身为皇太孙，如何可以开钱庄？钱庄那生意不就是坑害百姓吗？重八，别生气了，大孙已经知错了。哦，好，这是咱答应了。黄爷爷，您真的答应了？没错，咱相信你能干好。但是你要是敢做对百姓有害的事情，被咱知道了，黄爷爷一定秉公处理，不会饶了你，知道了吗？多谢黄爷爷。大孙，你跟咱讲讲你打算如何做这个钱庄，买卖咋做？又有谁会将钱放到你的钱庄呢？不难，孙儿早已经差人打听清楚了。这应天城里虽然已经有了许多钱庄，可是那些钱庄存钱全部是需要收取利息的。孙儿打算反过来给存户利息，如此一来，那些存户自然就会到孙儿的钱庄来存钱了啊。咱叫你别欺负老百姓，咱没叫你送钱给老百姓啊，这不赤果果的败家呀！大孙，你这别人把钱放我这，我再把钱放出去，让钱生钱啊！大孙，咱是不是告诉过你，不可以做对百姓有害的事？你怕不是忘了？黄爷爷，您说什么呢？孙儿怎么会这么做呢？你难道不是要把钱放出去，抢了寻常百姓们的田地？你这点想法，难不成普天下那么多地主都没想到？你要知道，你祖爷爷那一辈本来是有田地可种的，就是那些该死的地主抢占去了。黄爷爷，孙儿为何要把钱借给普通百姓？孙儿借给的自然是富人。切，人家自己有钱，为何还要和你借？他们脑子不好使吗？黄爷爷，这世上的人啊，越是有钱，越缺钱，也就越需要钱。借钱并不一定是因为穷。哦，黄爷爷，就拿兰家庄来说吧，在应天，兰家庄是第一商号，但兰家庄还需要赚更多的钱才行。孙儿需要更多的钱来扩大生产规模。一样的100两银子，有的人始终是100两银子，而有的人却能将它变成1000两、10000两。这样一来，钱庄拿到了利息，民间也可以多一位富商，这可是双赢啊！并且，黄爷爷，最重要的是，谁掌握了钱庄，就相当于谁拿这些借出去的钱，掌控了天下的商贾。孙儿不去开这个钱庄，难不成让别人来掌控我大明的商贾们吗？朱雄英刚说完，朱元璋就感觉到了一阵彻骨的寒意。商贾逐利是没有尽头的，做生意哪有尽头？想要扩大生意，自然需要更多本钱，也就要找钱庄。要是大明突然有了一个钱庄，把大明所有商贾都掌控起来，那时就不单单只是几个粮商的问题了。大明的各行各业，所有百姓乃至于皇室的衣食住行，全部会由一个皇室之外的人掌控着。朱元璋思及此处，忍不住一阵害怕。黄爷爷，在孙儿看来，借钱其实并不一定是因为要处理什么周转的问题，就是为了可以做更大的生意，赚更多的钱。这样的人永远会是孙儿钱庄的贵客，他们有生意可做，孙儿就有钱可赚，所以黄爷爷借钱并丢人。既然如此，那咱就先和你双赢一下。你爹娶侧妃还差15万两银子，咱就从你这借了。我这是给自己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啊！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安排。妹子，你好好休息，咱去批奏折了。银子不是都有了吗？你们还想要什么？皇上，这婚期将至，时间上恐怕是来不及了。哼，咱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就给咱挑个好日子，把太子的婚事顺顺利利的办好了，缓2天就美好的婚期了吗？回皇上，近日除了原定的婚期，已经没有什么更合适的日期。皇上，刘侍郎心急弄错了，您放心，臣等一定安排太子大婚。下去吧。高大人，你可是礼部尚书，怎么能在御前说胡话呢？近期除了我们原本选定的太子婚期，哪里还有吉日？若是选不出吉时，太子的婚期怎么办？切，于监正，太子的婚期需要缓几天，你看看还有哪个吉日可做太子婚期？这个婚期已经是最好的了，哪里有其他吉日？再说，太子的婚期现在已经没办法如期，但是皇上恩宽，允许礼部往后推几天。若是不能再挑一个吉日出来，恐怕这辈子也就到头了。黄泉路远啊，一个人孤单上路，未免寂寞了些。这可真是本官疏忽了，原定婚期的5日后，5日后就是一个最好的日子啊！于大人，太子婚期岂可儿戏？我仔细研读过万年历，这本书上哪里写了5日后是假期？刘大人，这本印错了，
想必你之前看的那本也是错的。不可能啊，要是错了怎会没人提醒？刘大人，您再好好想想。似乎是有点印象，确实是下官看错了。5日后就是太子大婚的吉日。好，那太子的婚期就这么定了。礼部重新宣布了太子大婚的吉日。京中的勋贵大臣虽然好奇，但也没有怎么在意，鸣叫据点。诸位弟兄，明日就是我们共谋大事的时候，今天我们先开怀畅饮，共庆明日事成。少主，此生我愿誓死追随少主，誓死追随少主，复兴明教。第2日，东宫门外，少主，咱们是不是来早了？可这都正午了，难不成皇家是晚上成亲吗？这位公公，今日不是太子大婚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改日子了呗。改日子，这种大事说改就改，真是一点规矩都不讲啊！5日后，一大清早，古月仪仗便衣起行。自家的大侄子能处，不过我这大哥嘛，今天我得盯紧了，免得大哥逃婚。我这做儿子的真是为便宜老爹操碎了心啊！上次促成了老爹和汤姨的好事，这次还得防着便宜爹一不留神就跑路了。大哥，有刺客保护殿下。兄弟们，得手，撤！所有人现在立刻聚集到信国公府。蓝玉，喊什么呢？都什么时候了？快去信！太孙不见了。你说什么？完了，太子受伤，太孙失踪，这天怕是要塌了。朱标被刺杀一事很快传进宫内，朱元璋大为震惊，连忙带着锦衣卫出宫去了信国公府。还好你小子没啥事。父皇，别拍，疼死儿臣了。切，咱都没咋动你，这就疼了。当年咱在战场上，一块肉都被人给砍掉了，咱不还是没事人似的，拿刀接着砍人。身为咱朱元璋的儿子，得有血性一些，别受一点伤就哭爹喊娘的。咱和你说话呢，你咋不吱声？彪儿，快传太医。太子殿下恐怕是得了破伤风，才导致高烧不退，那还不快点医治？眼看着朱标生死不知的躺在床上，朱元璋下意识想起了朱雄英。大孙呢？怎么彪儿都受伤昏迷了，也不见大孙过来看望？还有傅有德和蓝玉呢？父皇，大侄子不见了。大哥遇刺之后，整个队伍都乱起来了。那些刺客还放了浓烟，再一晃神，大侄子就消失了。儿臣猜测是被那群人掳走了。皇上，傅有德和蓝玉把九门都封锁了，正在搜寻太孙的踪迹。废物，一群废物！眼看着发火的朱元璋，众人皆是心惊胆战起来。太子重伤，太孙被掳，若这2人有什么差池，大明必乱。届时难免不会是另一场胡惟庸之案。皇上，臣这就带着兵去寻人，绝对不让贼子带着太孙逃脱。皇上，羽林右卫都在城外候着，绝对能把太孙找到。咱不信那帮贼人能跑得这么快。担心朱雄英出事的，又何止是那些淮西武将？朝堂上那些文官大臣也是担心的不行。毕竟羽林右卫内有许多都是这些文官大臣的子孙。若朱元璋另立储君，那曾经跟随朱雄英的人定然没什么好下场。一时间人心惶惶，风雨欲来。全体都有，封锁所有街道和各大城门，任何人不得出入。是。蓝玉，别太担心了。那帮贼人掳走了的可是太孙，咱的亲生孙，咱能不担心吗？我和你一样担心，太孙也是我的亲孙女婿，我难道想要他出事吗？但是担心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帮贼子胆大包天，光天化日之下行刺太子，又掳走太孙。我们现在追查的那么急，把那些人逼得狗急跳墙怎么办？那群反臣若是觉得自己没命逃出去，太孙会是什么下场？你可知道？这可怎么办？算了，还是去找那个人吧，万一那人有办法呢？谁？跟我出城，现在也就他还能找到太孙了。走。二位可是来喝茶的？喝个屁！军师出事了，你也别装了，快跟我回去。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什么军师。动手！皇上找到人了。天杀的，老头子都70了，你们就这么对我？咱大孙还没找到，你把刘伯温找来干什么？皇上，死马当作活马医吧。老臣担心那些贼人狗急跳墙之下会对太孙痛下杀手，这才将军师请来。皇上，刘军师不算那么厉害，绝对能找到太孙。皇上，这不是为难草民吗？人找不到了，就努力去找啊，怎么能把希望放在神鬼之道上？混账，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回城路上这么久，为何不让他直接算出来？你们再去找。伯温啊，你就帮咱算一算，大孙如今在何处？再拖下去，咱大孙就要没命了。皇上，这是出了何事了？伯温，咱也不瞒你，彪儿被人刺杀，能不能醒来还未可知。大孙又被人掳走了，若是找不到大孙，咱大明就要乱起来了。皇上，草民这身本事全赖天意，怎可当真啊？伯温，
你不想回朝廷，咱也没逼你。大孙现在生死不知，咱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就当帮咱一回。好，那我就算一怪，不过也不可尽信。我问如何？正西偏北，立即出城往西北搜寻，不管是草丛还是树林，都给咱搜仔细了。就算把地皮都掀开，也必须把咱大孙找到。是，老四你暂时不用去了，在这里好好陪着你大哥。朱棣听了这话，身子一僵，心中隐隐觉得朱元璋刚刚瞧自己的目光里带着些说不明的意味。朱元璋现在比所有人都要着急，可他不仅是爷爷，是父亲，同时还是一国之君。他知道此时这些藩王们就是京城里最大的变数。父皇为何突然看我？难不成是看出来我装傻？父皇啊，放过我吧！儿臣胆子都要被您吓破了。您总不会觉得是我对大哥出手的吧？我怎么可能有那胆子呀？应天城外的一辆马车中，明教众人正商议着接下来的行动。少主，我们现在出了应天城，此次行动也算是圆满成功了。没错，老贼的手下也真是草包，竟完全没有发现，让咱们全身而退了。大明真是气数将尽啊！那具尸体已经安排好了。回少主，已经安排好了。很好，我便先叫那老贼好好尝尝失去至亲之痛。老妇可有什么发现没？没，老蓝啊，咱去那边看看。你们围着的是什么？咱要看看。咱只说一次，全部让开。此时的蓝玉似乎又成为了战场上那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蓝疯子。蓝玉扒开人群，尽管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是在看见那具尸体的那一刻，咱的生孙啊，都是舅老爷的错啊！舅老爷怎么就没看好你呢？怎么就如此大意，叫坏人有机可乘呢？皇上，大孙找到了。是。那你就痛痛快快说就是了。去一边去，别挡着咱去接大孙。大孙，快出来给皇爷爷瞧瞧，吓着没有？有没有受伤？朱元璋四下看了一圈，也没有看到朱雄英的身影，这才注意到院子里有一副担架。看到这一幕，朱元璋在迟钝，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蓝玉，你简直胆大包天！太孙还没找到，你就说已经找回来了，你这是欺君！你觉得咱不敢治你的罪是不是？哼，你们这是何意？以为跪着咱就不治你们的罪了？废物，全是废物！皇上，太孙他疯了。皇上，父皇。